竟然能够听到小公主心声。为了听到更多狗血喷头的秘密，她每天抱着刚出生的小奶娃上朝听政。得知后宫佳丽3000都给自己戴绿帽，她直接慌了，把她给本宫丢出去。主子不考虑了吗？做了决定就不能回头了。本宫要的是皇子，皇上说了，谁先产下大皇子，谁就是皇后。丽妃那个贱人也要生了，本宫没机会了。公主又不能继承大统，有什么用？赶快抱走！襁褓中的魏静初终于想起了是个什么状况。这个身体的亲娘是个嫔妃，她想把生下的公主换成皇子来争夺皇后之位。天可怜见，她魏静初穿越了，成为一个全天下最富贵的身份，却享受不了。这和中了彩票但开奖前一天被火烧了有什么区别？别留久了，惹人注意，赶紧把他扔出去，把本宫的皇子放到我身边来。魏静初穿的是这本小说的副 CP， 这具身体是流落青楼的公主，长大后和被换到英妃身边的假皇子开启虐恋情深。要嘎，怎么这么倒霉？看来我是扛不住第1轮的虐身了。皇上驾到，孩子可平安？是皇子还是公主？这一道男生莫不是我的便宜爹？回陛下，母子平安，是个皇子。好，你们全都有赏。哎，亲爹就在旁边，女儿在这受苦，我真的好惨。谁在说话？你刚听到有人说话了吗？未曾听见。亲爹呀，你要磨蹭多久？怎么还不救救我？本公主要被这个老嬷嬷捂死了。老嬷嬷捂死，皇帝抓到了关键字。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一个老嬷嬷鬼鬼祟祟，不注意不觉得，一看就非常奇怪。见皇上看过来，老嬷嬷心里一跳，差点没站稳。你手里怎么有个婴儿？这是一个小宫女和侍卫私通生下来的孽种，奴婢这就把她处置掉。父皇，你别听这个老妖婆的，我是你亲闺女呀。妃子生产时抱走一个婴儿，不是很奇怪吗？你查一查呀，别最后立了英妃为后，帮别人精心培养10几年孩子。哎，估计是没查出来的，不然我是怎么被卖到青楼的？皇帝听到小奶音，又没见孩子说话，心中浮现了一个离奇的猜测。你听到有人说话了吗？就是这个老嬷嬷在说话呀。很好，皇帝确定了他听到的是这个孩子的心声。如果这真是他亲生的孩子，有特异之处又如何？是祥兆，就代表他天命加身；是妖邪，他人间帝王不信镇不住一个孩子。现在最紧要的不是这个神异的事情，而是他心声里透露出来的信息。英妃是不是真的换了孩子，想要让一个野种来混淆皇室的血脉？查，今天这件事给朕查清楚。陛下恕罪啊，奴婢罪该万死，不该混乱后宫，生下孽种，求陛下饶命，奴婢这就掐死这孽种。呵呵，那和你私通的侍卫在哪呢？可笑，宫里没阉割的侍卫，都是朕的御林军，皇帝禁卫，前途无量，家里娇妻美妾多得很，谁会冒着杀头大罪去私通你个小宫女？英妃也慌了，侍卫是天子近臣，他确实收买不了。奴婢爱他入骨，不会供出他的，要杀要剐都凭陛下和主子处罚。收买你的人答应了保下你的家人吧，可惜保不住了。宫女秽乱后宫不至于满门抄斩，但从朕这里就开始了。我了个豆，不愧是小说里人人都害怕的暴君，就是残暴。小没良心的，还拆我台，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小公主被吓住了，顶罪前她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条件是英妃答应了她要保家人平安富贵，还给了她一笔钱给老母亲治病。如果全家被满门抄斩，她还图什么？这时候她终于意识到了，帮着英妃欺骗皇帝调换公主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如果奴婢说了，是不是能保家里人不死？呵呵，就嘎你一个。住嘴！皇上，这宫女前后2套证词，她说的话根本不可信。信不信的由朕判断，你让她先说完。奴婢从没怀过身孕，这个女婴是主子生的，陛下不信，可以找太医来为奴婢作证。来人，宣太医进宫。英妃真的好蠢，想要儿子，说是龙凤胎不就好了，又保险又吉利。看热闹的，朕是不是该夸你聪明？你这孩子机灵的过了头，欺君罔上的主意想得可顺溜。要不是能听见你的心声，以后一定一骗朕一个准。这位姑娘确实未曾有孕。英妃，你还有何话狡辩？皇上，都是妾身一时迷了心窍，求您看在妾身诞下公主且尚未酿成大祸的份上，饶妾身一次。笑死了！什么叫没大祸？本公主可是被卖到青楼去了，这还不大祸？什么情况？暴君才查出来了，那我是怎么被卖的？皇帝这气得发抖。既然小公主能让人听到心声，那么会预知未来一点也不奇怪了。她的女儿应该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孩子，
竟然因为这个毒妇的私心遭受这些。来人，把英妃废为庶人，打入冷宫。皇上，你不能这么狠心。小公主才出生，她需要亲娘啊！皇上，就是念在你生育有功，才留你一条性命，否则朕直接嘎了你，带下去查，同谋者一律杖毙。突然，另一道属于婴儿的哭声响起，皇帝才注意到今天的另一个主角，差点被换成他皇长子的男婴。这个原小说中的男主命运将会何去何从？竟然能够听到小公主心声。为了听到更多狗血喷头的秘密，他每天抱着刚出生的小奶娃上朝听政。得知后宫佳丽3000都给自己戴绿帽，他直接慌了。这个男婴既然不是皇帝的亲生仔，暴君正在思考如何处置他，却听到小公主心声。哎呀，就是这个家伙在原小说里看上了本公主，然后觉得我一个青楼女子配不上他，就各种虐身虐心，等人死了才后悔，结果才知道是自己占了人家身份。让朕想想怎么处理这个孩子。暴君故作自言自语的思考，实际上是在问贝静初。贝静初果然上钩了，在心里默默呐喊：父皇，把他阉了，给我做太监。卧槽，不愧是我生的，好猛！但是父皇是什么东西？是做皇帝的父亲吗？父亲就父亲，皇上就皇上，还有和气来称呼的吗？乖宝宝叫阿爹。我了个豆，我才出生没1天呢，就想让我开口说话，你的脑子是被刺激傻了吗？这时贝静初脑子里响起一道声音：治国系统绑定成功，收集积分可兑换商城物品。治国系统为什么要绑定我？我只是个想当米虫的小公主啊！你这个东西绑定暴君，不是作用更大吗？吐槽归吐槽，贝静初还是打开了商城，结果只有2样东西：武力符和智力符。系统，这个是干嘛的？就是字面意思呀。看着现在只有0积分，贝静初决定再看看。这时画面出现一页资料：贝恒，身份月朝皇帝，年龄22，好感度50。发放新手任务，揭穿男主身世，阻止月朝江山流落外人手中，时限6个月，积分100。男主，也就是丽妃怀着的孩子，比他晚了几个小时出生。戏剧的是，男主也不是暴君的孩子，是丽妃和别人私通生的。什么？6个月？6个月我还不会说话，能做得了什么？男主的身份到故事结尾都没有被拆穿，要我6个月就做到，你们确定这是人干的事吗？但是系统没有任何动静。那不完成有什么惩罚吗？系统还是没声音。好吧，他确定了，这就是个只会发布任务的人工智障。很快，银妃宫里发生的事就传到了丽妃那里。你是说银妃生了个公主，但她自作聪明，拿了一个宫外的野孩子来调换，结果被皇上发现，打进了冷宫。是的，丽妃娘娘，千真万确。真是蠢货，这种事也敢干。那小公主呢？被陛下抱回御书房了。小公主竟如此受陛下宠爱。等丽妃娘娘腹中的小皇子出生了，陛下一定更宠爱。倒是一个公主算什么？也是，皇儿，你可要给阿娘争气呀！这边暴君给贝静初念着礼部呈上来的名字，贝静初哪个都不满意。皇帝沉声想了一会，就以皇子自序排名为静，改为从女静。你为朕之长女，取一个出字如何？喵了个喵！我说皇上呢，你可长点心吧，这么点的孩子能懂什么？没想到刚刚还总是皱着小眉头的小公主咧开小嘴，露出软软的牙虫，咯咯直笑，把老父亲的心都笑话了。陛下，丽妃要生了。哎呀，男主要出生了。男主是什么？哎呀，就是丽妃即将出生的这个孩子，以后继位把国家祸没了，还把暴君的儿女全都嘎了个干净，怎么办？虽然现在是被这个皇帝老儿救下来了，但是以后还是会被嘎掉，要不我多攒点银子，在新君上位之前赶紧跑路吧。什么？丽妃这个孩子以后竟然会葬送我的江山？还没等他消化完这个信息，贝静初又给了他一个暴击。我爹好惨，在原小说里，不仅英妃换来的大皇子不是自己的儿子，丽妃生的二皇子也是别人的儿子，精心培养2个继承人，没一个是自己的，真的笑死宝宝了，纯大冤种。贝静初的小眼神偷偷往自己阿爹的脑袋上看去，他总觉得那个头顶带了点绿，感觉到女儿的视线，暴君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一生操劳，励精图治，结果一辈子都在给别人养儿子，最后江山还被人葬送。暴君还想听更多的消息，但是贝静初已经困了，小婴儿就是贪睡。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这一边丽妃艰难产下儿子，却迟迟没有听到皇帝过来的消息。皇上不会是发现了皇儿的身世吧？
否则长子怎么会不受宠呢？皇上不是做梦都想要个儿子吗？主子这是生完孩子后不善思考了吗？隔墙有耳，小皇子的身世怎么会有问题？主子放宽心，陛下是什么性子？要是真起了疑心，咱们还能好生的坐在宫里吗？那他为什么不来？英妃当时只生了个公主，皇上却一下早朝就赶过去了。或许是皇上更喜欢公主呢？必然是英妃生的那个贱种，分走了我皇儿的宠爱。一个公主而已，什么用都没有。陛下也不知道来看看皇子。陛下，丽妃母子平安。知道了，下去吧。咦，反应怎么这么平淡？暴君不是想要儿子想疯了吗？这时候怎么不赶紧去丽妃的宫里稀罕稀罕？暴君听了有点牙痒痒，想揍孩子。既然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皇帝当然不会去关注了，他又不是冤种。但是没有立刻拿下，是因为他要时间去找证据和奸夫，他总不能过去抓人，说证据是小公主心里想的吧？皇上，贵妃求见。贵妃，我了个豆，这贵妃也是个牛逼人物，我爹的后宫可真乱。竟然能够听到小公主心声，为了听到更多狗血喷头的秘密，她每天抱着刚出生的小奶娃上朝听政。得知后宫佳丽3000都给自己戴绿帽，她直接慌了。哇，我了个豆，这贵妃可真牛逼，和暴君的弟弟上演叔嫂文学，那叫一个香艳一个刺激。啧，我看小说的时候还可磕这对了。暴君一愣，虽然他没听懂叔嫂文学是什么，但是后宫混乱这句他是听懂了，猜到了个大概。我了个豆，难不成贵妃也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还是和我的某个弟弟？是亲弟弟还是堂弟呀？我堂弟一堆，亲弟弟可就剩一个了。拜见陛下，妾身给陛下请安。起来吧，什么事？陛下处理国事辛苦，妾身做了一点芙蓉糕来让陛下品尝。蒋公公，你先来尝尝。陛下，英妃获罪，小公主年幼，妾身是后宫里位分最高的妃子，最适合抚养小公主。哼，皇上连丽妃生大皇子都不看一眼，小公主却自出生就带在身边。我要是能抚养公主，还怕以后不得宠吗？再说了，给小公主找养母，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不用了，小公主朕自己养。这个孩子特殊，可不能给你，放在朕的身边才能听到他的心声，听到那些未来的神异之事。陛下，历朝历代哪里有君王亲自养孩子的先例呀？先例总要有第一个，朕就是第一个。贵妃被弄懵了，那这样她还能得到什么好处？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退下，朕还有10几斤折子要批呢。哎呀，我爹要自己带我，好爷好爷，跟着阿爹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只能喝奶，能吃好吃的还要多久啊？这日子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现在大皇子和贵妃的事都没解决，小家伙也没透露出更多细节，我也不好直接问。小家伙要是知道自己的心声能被我听到，那我就听不到真实的想法了。陛下，国师求见。我爹的御书房人来人往的，接待的人挺多呀，跟菜市场似的。接下来的事还不能让他听到。蒋公公，你把小公主抱下去。哦，对了，找2个奶嬷嬷陪着公主玩，别让她睡太久，不然晚上又要闹觉了。国师，小公主之事可有眉目？他只是要求国师测算被进出的事情，毕竟实在太过离奇，但没有把能听到心声这件事告诉国师，顺便考验一下国师的能力，看他是不是神棍。小公主心灵纯净，容易引人窥探。我了个豆，算这么准？以前总以为这个老头是沽名钓誉，原来还真有2把刷子。那此事是好是坏？这种神异之事，他就怕影响国运。不过现在来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知道了不少被蒙在鼓里的真相，虽然这些真相让他心梗。天外之人，如使兵刃，善用者伤人，不善者伤己。天外之人，难道说小公主是仙女下凡？国师沉默了，他想说不是，但是这种事情很难讲清楚，要讲穿越就要讲其他的原理，国师嫌麻烦。哎，反正我是国师，神神叨叨很正常。难道是天机不可泄露？国师，你先下去吧。2个嬷嬷并没有尽忠职守，直接把被进出放床上，2个人在一边唠嗑去了。小蹄子一天天的，一点都不安分，净找事。哎呀呀，你才是蹄子，你全家都是蹄子。等我能说话了，把你们都削成蹄子。皇帝走到后殿，想要抱孩子回去，临近时就听到这一句。这是又闹了什么幺蛾子？2个嬷嬷没想到人来得这么快，赶忙装作认真陪着小公主的样子。呵呵，刚才还骂我蹄子呢，怎么有人来了就不敢了？你倒是继续呀，别怂呀！奴婢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皇上没走，也没喊平身，2个婆子保持着蹲的姿势，渐渐的腿酸了，开始抖起来。
御前失仪，舌头割了吧。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妈呀，看来皇上心情不大好。陛下，奴才有罪。何罪之有？起来吧。吓死我了！原来不是陛下心情不佳。重新给小公主选2个嬷嬷，要品性温良的。原来是这2个婆子品行有问题，也不知道陛下怎么看出来的，我就没看出来。陛下不愧是陛下。哇，不愧是暴君，一言不合就打人。完了完了，我以后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讨生活，不会也动不动就挨板子吧？竟然能够听到小公主心声。为了听到更多狗血喷头的秘密，她每天抱着刚出生的小奶娃上朝听政。得知后宫佳丽3000都给自己戴绿帽，她直接慌了。刚出生3天的贝静初就成了一个小富婆，她的暴君老爹送了不少好东西给她，还有个宫妃玉和长辈们送的礼物。哇呀，把我的宝贝们都放到我的床上，我要抱着他们睡觉。我的小公主啊，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妈呀妈呀，这就是上品翡翠的手感吗？这彩头，这种水又胶，至少是100万级别的了吧？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呀！身为我的长公主，这才是开胃菜。只要没有发生换婴儿那种事，你的人生唯一会吃的苦就是喝呀。不过是小财迷也好，很好收买。初初，这个喜不喜欢？咦，这团发光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颗半人高的夜明珠，是藩国进贡的宝贝。初初对阿耶笑一下，阿耶就送给你好不好？妈呀，大到有半人高的夜明珠可是难得的宝贝，就是皇上也稀奇，在受宠的妃子都不敢讨要，皇上竟然说送给小公主。皇帝等着女儿露出讨好的笑，朝她讨要明珠，却看到了贝静初一脸惊恐的表情。什么？夜明珠？怪不得暴君死那么早呢。我乐个豆，夜明珠会让我死？难道有人在这上面下毒？但是能进我身的东西都是重重检查过的，难不成是我近身伺候的人里出了叛徒？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夜明珠里发光的都是天然的辐射物质，不知道的以为是什么好宝贝。难道夜明珠是靠一种叫辐射的东西发光的？这种东西竟然对人有害！你这小家伙可真是阿耶的小福星。他正准备让人把夜明珠收下去毁了，再次听到小公主的心声。不过真的是暗杀利器，要是看谁不顺眼但难杀，直接赐一个夜明珠，让他日日放在床头，就可以等着他嗝屁了。人家死前都还要感谢皇恩浩荡。哦，很好，很有想法，真是可造之才。这手段，这智谋，一看就是我亲生的。暴君正打量着贝静初，贝静初张开没牙的小嘴，露出格外纯良可爱的笑容，把一边的蒋公公都萌化了。皇帝亲自抚养公主的事情传遍了朝堂。朝堂乃议政重地，小公主有公事照顾即可。陛下带到御书房，未免有些许不妥。是呀是呀，阿耶，让我到后面去玩吧。你在这里奋笔疾书，一天几十斤折子，我都不敢出声打扰你。小公主出生才多久？听到了什么要事也没有泄露出去的能力？爱卿不要太古板了。可是义英还在这里，影响臣等臣子。小公主不哭不闹，只是在这里就能影响你。爱卿该反思一下你自己了，努力了吗？那怪几年了，官职一点没长呢。该死的女儿奴，说不过你好吧？好棒的嘴皮子，这口才不愧是我爹。听到夸赞，皇帝的心情稍微好了点。陛下，雷将军近来行事愈加猖狂，竟然自掏腰包给军营将士犒赏，腰买人心。往长远计，恐怕有造反之嫌。这个雷宁在军中的威望已经快比朕还高了。有时候说话比朕这个皇帝还管用。哪天雷宁若是想反，朕必一呼，岂不是万众追随？朕早就忍够他了，正好这次就把他嘎了，一绝后患。可惜了，这个雷将军是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就因为我阿耶的多疑被临时处死了。要不是他嘎了，我阿耶的江山还能多撑一会儿。雷宁怎么看都是乱臣贼子，朕可不信他是忠心的。真正忠心的臣子不会去挑战君主的权威。这个小家伙看到的那些命运会是真实的吗？好了，朕知道了，没有其他事就退下吧。臣等告退。初初，你觉得雷将军是个忠心的臣子吗？当然了，原小说上写了，人家是你手下最忠心的武将，而且能力一流，就是因为你猜忌心太重，让人家冤死。朕是个疑心重的皇帝，因为疑心不重的皇帝坐不稳龙椅的。他忠不忠心其实都不重要，作为皇帝，没有精力管手下的所有官员是不是忠心。人心最是难测且不稳定，今天是忠臣，明天就可能被策反。
所以皇帝只要保证手底下的人没有威胁自己皇位的能力，这就是帝王心术。果然是老阴逼，心真黑呀！小没良心的，刚还想出夜明珠暗杀计呢。我要是老阴逼，那你岂不是小阴逼了？不愧是我的女儿，遗传的就是好。朕做这些可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龙椅，亡国之君大不了一死，但是其他宗室皇子公主就是备受折辱，没一个能有好下场。有道理，但是我爹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他是觉得我能听懂吗？嗨，朕这些苦没有人知道，不能让人窥探到帝王心，也就只有对你这个听不懂人话的小婴儿说说。哎呀呀，你才听不懂人话，你全家都听不懂人话。这傻孩子怎么连自己都骂进去了呢？他还是不相信，雷宁的反心早已呼之欲出。谁家忠臣良将结党营私，那就看看究竟是他女儿的预知准，还是他的判断准了。皇帝的暗卫已经埋伏就位，就等雷宁行差踏错。臣雷宁参见陛下，陛下圣安。雷爱卿，今无位之事，朕决定移交他人，就不再劳烦你了。皇帝等着他反驳，因一位大将军之职是多么重要的职位，直接捏住了京城整个命脉，有不臣之心的武将怎么可能放过？可惜，皇帝有些失望，看来小公主的预知能力不准确。他还真期盼着雷宁是个忠臣良将，毕竟他的能力没得数。皇帝因此埋伏的暗卫蓄势待发，等着一击即中。可是臣没活干，心里不踏实啊。不知道陛下想给臣家安排个什么职位？朕本来想让你在家休养的。臣为陛下臣子，既当为陛下分忧，实在做不到白拿俸禄，只愿为陛下摘减，做个小卒也好啊。皇帝不信世上竟有这等热爱劳作的人，掌握实权的官员也害怕赋闲，因为一旦代奉休沐，就会远离权力中央，所以他觉得雷宁只是说辞而已。那送你去廷北驻守如何？呵呵，廷北地处偏远，且并无战事，既远离权力中央，又难以立功，有点野心的人都不愿前往。谢陛下。真的就一点野心都没有吗？真的只是想给朕分忧？真的有如此忠诚之人吗？哎妈呀，还是看人家呢，好好的打工人，他惹谁了你就怀疑人造反？多勤勤恳恳的驴，哦不，打工人呀，搁那些老板手底下睡着了都要笑醒。小家伙说的有道理啊，我误会了自己的驴，卧不臣子。而雷将军突然听见一阵小孩的声音，以为自己最近太累了，没睡好，出现幻觉了。爱卿镇守廷北还是屈才了，其实朕这次召你来，是找你另有见识。你知道有不少人弹劾你结党营私，拉拢人心吗？怎么可能？臣是万万没有胆子的。朕相信你。这怎么和剧情的走向不一样呀？雷将军再次听到了一阵心声，不由错愕。那太好了，女主雷念儿就不会因为父亲被处死黑化，为了报复皇室，撺掇男主祸乱江山了。陛下，那是。这是朕的长女，因师生母，暂由朕亲自照顾。怎么，你也要劝朕不要把小公主放在御书房吗？臣不敢，陛下的决定，臣不敢忌讳。不错，这点比那些老顽固懂事多了。却是个傻的，不知道将领收拢人心是大忌。经过皇帝的敲打，雷宁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陛下，这些都是陈家中夫人的主意，臣听着有道理，没想到会犯大错。臣是脑子不清楚了，还请陛下赏臣在家长休。你那个夫人还是查一下吧。哇哇哇，他夫人是间谍吗？刺激呀！皇帝是这样想的，但是不好直说。雷将军被背进出的心声一下子点醒了，想到自己夫人的所作所为，更是汗毛直竖。臣告退了。出门后，他还在想小公主心里说的话。雷念儿不是他的大女儿吗？是他的一个妾室所生，平时也不关注。原来我死后，这个孩子为了我还报复皇室。看来以后要对那个孩子好一点，还要教导他有忠诚。就算我被冤枉，也不能去祸国殃民。雷将军回到府上，这是你夫人所生的二女儿拔下雷耀头上的簪子。你一个庶女，也配和我戴一样的颜色？信不信我让娘亲打你？他的嫡女跋扈骄纵些，但他和夫人感情好，难免偏袒。现在被害了一顿，去掉爱情的滤镜，才发现自己的偏心有多离谱。你自己的手势少了吗？为什么讲姐姐的？你的尊长机理都学到哪里去了？我要去告诉娘亲。说罢就委屈的哭着跑了。不就是个簪子吗？明日爹爹给你个更好的。不一样的，这是爹爹送给我的生辰礼物，我只收到过这一次爹爹送的。雷宁这才想起来，这个是有一次他顺手带东西回来的时候，去小妾那里被提醒是大女儿的生辰，随手就送了。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偏心的太过分了。雷宁，你怎么因为一个庶女就责骂男儿？叶儿也是我的女儿，是男儿做的太过分了，我才说她一下。
都没有动手，你也太娇惯他了。好啊，雷宁，你还想动手？我没想啊，夫人。你之前说过绝不会让人在我之前生孩子，却让一个妾室怀了孕，还舍不得流掉，让我男儿好好一个嫡长女变成次女，他的委屈又怎么散？雷将军心软了，事情还没有查出来，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夫人是细作。小公主说的也不一定对呀。啊呸！今天这奶味道不对呀，跟坏了一样。坏了，可是皇子公主喝的都是最新鲜的，直接母乳，怎么可能是坏的？救命呀！谁来救救我呀！我不想喝他的奶，今天的奶好难喝，肚子好痛啊！什么？蒋公公，快传太医！陛下，小公主并无大碍。去你爷爷的没大碍，老娘肚子痛啊！这个没大碍送你要不要？是不是欺负婴儿说不了话呀？庸医。小公主哭成这样，你说没大碍，连朕也敢糊弄了？回陛下，婴儿啼哭实属正常，并不能代表有不是。院正觉得皇帝纯属医闹，内进出没办法说自己肚子疼，皇帝也不能说他能听到女儿的心声，这真是欺负小婴儿不会说话。沈太医呢？找沈太医来就好了，他是越朝医术最好的太医，但因为年纪太轻，不被相信能力，怀才不遇，之后瘟疫的时候研究出了药方，却被别人冒领了功劳。去再找一个医术好的御医来，找一位姓沈的御医。呵呵，整个太医院乃是全天下，哪里有比我医术更好的医者？不就是小孩子哭闹，至于没事找事吗？太医院有姓沈的太医吗？什么无名小卒，我听都没听过。太医院里，一个年轻的太医正在打理药材，即使他自认才华不输于别人，但医界就是以资历看人，再有天赋也得熬。沈太医何在？这不是蒋公公吗？您找谁呀？可是陛下传召。陛下选一位姓沈的太医。姓沈的太医？我们太医院好像没有姓沈的太医呀。那不行，这可是圣旨，今天就是当场抓一个改姓，也得带一个姓沈的太医回去。是找我吗？你是沈太医吗？那就没错了，跟咱家走吧。陛下，沈太医到了，来给小公主看诊。呵呵，陛下竟然不相信我，还找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来看病，真是昏了头了。沈太医摸完脉，再观察了一番费进出的面色。陛下，小公主最近吃的是什么？就喝了乳娘的奶水。那能否挤一些奶水，让臣观察一下？怎么，沈太医，你诊出来小公主是什么问题了吗？没见到东西前，臣也不好判断。切，还以为你是看出了病了，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在这里装腔作势啊！要分辨小公主中的毒，确实要拿到东西才能准确判断，根据脉象直接开药，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什么中毒？我勒个豆，宫斗还要从娃娃抓起吗？本公主都还没满月呀，为什么要经历这种东西？太过分了！究竟是哪个刁民要害本公主？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就是中毒啊！院正你没诊出来吗？婴儿的身体根本不能承受中毒，要是中毒怎么可能活到现在？小公主的毒十分轻微，所以难以看出，症状也只是腹痛，一次两次倒没问题，如果长时间服毒就会夭折。院正还想反驳，这时蒋公公端了一碗乳汁过来。回陛下，确实是毒，但剂量很小，如果再晚一点，等人体内的毒素排出，臣也查不出来了。让我来尝一口。完了完了，小公主中毒，我竟然没发现。给小公主开药吧。好歹毒的计谋，如果不是我能听到小家伙的心声，估计就会信了那庸医的话，之后孩子就会自然夭折。想必以前死的2个皇儿也是如此。把那个乳娘交往刑部大理寺，一定要把幕后主使挖出来。孙子，奴才这就去查。至于你，技不如人，就退位让贤吧。朕的太医院不养废物。皇上，有结果了，毒害小公主是丽妃所为。摆下去，丽妃请功。皇上驾到。臣妾参见皇上。费进出喝完药，终于不痛。他忍着困意，想看暴君如何处置丽妃。要是丽妃被放过了，他就在暴君怀里尿尿。陛下要不要看看小皇子？皇儿还没有见过阿耶呢。哟哟哟，还小皇子呢，这户口上的真纯熟啊！不了，朕这次来是寻你有事的。
我可对别人家的娃没有兴趣。怎么不看呢？你不看，我想看呢。这可是男主，我还没见过活的男主呢。蒋公公，你把孩子抱过来吧。皇上不是才说了不用吗？怎么又改口了？皇上以前做事果断的很，不是纠结的人呀，真是搞不懂。趁着这个功夫，皇帝把证据甩在了丽妃面前。解释吧。丽妃疑惑地捡起地上的证词一看，着实吓得不轻。陛下冤枉啊！一定是有人看臣妾诞下皇子即将登上凤位炎热，想要陷害臣妾。只是一个公主，对小皇子没有任何影响，臣妾害公主做什么？朕不在乎你下手的原因，你只要驳倒证词就行，不要顾左右而言他。看见了没？阿耶可不是暴君，都给人自证清白的机会的。丽妃辩驳不了，确实是他做的。陛下，念在臣妾刚诞育小皇子的份上，饶臣妾一次吧。那可是他唯一的儿子，丽妃不相信皇帝会让自己独子的生母成为罪人。费晋初知道男主的身世，而且还有任务在，但他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小婴儿哎呀的声音。来了来了，要开始了。丽妃因为生下男主，在后宫里横行无忌，害人无数，但皇帝为了保护男主的名声，硬是忍了。看来本公主是白被毒了。我怎么这么惨呢？陛下，念在臣妾刚诞下小皇子的份上，饶臣妾一次吧。皇子？真的是朕的皇子吗？要是女儿发现朕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我，会不会很崇拜？什么东西？我爹发现男主的亲爹不是他了。朕本来还想着不打草惊蛇，暂时不动你的，没想到你这女人竟然把主意打到朕的小公主身上，那就留你不得。既然如此，直接重刑下去。大理寺有100种方法让你吐出奸夫是谁。丽妃慌了，混淆皇室血脉是比毒杀公主更大的罪过，前头英妃的娘家才被株连9族。陛下，您在说什么呢？臣妾听不懂。说吧，孩子的生父是谁？话说的已经如此明显了，丽妃就知道自己瞒不住了。男主这时被广西的砂糖局蒋公公抱了过来，就算是狂拽酷炫刁炸天的歪嘴邪王男主，这时候也只是个婴儿。啊，好可爱的小孩，好想捏，好想握，宝宝让姨亲亲。皇帝听着心声，怎么听怎么不和谐。蒋公公，把这个男婴抱一边去。暴君，坏人，把小孩抱过来，我要玩小孩。皇帝假装听不到心声，而贝晋初本来就困了，很快就睡了。而男主似乎能听到心声，哇哇直叫。你如果供出全部党羽，朕可以考虑留你孩子一命。真的，谢陛下，谢陛下。要谢就谢小公主，你看见了，朕的小公主很喜欢她。皇帝本想永绝后患的，但是他想到小公主很喜欢那个孽种的样子，就把她留下了。不会吧，暴君真把那2人杀了呀？男主虽然后来挺坏的，但现在还是个只会吃奶睡觉的孩子呢，连婴儿都杀，不愧是暴君。这小家伙又开始腹诽我了，还好把那个婴儿留了下来。蒋公公，你把那个孩子抱过来。小婴儿还不知道自己的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似乎感受到了被禁出的气息，咿咿呀呀的叫个不停。幸好幸好，男主要是被嘎了多可惜呀！这天赋这能力，要是收服了，可是无其二的鬼才。如果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倒是有培养的价值。朕的女儿果然心性稳重，多厮杀。而且男主多帅呀！剧情上写了是让京城女子治国营车的帅啊！要不是他武功好溜了，得是下一个被困杀的位阶。美人是世界的宝藏，少了一个都是重大损失。我乐个豆，朕的遗传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朕明明不是好色之徒啊！不过既然女儿喜欢，朕这个做爹的当然是满足她的。初初，你好像很喜欢小弟弟的样子，那把小弟弟给你做暗卫怎么样？这剧情崩的也太离谱了吧！我没被换走的蝴蝶效应这么大的吗？男主给我做暗卫，我能消受得了吗？只是这个小弟弟应该叫什么名字呢？人家叫被禁处，但是现在被发现身份了，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皇家的暗卫以严为姓，那他就叫严楚吧。这时贝晋初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任务，他打开系统商城，发现积分变成了100，刚好可以买一份智力符或者武力符。贝晋初思考了一下，买了个武力符，之后传出2个人的信息：雷鸣，身份越朝南衙金吾卫大将军，年龄35，好感度45；严楚，身份皇家暗卫，年龄0，好感度50。这个婴儿版就很灵性。
陛下，淑妃娘娘求见。宣，多谢陛下，让臣妾和贵妃姐姐亲自处置丽妃。她和贵妃以前也是生过孩子的，母凭子贵才当上的高位妃嫔，可皇子又被毒奶水害死。那丽妃竟然生了皇子，幸好苍天有眼，她的儿子也死了。不过能亲手处决凶手，也算是祭奠孩儿的在天之灵了。小皇子心丧，但陛下也要注意身体，好好用膳呐。看来皇帝没把男主的身世公布出去，只是说他挂掉了。这样也好，不然那些被丽妃害过的人，以后可能会迁怒到男主身上。他现在不是皇子了，可不是任人揉捏吗？哈哈哈，我有点感动，怎么办？女儿没再喊我暴君了。臣妾想要再给陛下生一个孩子。小公主还在这儿呢，注意一点。小公主您又哪里懂得这些？对呀，我还小不懂，你们别管我，继续做你们的，我还没看过现场版呢。真是晚节不保了。眼看着淑妃还想继续，皇帝沉下脸。淑妃一见她的表情，就知道皇帝要发火了，马上就溜了。美女都这么勾引你了，你还拒绝？你是戒过毒吗？又不造人，又想要孩子，美的你呢。也不看看是谁坏我的好事。陛下，臣已经查到了，臣的夫人竟然是鲁王派来的奸细，他的母家早就投靠了鲁王，一日夫妻百日恩，他竟然要臣死。鲁王，皇帝的亲弟弟，在皇帝夺位的时候和其他兄弟杀疯了，夺权后便在仅剩的小弟弟身上找个兄弟情。我的爹哦，鲁王看你没儿子，一直等你驾崩之后他能上位呢，偏你还眼瞎的觉得你这个弟弟纯良无比，想要在他身上找一找兄弟情呢。暴君人虽残暴，但却是个勤政的皇帝，就连去后宫也不是贪图美色，而是抱着完成造人 KPI 的心态去的。按照你现在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的样子，哪天猝死也不是怪事。再加上你因为疑心病，自己手动提前弄死这些中心里的文臣武将，他上位就没有阻碍了。你礼貌吗？就算最后被鲁王夺去了皇位，也比被冒充皇室血脉的严楚做着好。鲁王那小子还真他娘的是个天才，找到了家破人亡的女主，培养起来去迷惑男主，把他弄成昏君。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英才良臣全被打掉了。素人打进来毫不费力，直接感谢大自然的馈赠。皇帝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这个蠢货，哪怕是王朝被推翻，朕都没这么生气，因为那是内部斗争，最多是亡国。可是被草原上的那些外族人打进来，那叫灭种。皇上脸怎么这么黑？一定是在为我鸣不平，真是皇恩浩荡。我雷鸣发誓，以后誓死效忠皇上。你做得很好，不要打草惊蛇。雷将军回府时，一个小女孩跪在大厅。知道错在哪里了吗？雷念倔强的不说话，雷夫人直接把茶盏摔到了她身上，热烫的茶水泼了她一身。你最近是愈发嚣张了，竟然敢骂你妹妹。我没有，只是她不允许我课业比她好，我辩解了一句。还敢顶嘴？来人，掌嘴，让她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一个庶女怎么敢比我的女儿更优秀？雷宁那杀千刀的，最近不知道怎么对雷念儿有了点父女之情，导致刚才男儿让下人把她扔到池塘里去，都使唤不动下人了。我今天就要让人看看将军府里谁才是主人。你们干什么？妾身作为嫡母，管教孩子都不可以吗？将军这是在生什么气？你可是对我承诺过的，在将军府谁都不能违抗我。雷夫人知道雷宁喜欢她，所以才那么肆无忌惮。念儿，起来！你身为主母，不求你对庶出子女疼爱有加，一视同仁，只是不隔代你都做不到吗？阿爷，你凶阿娘干嘛？好啊，雷宁，你竟然敢凶我！你这脸红脖子粗的是对谁说话呢？一个庶女而已，我都不能收拾，那我做这个主母有什么用？按照雷夫人的判断，这句话一出来，不论雷将军再生气，都会立马软了态度。而雷念早就习惯了，对这个父亲根本不抱期待。做了错事还倒打一耙。既然你觉得做主母没有威风，那你就别做主母。阿爷，你在说什么？杀千刀的，你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他听了多害怕。今天起你就不要管家了。阿爷，你不怕阿娘不理你了吗？不想理我，那正好，就别出正院了，免得你又去找别人麻烦。雷夫人这下也懵了，百试百灵的手段都不管用了。将军，您怎么能这么对我？
好，那你把我关起来吧，别想我再见你。哼，我不能被禁足，要是长时间不能见到雷宁，不能引诱雷宁作死，那就打乱阿耶的全盘计划了。快去把以前扣下的大小姐和姨娘的衣裳、炭火等分例全都补上，再送几件好的去回。爹，夫人要是知道我们趁他失势的时候去讨好那小妮子，以后哄好将军了，指不定怎么收拾咱们呢。管事一听也犹豫了下来，夫人的脾气是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虽然不知道为何将军会如此生气，但是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等将军冷静下来了，还得去哄夫人呢。管事觉得有道理，夫人把持雷家5、6年了，而且一直得到将军的宠爱和敬重，两人之前也有过争吵，都是将军去低三下四的去认错。那就不用管了。早晨上朝，皇帝把贝进初也抱了上去，方便听他的心声，来获得更多的信息。诸位爱卿平身。陛下已经籍贯2载，膝下尚只有1女，为保社稷安稳，请陛下过继宗室之子。贝进初立马打起精神，他没听说过皇帝还健在，被朝臣逼着过继别人的孩子。大胆！陛下正当壮年，何须考虑储君？你是诅咒陛下短命早死吗？当然不是，只是一直没有皇子，国祚不稳，朝堂难安呐。请陛下尽快过继4子。看看，我这帅爹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皇帝低头看见贝进初惬意至极的小模样，就觉得很碍眼，看不得他这么快乐的样子，好想送他去上学。而贝进初不知道自己下半辈子吃喝玩乐的公主人生，因为自己看戏太悠哉而慢慢发生改变。群臣争论不休，皇帝垂眼看去，记下2个派别的人。鲁王想要继承皇位，那么反对过继的就是鲁王手下的人；支持过继的，提了人选的，效忠谁也不言而喻。堂下肃静。中书令。臣在。中书令是有实权的官员中最高位的臣子，是天子心腹，对他皇帝很失望。华元郡王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提议过继他的儿子？臣冤枉，臣都是一心为了陛下考虑。念在你以往的功绩，朕给你一次机会，只一次。臣后谢陛下。朝臣们见此，也不敢在意过继4子的事了。鲁王一党也放下了心。刚出生的小奶娃就被暴君安排上学，只因女娃偷笑堂堂皇帝3000。蒋公公，你去把贤妃叫来。贤妃一个文官庶女，她因根骨起家，被义将军收为徒。学成后，为了保护皇帝，进了宫，后为贤妃。陛下万福，寻妾身何事？贤妃，你说孩子习武是几岁开始好？当然是越早越好。那他要现在开始学吗？卧槽！我还以为升到皇室就衣食无忧了，没想到碰到一个鸡娃的爹。贝进初被皇帝的鸡娃程度吓到了，哭得怎么都哄不好。皇帝一挥手，让人把他抱去偏殿。正玩着，偷偷摸进来一个人，突然看到了贵妃的变态笑脸。爸爸呀，救命！吓死宝宝了！可惜皇帝远在御书房，听不到他的心声。贵妃挤出人贩子一样的笑容，掏出一个金边镶玉的拨浪鼓。初初喜不喜欢啊？嘿嘿，我对拨浪鼓没有兴趣，但对金子有兴趣。来，让本宫抱一下好不好呀？初初最乖了。抱着贝进初，他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夭折的那个皇子，要是还在的话，现在已经1岁了。贝进初被贵妃抱着走进御书房，皇帝抬头一看，不为惊奇，因为这小丫头常念叨着有刁民想害本公主，除了皇帝和奶嬷嬷，最多加一个蒋公公，其他人一抱就哭。初初竟愿意让你抱着。公主很喜欢臣妾呢，所以给公主找母妃的话，陛下要先考虑臣妾，孩子喜欢才是最难得的。我就说你怎么突然送我东西，原来是想当我妈，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怪不得拿东西去贿赂小家伙，还在想这出呢。朕暂时不打算给公主找养母，爱妃不必再求了，要找也不会是你。我还记得小家伙说的叔嫂文学呢。臣妾只是想陛下有想法的时候，先考虑臣妾罢了。见皇帝开始不耐烦，贵妃仿佛话头，改口道：“那臣妾带小公主出去玩玩好吗？”皇帝本想拒绝，但贝进初的声音响起：“我要去看热闹，在贵妃宫里，说不定能看到她和鲁王约会的八卦呢。”又是鲁王，皇帝听到这话便默许了。贵妃寝宫，他正提笔写着什么，想来后宫也不是外男随意出入的，贵妃和鲁王就一直互写书信。突然，一个男人从外头走了进来。这什么东西？你才是东西，你全家都是东西。你怎么来了？先王也不得私自入后宫，你来干什么？你快走！妙儿，我实在想你，一日不见，思之如狂，我真的忍不住了。你难道不想我吗？被
皇帝发现就死无全尸了。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这个呀，是陛下新出生的小公主。呵呵，皇上的孩子又不止一个，生下来算什么？养得大才算本事。这什么傻缺？贵妃才死了个皇子，你对着人家贴脸开大，还奇怪人家为什么选皇帝不选你。我真的，这已经不是直男了，这是傻缺吧？鲁王见贵妃阴沉着脸，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妙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喜欢那暴君的孩子，不是针对你的孩子。你想要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孩子的。我是你们 play 的一环吗？在场的人没人能听见他的心声，贝静初只能睁着自己的钛合金狗眼看眼前一场大戏。没有手机的日子好无聊啊，何以解忧？唯有吃瓜。此刻我就是瓜田里的茶。我找了一批会炼丹的方式，你找机会把他们献给皇兄。你想做什么？好家伙，炼丹，多么熟悉的剧情！历史上各种皇帝，多少明君暴君都迈不过的一关。当然是加速他身子衰败的。贝呀，你有没有良心？让我去给你送死？妙儿可是我的小心肝，我怎么会舍得让你死呢？这倒是炼的丹药，我早就找人试过了。一开始吃了以后，会让人更兴奋，体力更好。到时候你作为献丹的功臣，皇上还会更宠你。此刻，贝静初正在一旁光明正大的偷听着他们的阴谋。但只是短暂的让人精力更好，是以掏空身体为代价的。长此以往，他就短寿了。待本王登上皇位，定许你做皇后。如果我做了皇后，那鲁王妃如何自处？给他封个贵妃就是了。这个男人风流多情，很会哄女人开心，拿来做个情人排遣寂寞倒不错。连发妻都说贬就贬，以后他要是喜欢上了别人，我的皇后之位还不是说废就废？这件事情太过冒险，我看不可。本王是看你在后宫不得宠可怜，才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你竟然还不知好歹，那本王自己去。贵妃目送他离开后，也没了再逗孩子的心思，就把贝静初抱回了御书房，正好撞上鲁王觐见。来了来了，鲁王过来一定是来献丹的，然后大吹特吹仙丹可以长生。皇帝就是这样被搞垮身体的，又是造作，又是丹药，又是夜明珠，还硬生生撑到了男主长大。我爹这身体底子是真抗造啊！呵呵，鲁王这步棋走得还真不错，如果没有小家伙的提醒，我恐怕真会着了他的当。臣妾先告退了。那你先退下吧。阿兄，臣弟最近拜访了一位道长，可炼制仙丹。那丹药臣弟吃过，一颗下去令人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和仙丹无异。说着，鲁王拿出一枚鲜红色的丹药，那仙丹的颜色红得鲜艳欲滴，都和普通的黑漆漆的药丸不同，看起来都更仙气。哇塞，这仙丹看起来好好吃，连公主的心声和预言知识都有了。那真的有让人飞升成仙的丹药也不奇怪吧？怎么就能证明这丹药一定是损害人身体的呢？万一是真的仙丹呢？臣弟想着，阿兄乃真龙天子，如此仙丹，当然要您享有了。这不，臣弟就去劝说道长为阿兄效力。可道长是方外之人，说要心诚才愿意出山，除非皇上亲自去请。不出山就算了吧，朕也不强人所难。不是皇兄，人在的话可以天天吃仙丹，但人不在的话，只有臣弟求的这一颗了。一颗就一颗吧，证明朕和长生无缘。牛逼！竟然能抵抗仙丹的诱惑，果然我阿爷不是一般的皇帝。这下鲁王不淡定了，一颗怎么行？一颗说不定连皇帝身边的那个婴儿都毒不死。看着急得冒汗的鲁王，皇帝笑着说道：“你去想想办法吧，尽量把人找来，不能把路全给堵死了，不然朕这个好弟弟还怎么把戏唱下去？”爱果然炼丹是皇帝都逃不过的宿命啊！小家伙上朝的时候不是挺聪明的吗？怎么现在就看不懂朕这是在将计就计呢？鲁王松了口气，虽然和预想中有偏差，好歹是把人安插进来了。这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啊？鲁王不是说吾会被陛下重用，然后要封得风要雨的雨吗？难道遇到皇宫诈骗了？公公，不知陛下何时召见我？陛下日理万机，哪里是你这等无名小卒想见就见的？等着吧，你自己每天把丹药交上去就行了。陛下哪天吃得开心了，说不定就召见你了。但是，一连好几天，皇帝都没有召见他的意思，他开始对自己丹药的效果产生怀疑。不对呀，这个丹药正常人吃下去都会精神亢奋，快乐的仿佛见了仙境。这皇帝都吃了好几天了，怎么都没有反应的？奇了怪了。陛下，今天的丹药送上来了，以后不用朕过目了，直接送到沈太医那里去吧。这个剧情崩得好离谱，皇帝不是该是丹药如命，一刻也离不开吗？怎么没有上当，竟然第一时间就识破了？皇帝有些得意。嘿嘿，小家伙，
阿耶可是个英明神武、明察秋毫、洞悉一切的君王。沈太医开始对道士送来的药丸连续好几天剖析研究，终于有陛下，这个丹药确实是损害人体之物，臣已经把所用药材成分都记录上来了。很好，届时之罪鲁王又多了一个罪证。只是这如果真的是仙丹就好了。果然，小家伙的预言不会有错。毕竟快满月了，皇帝要大赦天下，而贝静初一直吵着要看女主。陛下特意交代，让我把念儿带去参加公主的满月宴。真的吗？那改明儿我从箱底里找件好些的料子出来，裁件好点的衣服，让念儿漂漂亮亮的去赴宴。就这身有什么问题吗？念儿身上的料子颜色不够鲜艳，都不像她这个年纪穿的，还有料子也是次等的，要是让别人家看到，还以为将军养不起闺女呢。那你怎么不知道拿好的衣服给你闺女换上？那妾身也要拿得到好的衣料才行啊。你的意思是说，之前夫人管家的时候克扣了你们的衣料吗？一定要问得这么直白吗？这让我怎么接话？说是就显得我居心不良，攀扯主母；说不是，万一这蠢驴直接就信了，不管了怎么办？不应该你自己悟到了以后再问责雷夫人的吗？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阿爷好笨，我都知道阿娘是什么意思，阿爷竟然不明白。哎，早说嘛，这么拐弯抹角的，本将军那里一堆好料子，待会儿给你送过来。桂姨娘像看傻子似的看着他，默不作声。还有什么事吗？桂姨娘支支吾吾不敢作声，雷念实在看不下去了。阿娘的意思是，那些下人总是欺负阿娘和我，今天阿耶在这里，他想让阿耶惩罚他们。哎呀，你真急死了，直接说呀，还要本将军来猜你的心思吗？很快，管事来了。你扣下了桂姨娘和大小姐多少东西？将军，我知道错了，再给老奴一个机会。都怪那臭小子出的馊主意，老子被你笑死了。夫人，管事因为克扣大小姐的衣料被罚了。怎么早不追究晚不追究，偏偏现在来追究？听说是为了参加大公主的满月宴，然后发现大小姐的衣料不行。大公主的满月宴，这可是结识显贵的好机会啊！给男儿量一下尺寸，也才一身新衣裳。男儿，你那杀千刀的阿爷把阿娘关着，这次你要缠着他带你去公主的满月宴，那里参加的人都是达官显贵、皇亲国戚。我们男儿一定要穿最好的衣裳，让他们都看看我们将军府的二小姐是多么的金贵。到了被进出满月的这天，雷将军带着雷念出门，雷男儿已经等在门外。阿耶好慢，我都等了好一会儿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参加大公主的满月宴啊！我没准备带你去了。她一个庶出都有资格去，我为什么不行？姐姐是皇上钦点要去的，皇家宴会不是寻常官员之间走动用的。雷男儿不依不饶的撒泼打滚，一定要跟着去。雷鸣无奈，只能把他也带上。这样，万事都要小心。被进出的满月宴上，外面的人好酒好菜，而真正的寿星只能在御书房喝奶。好在过了一会儿，雷宁带着女儿来了。陈雷宁，参见陛下。女主来了吗？女主呢？女主呢？人在哪里？人在哪里？皇帝被一连串的问号轰炸后，允许雷念到小公主跟前。好飒的小姐姐呀！虽然还是个人类幼崽，但是长大以后肯定特别帅。幸好这次我阿耶信了雷将军，没让他中计。被进出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咧开，脑海里出现不合时宜的系统声。发布主线任务：阻止将军府覆灭，防止女主成为祸国妖妃。任务实现2个月，任务奖励170分。被进出当场就不高兴了，把雷念弄得心里毛毛的。不知道小公主怎么就不高兴了？姨娘和阿爷交代过，在宫里万事都要小心。雷小姐和初初去偏殿玩吧，朕和你父亲还有事相商。雷念松了一口气，只面对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应该没什么压力。而御书房里，雷宁明显的心不在焉。你今天怎么回事？禀陛下，臣今日将妻女也带进了宫，现在把她一个人留在两仪殿，臣担心。蒋公公，你去把雷二小姐也领去偏殿吧。雷念儿，你在哪儿？一听到这个声音，雷念哆嗦了一下。只见门口的宫室领进来一个约4岁的小女孩，一脸的骄横。好啊，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两仪殿，你自己到后面玩来了。咦，这是哪里来的孩子？说着就要上来捏被进出的脸，被雷念一手弹开。你放尊重点，这是公主殿下。好啊，雷念儿，你竟然敢打我！我要回去告诉阿娘，让她打你。而被进出开始咿呀呀的叫着，
然后耳朵里传来一阵稚嫩的小奶音。你这嘴咽了几年呐？这么入味。人类进化的时候你是躲起来了吗？说话都不过脑子，长这么丑还来我面前辣我眼睛，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长个脑袋是为了显高吗？雷燕发现他竟然能听到小公主的心声，当下就暗戳戳的兴奋起来。而背镜出的神态和标出来的英语，一看就是在骂人。雷娜哪里受不住人气，立刻骂：好你个小东西，你也敢骂我？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说着上前做出打背进出的动作，旁边的嬷嬷飞快地把他擒住了。哈哈哈哈，笑死！狂呢？怎么不狂了？小妞儿发出咯咯咯的笑，让人燕看着觉得有些小人得志。刁奴，你们干什么？还不放开本小姐？等我阿耶来了，把你们统统都砍了！雷娜儿扯着嗓门吼的声音太大了，传到了御书房。没等报信的人过去，皇帝和雷将军就过来了。老爹，老爹，你终于来了！有人欺负你的宝宝。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陛下，这位小姐一进来就想冒犯公主，被雷大小姐拦下了，之后更是发了疯似的想要打公主，奴婢只好将人制服住。你放屁！贱婢，你敢胡言乱语！明明就是这个小崽子先骂我的。孽障，你还不闭嘴？你也不觉得自己说话荒唐？公主殿下才满月，连话都不会说，怎么骂你？我不管，我不管，这不是我的错。阿耶，你竟然吼我，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哈哈哈哈！从来没有人敢在皇帝面前撒泼吧？哈哈哈哈！让我阿耶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笑吧，谁笑得过你？都是臣教导无方，让他遇见戏，岂不叫不知过？请陛下责罚，求陛下看在小女年幼的份上，让臣带回去亲自管教吧。刚才恐吓吼骂都不听的雷男儿突然就安静了。他的阿耶是大将军、大英雄，可是现在高大伟岸的父亲跪在另一个人面前，雷男儿愣住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就停杖20，以儆效尤。臣谢主隆恩。啊，不是他女儿干的蠢事吗？干嘛打他爹呀？罚的是不是有点重了？雷将军听到小公主的心声，不禁心里一暖。请想令次女关心。准了。背景出无聊打开了系统界面，发现又多了一个人，雷燕儿，身份月朝金吾卫大将军长女，年龄5岁，好感度43。今天看来雷将军对他也不是很好，看那个雷男对他的态度就知道小孩子都是很懂大人心思的，要是父母对姐姐上心，做弟弟妹妹的只会敬畏姐姐，那女主为什么要黑化？知道错了吗？雷男儿回过神，轻轻的点头，难得看到他如此乖巧，雷将军也心软了。皇上是天子，至高无上，他的女儿是公主，是君，我们侍臣就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今天的行为，就是杀了你也没问题。回你娘那儿去吧，想想今天坐在哪儿了。这是雷达第一次平视阿耶，平时高大的阿耶就算蹲下来也比他高，但现在的阿耶一点也不雄壮。怎么了这是？阿耶说我御前失仪，然后他被皇上打了。阿娘，御前失仪是什么意思？那你怎么样？你被打了吗？雷达小小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皇权的概念，那是可以令他无所不能的父母谈之色变的东西，令人惧怕又令人向往。阿耶，你还好吗？痛不痛啊？阿耶没事，不用担心。雷燕倒也不担心，她的如沐之情早就在这男人一次次的偏心里消耗完了，只是姨娘交代过，孝顺会让她更好过。我的孽儿才多大，都是姨娘没用，要你小小年纪就学会争宠。看着受刑的雷宁，雷燕还有些幸灾乐祸，把初中5年没上过的小面才堪堪压下嘴角。上使姑娘，今天有什么好事吗？英妃已经被废为庶人，所以才叫得那么恭敬。连自己女儿满月的日子都记不清楚，你这也太那个了吧？骑士才想起来自己进冷宫已经1个月了，如果没有做出换掉孩子的事，他现在应该抱着自己生下的小公主享天伦之乐。哼，如果重来一次，我会更用心的布局，直接让那个小女子胎死腹中，不让皇上发现一丝异常。公主能有什么用？长大了只能嫁出去，皇子才能让我做皇后做太后。两仪殿里，鲁王大口大口的喝着酒，完全没察觉出酒水有问题，只感觉有点晕乎乎的。臣弟贺陛下弄瓦之喜，本来以为去年就能吃到小侄子的满月酒的，隔了1年终于吃到了。此话一出，殿内瞬间清热大气都不敢出。去年陛下的皇子2个都夭折了，鲁王简直是在老虎嘴里拔牙。所以感谢上苍心莲，还留给朕一个公主。不是上苍心莲，而是一个小丫头骗子挡不了路，本王才没下手而已。他得意的又喝了一口美酒，
十分豪迈的醉汉模样。主子，主子！贵妃整个人软倒了，根本起不来，一双妙目恻恻的毒死死地盯着鲁王，像是要把人看穿。禁军何在？速速拿下鲁王！铠甲战靴踩在地板上，发出金戈之响。两仪殿外值守的禁军冲了进来。大胆！本王是月朝亲王，尔等竟敢如此放肆！陛下应该没心情再继续宴会了，等会儿我们可以回去偷袭，看孩子们有没有认真做课业。今日公主满月大喜，众卿不要被无耻小人扫了兴。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你还吃得下？中书令家送的玛瑙枕头，贤妃娘家送的冰蚕丝，陛下赐的12盘。魏静初算着自己越来越丰厚的小金库，笑得露出粉嫩嫩的牙龈。小公主真是聪慧呢，才一丁点儿大就能听懂好东西了。嬷嬷我是越看越喜欢。那可不，我最聪明了。谁在说话？你发什么呆呢？继续念呀，我还要听我的礼品还有哪些。我竟然听到小公主的心声了。喵！这时皇帝走了进来，他控制着自己不露出异样，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小公主身上的神异之处。我们村有个孩子就是因为古怪被祭天了。他不敢拿小公主的命去赌，只能继续念着礼物清单。国师送平安扣1枚。哦，国师送的东西可不是凡物，真的能保出平安也说不定。国师是什么厉害人物吗？那月朝亡国的时候咋一点用都没有呢？不提亡国的事，我们还是好妇女。听到小公主心声，嬷嬷愣了一下。亡国？那我今天起不能把银子全寄回家了，要给自己留点路费，到时候带小公主跑路。这时系统面板又多了一个人，阿谀，身份月朝大公主父母，好感度40。好家伙，不愧是皇宫，连奶妈都是个官，难怪古话有言，宰相门前7品官呢。阿兄，兄长，我之前都是胡言乱语的，我是你唯一的弟弟呀。阿兄，我刚才是中邪了才会胡言乱语，请您原谅臣弟知情不报。其实2个小侄子都是丽妃杀的，我是害怕卷入宫廷纷争才视而不见。丽妃所用的毒来自西域，而你的铺面卖过西域的奇货，他早已招供，有一神秘人给他提供的毒药，想来就是你吧？那我之前肚子痛也是这个王八蛋搞的鬼了。阿耶，消他！鲁王慌了。丽妃不是暴毙的吗？原来不是急症死了，而是被查出了谋害皇子。你知道朕是怎么查出来的吗？因为他想要害小公主，朕才顺藤摸瓜查到。什么？这个蠢妇！没想到我殚精竭虑，步步筹谋，竟败在一个女人的嫉妒心上。那酒里是你下了药吧？本王酒量千杯不醉，怎么可能这点酒就胡言乱语？除了丽妃之事，金吾卫将军的夫人也是你的人吧？鲁王猛地抬头，不相信皇帝挖出了他埋得最深的线。很难接受，你的小手段实在太幼稚，连1个月的稚童都能看出来。在这儿还巴巴啥呢？磨磨唧唧的，直接结果了他呀！反派死于话多，知不知道？我是难逃一死了，但你以为你能活多久？你知道吗？你被保护的无孔不入的膳食已经被我加了东西，你活不了多久了。你是说可以长生的丹药吗？你怎么知道的？笑死，多明显的局，傻子才发现不了吧？你很聪明，以长生来诱朕。当诱惑足够大的时候，确实会让人去忽略它的风险，赌一把。当年朕夺嫡就是如此，失败了就丧命，成功了就坐在龙椅上，轻易掌握你的生死。对了，还娶到你心心念念的女人。鲁王被皇帝逼到崩溃。你都知道了什么？贵妃，你不是一直和他互通有无吗？牛逼，我的爹，你竟然知道，原来你才是吃瓜第一人呀！皇帝很无语，这小脑袋怎么一天天的就想着吃瓜呢？我只是晚生了几年，就连争夺皇位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你的每次运气都可以这么好，坐上了这至高无上的宝座，还随随便便就娶了我喜欢的女人？运气，也就你这种人才把别人的成功都归为运气。我阿耶明明是靠睿智过人、明察秋毫、英明神武的智商，这种小计谋不是一眼就看穿？别夸了，鲁王说的不错，我运气确实好的令人嫉妒。在天越亡我之前，送来我的出处，我的小福星。来人，给鲁王赐酒。从今天开始，朕一个兄弟也没有了。以后朕的孩子争夺帝位，会不会也是除了胜利者，其余子嗣死绝的结局？不是还有姐妹吗？人家存在感低，但是你不能忘了吧？你说的有道理，
以后要多关心这些长公主了。树倒猢狲散，雷夫人也收到了来自娘家的信。鲁王已死，计划终止，今后笼络住雷将军也能保一世富贵。赶紧去找将军，说我知道错了。姨娘还是放奴才进去吧，夫人这次是给将军赔不是的。你也知道将军对夫人何等情深意长，夫人都主动认错了，哪有不原谅的道理？要是耽误了，到时候夫人和将军和好，惠姨娘你和大小姐第一个吃挂落。认错？哼，我还正好有事要找他。念儿乖，阿爷去忙了。将军，妾身知道错了，以后一定善待将军的儿女。可我觉得你这句话似乎并不是出自真心。雷宁，我都已经和你道歉了，你还要我怎样？以后我不针对莲儿已经不错了，你还要我把她当亲生的对待吗？当初是你说不会有长子长女生在妾室肚子里的，是你先违背信用的。所以你就要我死吗？夫人整个人一下子僵硬住了。将军这是在说什么？妾身怎么听不明白？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我们夫妻6载，我做梦也没想过枕边人会想我死。将军，无凭无据，你为什么要如此冤枉妾身？你明知道身为武将收拢人心是大忌，却一直劝我自行补贴军中兄弟。你明知道陛下忌惮结党营私，却一直以我的名义拉拢武将。你甚至在我的书房里放了伪造的谋反证据。谋反是什么下场？凌迟处死，九族尽诛。都是因为你答应过长子长女必须我所生，但雷念儿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我能依靠的人。你的承诺都是会因为你的感情和利益而变化。我娘说的是对的，只要我阿爷能升官，到时候我要什么样的夫婿没有？为此，你就不惜协助反贼，置我于死地。看在夫妻情分上，我求陛下免了你的斩首，改一个权势。什么？反叛之罪？难道你以为事后在争锋吃醋、小打小闹吗？将军，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我什么都不想了，我下半辈子进佛堂，忏悔一生。进佛堂？你想的也太美了。谋反之人家眷中免于死刑的，也要流放苦寒之地，你知道吗？如果不是陛下信任我，给我将功补过的机会，我身上的肉会被一片片的刮下来，活剐3天刀而死，而我死后，燕儿、男儿都会被冲进。动手。而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出了一只惊恐的眼睛。雷儿死死捂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泄露出一点声音。另一边，桂姨娘为雷宁丢下念儿去夫人那里而伤心。突然，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响起，伴随着那是丫鬟的声音：“桂姨娘，大小姐，大事不好了，夫人被处死了。”怎么回事？夫人的娘家牵扯进了谋反案，株连9族。怎么办？这丧门星，我可怜的念儿，那老妖婆活着没一点好处，死了还要拉着咱们母女一道。说完，她开始扒拉起来，找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值钱东西。你们也快收拾，我们要赶在朝廷的官兵来捉人之前逃出去。那将军会不会很生气？谁还管他生不生气，失不失望的，都要死了，谁还管他？这时，雷燕突然想起来之前听到的大公主新生里的一句。幸好皇帝信了雷将军，没让他中计。阿娘，或许将军府不会被连累呢。现在的将军府里乱成一团，下人仆从都四散奔逃。雷宁看着这混乱的场景，难免有些失落。很好，借着这个机会，谁是中补，一目了然。你们怎么不保？奴才是将军从战场上救回来的，这条命就是将军的。奴婢是饥荒的时候逃进京城的，是将军收留我们，给了我们一口饭吃，一间屋子住，小人不能弃将军而逃。将军。这时桂姨娘带着雷燕走了过来。你们怎么来了？阿娘说出事了，然后说一家人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雷宁被她这句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嘴里只语无伦次地念着：好，有既如此，夫复何求？这时雷儿哭着跑了过来。男儿，你怎么了？阿娘没了，我只有阿耶了。男儿乖，还有阿耶在，阿耶会永远保护你的。听到这些的雷燕儿垂下阴郁的语结，克制住自己冲到嘴边的质问：那我呢？我被欺负的时候，你这个做父亲的又在干什么？费劲初睡的郑香呢，被一声巨大的系统提示音吵醒。任务完成，您的积分已经到账。什么东西？这就好了？躺平就能拿积分的生活也太快乐了吧！魏静初立刻点出智力符下单，给自己的小脑瓜子开个光。
正兴奋时，突然看到贵妃正跪在下面。陛下已经查到妾身和鲁王私通，妾身无可辩解，但求一死，只求陛下看在故去的小皇子的份上，不要牵连妾身的母家。准了。贵妃刚被带走，蒋公公就一脸喜色地跑了进来，堆出了一张笑脸。恭喜皇上，天大的好事！刚太医诊脉，淑妃有喜了。好爱好爱，终于有二胎了，皇帝不再可着我一个小孩霍霍了。小没良心的，还嫌弃朕这个当爹的霍霍崽子呢。要不是阿耶时刻关照着，你的小日子能这么滋润吗？淑妃的寝宫里一片喜气洋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会不会和大公主一样得宠。主子说不定怀的是皇子，大公主再受宠也只是公主，皇上当然会更偏心咱们小主。可是大公主都被陛下亲自带在身边养着了，其他孩子再得宠还能越过她去。大公主被陛下亲自抚养，是因为年纪小，没有了生母。她生母只是个被陛下厌恶的冷宫淑人，连最低等的宫女都不如，哪像主子您，皇上爱屋及乌，当然会更疼爱咱们小主子。这是我的孩子，男孩女孩我都喜欢，我只想他平平安安长大。主子，宣室殿那边派人传话，陛下一会儿就来，让咱们准备接驾。还不快去备好茶水果子，陛下大半个月没来了，这次可要好好珍惜。看看陛下多关心咱们小主子，一听说有了就抽空过来，主子还怕比不过大公主吗？只是现在只她一个皇嗣而已，倒是孩子多了，她算什么？主子现在又怀了龙嗣，还怕不能常见到陛下吗？算着时间，淑妃站在回廊下去等，一道玄色的身影由远及近，她微弯膝盖行礼，妾身给陛下请安。哎，为什么来看我还要抱着孩子来？陛下公主才满月，虽然襁褓够厚，但天气渐冷，陛下就这么带着公主出来，也不怕孩子生病着凉吗？一看到淑妃，贵静夫就躁动起来。皇帝真是好福气呀，后宫佳丽都这么漂亮，看淑妃的眼神都要拉丝了，这不得亲一个先。小小年纪，思想这么污的吗？你是从哪里学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皇帝只和淑妃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等人走后，嬷嬷看着有点失落的淑妃，便安慰道：陛下是好不容易得了个健康的孩子，才如此宠爱。等咱们小主子出生后，一定不比大公主差。听到这，淑妃这才稍稍平复下来。今日又没领到吗？唉，那太监说淑妃现在腹中怀着皇嗣，他们要小心伺候，说是每日累得很，要多吃点，把好肉好菜都拿走了。好家伙，淑妃怀个孕也能影响到我，偌大一个皇宫就缺她这2口了。吃个东西也要抢，她肚子里揣着皇嗣，咱们小公主就不是皇嗣了吗？出奶的食物不够，现在我们的奶量都不够小公主吃了。等陛下来接公主的时候，咱们把这件事告诉蒋公公吧。不行，我们回奶了就不能再哺乳小公主了，然后被送出宫去，没有月银寄回家，家里都怎么办？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都是穷苦出身的，否则谁会来做奶娘？可是小公主要是饿坏了，更是大罪，到时候追究起来。不会的，她每顿还不是都吃了的，只是没吃够。最多小时候没养好身子，长大了身子骨弱，就是查也查不出是我们的问题。只要不说，谁知道孩子小时候吃不饱呢？这其实我自己知道。于嬷嬷听见小公主的心声，狠狠地看了这几个没良心的。公主可聪明着呢，只是没到算账的时候。于是她表面上同意了他们，到时候单独告诉蒋公公。皇帝正批阅奏折，却有一个声音一直萦绕耳旁：饿呀，好饿呀，真的好饿呀！小家伙最近一直喊饿，就算饭量变大了，一个小婴儿又能吃多少？几个奶馍馍还不够喂的吗？这时蒋公公进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皇帝勃然大怒：岂有此理，刁奴！之前不是吩咐你去找品性好的奶娘吗？这就是你找的。奴才失职。那几个刁奴你自己处置。怎么回事？这就发现了？有人告密吗？难道是于嬷嬷？贵妃才死多久，后宫这些人就散漫无忌了？看来的找个管事的人了。可贤妃忙着练功，也不可能把事情丢给一个孕妇。到底该把后宫的事交给谁好呢？头疼。方昭仪呀，那可是管理型人才，偏偏被放进宫埋没了，我看着都觉得可惜。皇帝的女人太多了，对方昭仪的印象并不深，好像还是想起来了。淑妃的宫人被罚，又接到方昭仪晋升芳妃，还接管了她心心念念的协理6宫之权的消息，淑妃气得不行。
陛下这是给我下马威呢？不就是上宫觉得见本宫身怀龙嗣，多孝敬了些，又怎么了？小孩子饿上几顿又不会死，都是那个死丫头骗子，害得陛下宁愿把协理6宫之权给一个昭仪，都不给本宫。本宫这个淑妃做的有什么样？主子别气坏了身子，要是伤到小主子就不好了。陛下可是说了，谁生了大皇子就做皇后，您只要带下皇子登上凤位，别说协理之权，该是别人协理您，当务之急还是要养胎。是了，太医说本宫这次胎弱，不能动气。皇上驾到！陛下万福。妾身和陛下都是身子康健的人，上次怀孕的时候还是强壮的孩子，怎么这次就胎弱了呢？就是概率问题呀，又不是所有健康的父母都能生下健康的孩子。太医都说了是正常的，但是当母亲的是听不进去的，也能理解。皇帝也听过太医说是正常的，但是他只能安慰淑妃的情绪，顺着他来。陛下，我想让母亲杨夫人去寺里求福，送进宫来。小事情，就特许你母亲杨夫人进宫来陪你待产吧。谢陛下。第二天，杨夫人便进了宫，还带来了个消息。我去找大师算过了，说是那大公主克你肚子里的孩子。果真？错不了。那大师问我，你丈夫是不是还有其他姬妾生的子女？说是最大的那个克你的孩子。我就说本宫和陛下身子都好，怎么会怀上孱弱的胎儿？原来是有个扫把星。真要让他再继续克下去，我的孩子还有降生的机会吗？后宫女人能怀皇嗣的机会不多，陛下现在子嗣少，这个孩子一定要生下来，万一是个皇子呢？怎么办啊，阿娘？杨夫人伸手掐住一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五指用力，花瓣被揉碎在掌中，溢出鲜嫩的汁液。富贵险中求，既然它的存在妨碍到了我们，那我们就让它不要存在。小奶娃就是太无聊，除了喝奶就只能看看别人的八卦了。于是费尽初打开了系统情报看了起来，但是他看完以后怒火中烧。什么东西呀？贤妃的大侄子到现在还没有儿子，所以他的母亲孔夫人就着急坏了，一点都没怀疑过是自己儿子的问题，各种求神拜佛，但都没用，当然没用了，我佛不渡傻逼。贤妃和哥哥孔家一直感情不好，皇帝也懒得管这些破事，全当个消遣了。那和尚说他儿媳妇是克夫克子的命，那老婆子还真信了，回去之后逼着人家喝乱七八糟的符水。那是人喝的吗？画符的朱砂是有毒的，好不好？这是要杀人吧？还把人关起来做法，都已经大半个月了，现在都疯疯癫癫的了。那可是中书令的妹妹呀，还想着结亲后能够在官场上被提携呢。我看这是结仇吧。但现在一听中书令的妹妹，或许还是可以提醒一下。于是皇上就让蒋公公去传召。过一会儿，中书令就来了。爱卿是否有一个妹妹下嫁？中书令有些迟疑。皇上怎么一来就问妹妹的事？难道是看上妹妹？确实有一个妹妹，因为性子不好，嫁入高门容易得罪人，臣就将她下嫁了。有臣庇护也能好些。好不了一点。好不了一点。爱卿尽快去探望一下令妹吧，她现在状况不太好。为防止小家伙起疑，他补充了一句：朕手下的人查到的。中书令心里一惊，皇上会派人暗中监察朝臣动向是正常的，但10几年了，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皇帝，现在发现竟还是看不透。谢陛下提醒。等等，记得带上打手。中书令一听都要动武了，看来真是大事，便告了个假。中书令夫人见中书令急急忙忙地赶回来，甚是疑惑。收到了妹妹的信，说她出了要命的急事，也没和我说是什么。对了，要不你和我一起上门拜访，这样还能说是串亲戚。我一个人去，倒像是去砸门的。许夫人跟着一起上了马车，但是路上忍不住抱怨：妹妹好好的在自己家能出什么事？内府是个温良的男子，对她也好，有事不会找自己的夫君们，都出嫁了还找自己兄长，能有什么天大的事是要命的？就是生了病也有大夫，还值得你特意告假回来一趟。我们儿子生辰的时候你都没告假回来。哼！中书令竟无言以对，只能一个劲的装傻充愣。主家没有吩咐过今日有客，二位下拜帖了吗？下人不知道官场上的弯弯绕绕，只上行下效，跟着主人家的态度来。劳烦大哥为我们通报一下。我们老爷上朝没回呢，你们把礼物留下，人可以走了。许夫人正想发飙，而此时孔二少夫人却行色匆忙地赶过来。
中书令大人来访，竟然还敢把人晾在门外，这个月的月银你别想要了。实在抱歉，下人不懂规矩，慢待了二位，我带公婆给二位赔不是了。您二位突然来访有什么事吗？咱们去正厅说话吧。叨扰了，我们是来看小妹的，我负荆接道。我今日路过贵府，顺道来看看小妹，敢问二少夫人，小妹在何处？大嫂今日外出不在家里，在何处我也不知道。再问一句，我妹妹在何处？许夫人也终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难道真出了什么要命的事？孔家能有这个胆子？我是不会说大嫂被关在小桥边茅屋里的，您不要硬吵。于是中书令和许夫人带着自己带来的4、5个仆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小桥边冲了过去。二少夫人和她的婢女根本拦不住，反正我瞒也瞒了，拦也拦了，这事也怪不到我头上。其实见到大嫂的惨状，同为孔家的媳妇，她又怎么不会感到唇亡齿寒？能帮一把是一把吧。你们都瞎了吗？还不赶快拦住他们！孔夫人，你这是做什么？许大人、许夫人，我那儿媳妇不懂事，都不知道把人往正厅引，让你二位都找不到路，哪有客人在主人家乱窜的道理是不是？我和夫君事情急，时间紧，只是路过来看看妹妹，看完就走。明日有空了再来好生拜访贵妇。既然时间紧，就不耽误二位时间了。你们先去忙，人在这儿还能跑了不成？明日我带着老大家的来见娘家人，可好？卧槽，今天都打草惊蛇了，明天还能看到真相吗？见此，中书令也不废话了，直接硬闯。你们干什么？来人，把他们拦下！周围10几号家丁把他们团团围住，终究是在别人府上，他们也只带了几号人，难免会吃亏。夫君，这人太多了，我们改日再来吧。虽然改日就会被转移证据，但至少先保证自身安全。动手！而此时，许新书被绑在床上，周围贴满了符纸，屋里一片漆黑，他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就连那餐食里也是拌入了酸涩的符水的。但是他必须吃，哪怕吃了以后腹痛难忍，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食物了。我好想家，好想兄长，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再也不信男人会一生一世爱护我的鬼话了。听嫂嫂的劝告，别傻傻的相信下嫁就能幸福一辈子。有没有人来救救我呀？淑儿，怎么会是兄长的声音？是我出现幻觉了吗？兄长，你这小小的孔家竟敢欺负我们许家的姑娘，是觉得富贵日子过太久了，想给人生找找刺激吗？许大人，也就是我们孔家度量大，才愿意接受这样的媳妇。成婚2年了，肚子都没有一点动静。这样就能把人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吗？怎么，当我们许家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吗？孔夫人知道许家是被他们得罪了，但只要人不走，就永远是姻亲，他们护妹心切，最终还是会低头的。瞧你说的，我现在是给他改命，是救他呢。我找高僧算过了，他克夫克子，都连累到我大儿子的仕途了。出去了，谁愿意要这种灾星媳妇？你儿子自己是个草包，却把这些怪到我妹妹身上。你不知道每天把人关着是会死人的吗？就是和离不嫁了，我妹妹也不需要你来改什么破命。好啊，原来是你。我家老大才高8斗，丞相之才，本以为你这个亲家还能帮衬，没想到是个拖后腿的。这时孔郎中下朝回来了，了解起因经过之后，吓得额角直跳。许大人，在下忙于政务，甚少管束家里，让他们做出这档子事。但您放心，在下保证绝不会有下次。您看，今日还是别带老大媳妇走了吧，免得让其他人家里看笑话。许夫人听了冷笑，这孔郎中说的像是真诚悔过似的，实际上不想放人走，还不是想要占着我们许家姻亲的位置。嘿，美得他了。今天我就要带小妹走，我看谁还敢阻拦。中书令是什么人？是天子近臣，连他的妹妹都敢虐待。孔郎中只觉得前途灰暗，这下他们要惨了。安置好妹妹之后，许兰七便进宫谢恩。其实你该感谢大公主。中书令看了一眼正在啃手指，啃得满手都是口水的贝静初，而贝静初也有点懵，因为最近小公主喜欢听八卦，正是为了大公主开心才搜集的。谢谢你哦，我的阿耶，你真是太贴心了。许兰七被这个解释震撼到了，但也接受了，于是对着摇篮之上的贝静初也磕了个头。妖兽了，你做什么？
我不会折寿吧？喂，完成隐藏任务，成功解救农学天才许新书，奖励积分100。什么？还有隐藏任务？躺平吃瓜得积分的生活真爽。姓孔的一家也太不做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大放异彩的天才少女，就无声无息地死在了后宅，死在了一个骗子的胡编乱造里。皇帝敏锐地捕捉到了天才2个字。农学天才呀，可以培育粮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的农学天才呀，差点就没了。他们一家人的命加起来也没有一个许新书值钱呢。你说什么？让天下百姓吃饱饭是什么概念？能够提升粮食的亩产，对于国家对百姓来说都是极大的福祉。这种人才竟然差点死在了孔家那些人的愚昧和偏见里。孔家是吗？给爷死！你现在对他还有感情吗？没有，我现在想到他就觉得恶心，只想与他和离。很好，那就让孔家签和离书。如果孔家不干，那就强来。于是孔郎中就因贪污受贿被打入大理寺天牢。这下孔府上下慌了。大不了我去给老大家的道个歉，让他把你们父亲放出来。仿佛去给人家道个歉是下了他多大的面子一样。您之前都把人家折腾成什么样了？以为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吗？那又怎样？我是他婆婆，是他长辈，我都去给他道歉了，他还不原谅，就是他不孝了。不孝就不孝了，还能有命重要不成？你还顶嘴？你想被下堂是不是？下堂就下堂，当你们家的媳妇还能把命丢了，这婚离了也罢。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孔夫人被气得吐了一口82年老血。孔老大着急道：要不我去道歉吧，那女人很好哄的，当务之急还是救父亲出来。委屈你了，我的儿。在他心里，自己儿子是男子，竟还要低下头给自己的娘子道歉，简直倒反天罡。然后孔家大少就在许家门前被打得抱头鼠窜。许新书，你完了！你知道你在玩我吗？如果你是想激怒我，那么你成功了。家下人无语了，看来是他们打得还不够狠。此时贤妃正在御书房向皇帝求情，届时抄家株连，希望陛下赦免妾身的姨娘。国有国法，但定罪之前，你可以去大理寺，让你父亲写一份放妾书。谢陛下。这孔家也真强啊，一个中书令，一个贤妃，哪个不是好大腿？这家人偏偏都能得罪透了，也是别人学不来的本事。贤妃走后，被皇帝传召的中书令和许新书来了。许新书得知是因为大公主爱听八卦，从而解救了她。许新书开始对摇篮里小小的婴孩产生好感。之前公主满月宴的时候，臣女被关在孔家没来参加，现在补上早就该给公主的贺礼。哈哈哈，又来钱了，许小姐还怪好的咧。可是该怎么让许小姐知道她自己是个农学天才呢？许新书被突如其来的心声砸懵了。我居然能听到小公主心声，好神奇呀！公主还说我是农学天才。许小姐有什么爱好吗？许兰七看皇上笑得不明所以，突然感觉一哆嗦。陛下不会是真看上我妹妹了？陛下就是些琴棋之类的陶冶情操的东西，没别的了。陛下，臣女还擅长培育植物。既然公主都说了她是农学天才，她为什么不勇敢一次？好，那朕有事交代给你，宫中也有培育花草的女官，你便进宫来吧。陛下，小妹性格软弱，意志不坚，不适合在宫里当差。太极宫里能人辈出，舍妹在宫里只会给陛下添麻烦。你是害怕许小姐在宫里受委屈，你一来就擅自替她拒绝了？那你问过你妹妹自己的心愿吗？陛下简直糊涂呀！我妹妹能有什么心愿？谁家好人放着家里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不做，要进宫干活呀？舒儿，你愿意吗？快拒绝了吧，让陛下死心！真是的，一定要走这个形式。陛下，臣女愿意。他想反对，但不敢。好，朕给你3天时间，记得来任职。中书令恍惚的出门，本来是去感谢公主殿下的，结果来这一趟，他妹妹被陛下授予了职务。要说看上人的话，不应该直接封妃吗？舒儿，你为什么要答应？难道你是想做女官，从而成为陛下的妃子吗？兄长，女人这一辈子的追求，难道就一定是要成为谁的妻妾吗？我难道就不能做我喜欢的事情，有我自己的追求吗？许兰七愣住了，他没想过这些问题。他觉得女人就该相夫教子，三从四德。殊不知妹妹也是个人啊，是人就会有自己的理想。这一刻，许兰七进行了反思。眼看时间越来越紧，孔家终于答应了和离，签下和离书。
好了，我们签字了，你该把我父亲放出来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放你父亲出来？你把我们家姑娘做贱成这副模样，还想我帮忙？现在是白天，不适合做梦。不是你说和离了就放过我父亲吗？我当然会放过，可是律法不放过，贪污受贿，你们就等着抄家吧。洪老大猛地朝许兰七抓过去，要抢夺签好的和离书，但是被侍卫上前拦住了。很好，殴打朝廷命官，罪加一等。进宫后，许新书被分配了一大块院子给他培育种子。唯一意外的是，大公主经常被抱来这边玩。好漂亮的小姐姐呀，孔家真不是东西。要是我老婆这么漂亮，我肯定每天嘶哈嘶哈的缠她脸，爱都来不及，竟然敢虐待。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美女姐姐贴贴。一连串的夸赞把许新书都夸羞涩了。公主喜欢这个吗？臣送给您。不了不了，放在我那里没几天我就看烦了，还是别人的东西看着香。同样能听到心声的于嬷嬷忍不住露出慈爱的笑。突然魏静初吐了一大口奶，感觉头好晕啊，睡了。公主如何？公主又中毒了。皇帝已经麻木了。怎么先皇生的这一代皇子公主都好好的长大了，轮到朕自己的崽就都多灾多难？难不成是弑父杀兄遭的报应？我的亲娘呀，该说不说，这公主命真硬，不是说皇子才是高危职业吗？怎么现在公主也变高危职业了？宣誓殿内，公主都能再次中毒，要是下次歹人想要迫害朕，你们是不是也防不住？一人直接跪下，瑟瑟发抖。如果找不出毒源，就别怪朕来一遍大清洗了。其实许新书都有点后悔进宫了，真是伴君如伴虎。突然他想到了什么，陛下，臣有奏。说不定问题不在宣誓殿，而是在臣这里。公主经常去臣那里玩，说不定是在臣这里。虽然公主没有在臣这里吃过东西，但中毒也不是只有进食那一条路。陛下的宣誓殿重重防护，可臣的寝居里却毫不设防。要是有心加害公主，臣那里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说这些可能会给他带来大麻烦，可是许新书更怕背后要害公主的人没被找到。去排查许姑娘的寝居，是不得已让人搜查了你的闺房。你还怪有礼貌的嘞。不一会，沈太医就拿着一盆花回来了。陛下，就是这只水仙花。水仙，这不是山丹吗？山丹和水仙长得相似，但水仙气味有毒，更别说屋内放满了水仙，就是对大人来说也对身体有损，更别说小孩子了。而且此花毒性甚大，恐怕是特意培育的。我当时布置房间的时候没太在意，只问了一句花瓶里放的是什么花，然后上寝局的人说是山丹。于是上寝局宫女被一一盘问，最后都指向芳菲，因为芳菲有协力六宫之权。陛下，臣妾是冤枉的。先回你宫里好好待着，等事情查清了再出来吧。芳菲慌了，陛下对大公主如此宠爱，要是最后真被栽赃到了本宫身上，岂不是死路一条？不行，本宫得想办法通知太后，现在只有太后能救我了。贝静初睡饱了，舒舒服服的醒来，猛地对上两个放大版的黑眼圈，吓得飙了一声尖叫。额爹娘啊，有鬼呀！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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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没良心的，你就睡吧，谁睡得过你啊？原来是阿耶呀！可为什么要嘲讽宝宝？好委屈！宝宝是哪里惹你了吗？你知道你又中毒了吗？好家伙，我就说怎么睡这么舒服，醒不了一点，还以为是睡了个好觉呢，原来是又中毒了。是谁？是谁？是哪个刁民要害本公主？这时蒋公公来报，陛下，审出来了，那些人确实是受人指示陷害芳菲，但并不知道指使他们的幕后之人是谁。事情到这里，最后可能又是一桩悬案。但是贝静初好气，不查到是谁，他喝奶都不安心。于是点进系统情报界面，果然有自己的八卦。什么是淑妃？这人有病吧？本宝宝哪里招他惹他了呀？淑妃，但是有了答案，也不代表能做题。答题步骤还是得写对，最多就是能检查做错了没。蒋公公，给朕接着查，往淑妃方向查。好在皇帝手底下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很快就抓住了淑妃的小尾巴。朕的密探已经查出是你干的好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知道事情败露，淑妃楚楚可怜的捂着还一点幅度都没有的肚子。陛下，妾身和公主无冤无仇，若不是有原因，怎么会对公主下手呢？皇帝只觉得厌烦，嫔妃之间争风吃醋，哪怕是下死手，他都不在意，但是不能害到他的孩子身上。没看见他拢共就剩这一个崽子了吗？
你说，我倒是想看看，我每天就待在自己床上喝奶，还怎么能惹到你？总不能是我的存在惹到你了吧？搞笑！陛下和妾身子都强健，胎儿却弱。妾身觉得不对，于是问了高僧。高僧说是大公主克了妾身的孩子。卧槽，他爷爷的封建迷信不可取之，不知道啊！我真的，你自己不觉得荒谬吗？妾身只是一片慈母之心，害怕孩子生不下来。陛下，妾身肚子里的有一半可能是个皇子啊！您真的要为了一个公主置我们的小皇子于陷阱吗？被惊出气的只能在摇篮里无能狂怒。什么意思？我就问你什么意思？你不会是想让暴君亲自处决我，来保你肚子里的那个胚胎吧？真是狗咬吕洞宾，亏我之前还高兴有二胎了呢。这就又暴君了，我还什么都没干呢。皇帝一直不说话，被惊出慌了。妈呀，妈妈呀！狗暴君不会真的想嘎了我吧？呜，这年头亲爹也靠不住，我真是个小可怜。呜，谁能比我更可怜呀？不就一莎没说话吗？怎么就又升级成狗暴君了？是谁告诉你大公主克你的孩子的？是宫外的一位高僧。是哪位高僧？对，是哪个秃驴，竟敢在那里乱逼逼陷害本公主？是妾身的母亲去问的，妾身也不是很清楚。传杨夫人，你先坐吧，别伤着孩子。淑妃以为陛下这是心疼她，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甜笑。皇帝觉得眼睛疼，转过头看闺女洗洗眼睛。老登一天天的迷信，还把主意打到本公主身上了。我老爹一定要给我找回场子。你要是偏心不帮我，我长大了自己去打死那老登。不仅打死那老登，还要拔你的氧气管。皇帝一阵无语，谁让你去偷听人家的心声，那就只能认命的接受脏话的洗礼。氧气管是何物？但小家伙说的感觉对朕很有威胁的样子。算了，惹不起。淑妃听不到被惊出的骂骂咧咧，只觉得四周安静的压抑。臣妇叩见皇上。老登，你给老娘说，特么的是哪个龟儿子说的本公主克这克那克天克地的？朕问你，你们说的大公主有爱胎儿，是哪个高僧所言？是天玉寺的高僧。天玉寺之前徐姐姐被孔家搞，背后就是那个什么天玉寺的和尚在那里逼逼的。去请天玉寺的住持。陛下，天玉寺的僧人不问红尘，是不出寺的。不问红尘，只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就得听朕的。去请，不来就绑，请不来高僧超凡的灵魂，就请来他世俗的躯体，除非他给朕当场圆寂。杨夫人跪在地上，一股冷意传到膝盖。可是皇上没有说让她起身，杨夫人也不敢自己起来，只好给淑妃疯狂使眼色。淑妃平时也不敢贸然开口的，但是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给了她勇气。陛下，妾身的母亲还没起来呢。朕知道。淑妃知道皇上是故意针对她的母亲，觉得有些委屈，但还是不敢再言。草民草，参见陛下。哦豁，草民，你这和尚不专业呀！那和尚抖得跟烧糠似的，毫无得道高人的风度。听你说，朕的大公主会克朕未出生的皇嗣？对，贫僧不是草民看这夫人穿着富贵，一看他女儿也是嫁的有钱人家，有钱人家谁没有2个姬妾生的儿女？就随便说了一个，草民只是想骗点钱，谁知道这两疯子不是？谁知道2个贵人会想着杀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杨夫人两眼一翻，差点绝了过去。笑死了，真是，人家只是想骗钱，这俩蠢货却第一时间想害命。果然人要作死拦都拦不住，也就本宝宝福大命大，换个人现在尸体都凉透了。杨夫人也不管是御前，冲着那和尚就破口大骂：一个妖僧，你把我们害苦了。我只是想骗钱，又不是想杀人。但凡有点人性的都是来问我做法，谁会直接拿小孩子开刀？那从今天起，这种害人不浅的东西就不必存在了，把这个骗人的和尚拖下去砍了。如果初出克胎儿这句话不是出自神棍之口，而是国师批命呢？爱自己养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陛下，阿娘也是护外孙心切，以后肯定不再犯了。她若是受罚，妾身伤心之下也会伤到孩子，求陛下开恩，放过阿娘一次。皇帝略微迟疑，若有所思的样子。哎呀呀，好气！就知道老爹不会处罚淑妃，仗着怀了孩子就当免死金牌了。可免死金牌都还有次数限制呢，这胎还是无限次的是吧？放过孕妇就算了，还要放过她老妈，那我是个小丑吗？我就白中毒了。确实，
就算投鼠忌器不能将淑妃怎样，另一个罪魁祸首也要放过吗？淑妃，你回宫去吧。那陛下要答应妾身，不能惩罚阿娘。学到了，学到了，这就叫得寸进尺吗？法律在你这里是摆设吧？来人，把淑妃请回宫里，未到生产，不得出寝宫。工人正要上前绑人时，门口传来喝声：“住手！”只见一个衣着华贵的老妇人走了进来。原著里这个暴君对权力有一种变态的掌控欲，就算是太后也不能干涉。太后不是在佛堂清修吗？为何突然回宫，还连通报都没有一声就进来？哀家日日祈福诵经，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求皇帝子嗣兴旺。哀家要是不直接进来，你还想对怀着哀家孙儿的孕妇做什么？淑妃似是看到了救星，朝着太后扑过去。太后，您一定要帮妾身，我们知错了，再也不敢谋杀大公主了。求您让皇上放我阿娘一次吧。不是说芳妃害的公主吗？您消息滞后了，是淑妃干的。就是如此，也得等孩子出生了再做处理才是，否则影响了皇嗣的身体。您的大孙女被投毒，也影响身体。淑妃怀胎还不足2个月就能闹这般大事，还有7个月，不做处理助长野心，朕实在不敢想，以后还会闹出什么风浪。人的欲望若不加以限制，只会越来越大，欲壑难填。这些都是您教我的，母亲，您忘了吗？太后一愣，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淑妃见太后不说话，有点慌了。不会的，妾身不敢了，陛下。朕只信自己，把你关起来，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朕才放心。公主年幼，身体尚弱，朕不想再经历丧子之痛。淑妃腹中的胎儿要是有个万一，陛下就没有丧子之痛了吗？今天哀家在这里，看谁敢动淑妃。好饿呀，你们吵完了没有啊？不知道本宝宝该喝奶了吗？婴儿是不能饿肚子的，懂吗？小婴儿的哼唧声吸引了太后，看着小婴儿粉雕玉琢、白白胖胖的脸蛋，她心里的血脉亲情一下子就燃起来了。好可爱呀！再看淑妃他们的样子，顿时面目可憎了起来。谋害公主确实可恶，皇帝自己处理吧。此话一出，现场瞬间石化。哎呦，我的小乖乖，哀家是你大母，你认得大母吗？大母是什么东西？是祖母的意思吗？一道心声穿进太后耳中，她愣了一瞬，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还愣着干嘛呀？本宝宝饿呀，快抱我去喝奶呀！大母，你要饿着你大孙女了。她很确定，她听到的是自己大孙女的心声。大孙女好像饿了，哀家要带大孙女下去喝奶。吃饱喝足回来的贝静初对于两人只是被关起来很不满意。奶奶的，我差点嘎掉了，这2个人就只是被关上，还免费吃喝包吃包住，我贝静初一顿国粹输出，皇帝很委屈，因为他正准备拟圣旨了，看来只能口谕了。淑妃贬为才女，产后执行，杨家朱一族。看来是误会便宜老爹了，可朱一族也太狠了吧！事情只是淑妃和杨夫人干的，他们家其他人很冤的。哎，人在家中坐，罪从天上来。小孩子童真善良是好事，可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杨夫人和淑妃的做事动机是保住皇子。一旦生下皇长子，淑妃被立后，那孩子就是未来储君，杨家就满门荣耀。那些被牵连的人是被连累的，但若是成功了，他们也是得益者。这就是家族，没有谁是无辜。孔郎叔因为贪污之罪被处斩，孔老大的官位也因为连坐被罢免，一家人被判流放苦寒之地。陛下，今日是孔家人上路的日子，臣想去送行。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天天在宫里待着无聊死了，我也要去看。许新书倒是想满足他的心愿，但是他请求出宫已经是破例了。许姑娘，带上初儿一起吧，他很喜欢你。是。严重。突然一个人影跳出来，吓了贝静初一跳。不是吧，大哥，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家暗卫吗？跟着公主，直到安全回宫。遵命。许新书抱着贝静初出宫，宫门外中书令看见了他们，急匆匆地迎上来。你怎么把公主也带出来了？是陛下要我带公主出宫玩的。小婴儿需要出宫玩什么？别是那心脏的家伙又想了什么计谋？你还傻傻的以为只是带他女儿出宫玩一趟，被卖了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兄长，公主还听着呢。听就听哦，一个小屁孩还能听懂我是在骂他父亲吗？没想到吧，我不仅能听懂，我还听得懂的。就算他能听懂，他还能告我状不成？好像确实不能。兄长，公主是没法告状，但是暗卫可以。什么？
有暗卫，你不早说。两位贵人，人就在那儿，要说什么就说吧。不过最多等2刻钟，我们就必须出发了。如果想要出去，那就用这个。还怪贴心的嘞，而且还能收拾他们半个小时呢。徐姐姐冲呀！夫人，你是来救我的吗？你还指望着他救你呢？他不来害咱们就不错了。阿娘，你别惹舒儿，舒儿和我的感情多好，怎么可能不救我？你等着，到时候我回去了也会想办法救你的。许仙叔扬起鞭子就抽他，他只恨自己力气不够，不然一鞭子就能抽得他皮开肉绽。2位贵人，时间到了，我们要上路了。流放路途凶险艰难，囚犯不能过得太好，对吧？这里有些银两，兄弟们路上买酒吃。明白，小的做事您放心。徐姐姐好清醒，懂得反抗。以前我可是遇到过无论被怎么虐待都不反抗，甚至深深爱着渣男的女生，气得我快长好几个乳腺结节了。兄长，你说女人为什么成亲后就要低丈夫一等呢？因为自古世道如此。放屁！因为你结婚之后就住他家了，周围都是他的家人，他的仆从，但凡让他住你家试试，还不是任你拿捏。公主说的好有道理，但是许家是不会让我招赘的。幸好我以后就是宫廷女官了，可以一辈子不用嫁人。费静初乖乖地窝在许新书怀里的样子格外可爱，奶香奶香的。也不知道将来哪个混小子有着好福气，能娶到咱们公主。舒儿，你看我家那小子怎么样？不是吧，兄弟，我还是个孩子，你都能想到这么远去了。侄子是很可爱，但是他不配。御书房里，皇帝听着暗卫的汇报，并没有对中书令吐槽他心脏有什么看法。当听到许兰七想让自己的儿子上公主之后，朕的刀呢？这狗贼打的什么小算盘，朕还不知道吗？就他那流着鼻涕、光着屁股蛋子满院子撒丫子跑的小乌龟王八羔子，也配得上朕美丽可爱、聪慧机灵、善良大方、开朗活泼、文静纯洁天真、温柔伶俐动人的初初？做梦去吧！第二天，芳菲邀皇帝对饮，半醉半醒时，芳菲煽情地讲这杯酒的来历。这是妾身父亲在妾身满月时埋下的女儿红，一饮一滴皆是父亲拳拳爱女之心，埋着等妾身嫁人之时取出来喝。没想到世事无常，妾身竟有幸入宫为妃，这女儿红无法在婚宴上喝到，却有幸与陛下品尝。酒过3巡，皇帝还在醉酒中，毫不在意。大公主才满月不久呢，陛下也可以现在买一坛，待公主嫁人时，就是久经岁月的陈年佳酿了。此时皇帝立刻就清醒了。买女儿红，买个屁！朕的初初才满月就提醒着她将来要嫁人。芳菲见着皇帝面色阴沉，心跳到了嗓子眼，连呼吸都轻了。要不让闺女嫁人了，可是清汤寡水一辈子，也太委屈我的小公主了。要不招赘，不，朕决定了，等初初成年就每年送她12个面首，1个月换1个。1月是芝兰玉树的翩翩君子型，2月就来一身腱子肉的肌肉猛男型，3月鲜衣怒马少年郎，4月沉稳睿智老狐狸。朕就不信全部轰炸一轮，还能有大尾巴狼把朕养大的小点心叼走，这样既不用嫁人，也不会寂寞。朕真是个大聪明。看到皇帝面露笑容，芳菲这才松了一口气。爱妃刚才说到什么了？继续说，朕听着呢。你有病啊，吓死我了。某天，皇帝老爹正批阅奏折，费静初突然在睡梦中惊醒。糟了，瘟疫要来了！原书中有提及，在京郊会爆发瘟疫。完了！我通知不了他们，怎么办？真是愁人呐！你说，快说，朕听得到。真是急死个人了，要不要直接告诉小家伙，朕能听到他的心声。瘟疫可不是小事啊！完了，这没办法呀！天气异常，连连暴雨，山洪爆发，是死的人太多，来不及买引发的疫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同理，瘟疫的传播前面也多半有灾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但是史书记载确实如此。朕的小公主，你真是阿耶的小福星。本宝宝知道我很可爱，但老东西，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傻笑啊？朕才22，正当壮年好吧？既然知道是山洪爆发引起的，趁着现在还没有暴雨，可以提前加固防水的河堤和引流的渠道，伤亡后发现死人立刻清理，不让那些人搞个停尸3天祭拜拖延时间。如果再知道疫病源头的地点就更好了。是西郊的村子先爆发的，然后迅速感染，之后牵连到京城，最后皇宫都受了殃及，太后也被传染之后死掉了。皇帝猛然一惊，
虽然他和太后关系生疏，但到底是生母再怨再恨，也不愿意看他死。而一旁的蒋公公为陛下请罪。我的妈呀，我是不是惹陛下生气了？虽然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但认错总没错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我的倒霉老爹还被讨伐了。本来夏季才是雷雨季节，可现在大冬天的还发洪水。于是有人说是皇帝行事残暴，德不配位，触怒了上天才降下天罚，一定要他下罪己诏。呵呵，这很符合朕对那些孙儒学究的刻板印象。但是要朕罪己诏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封建迷信要不得知不知道，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还触怒上天。你以为你们算哪根葱？皇帝又算哪根葱？上天根本就懒得搭理你。人对蚂蚁来说也是上天，人会在意蚂蚁里面谁当王了，谁杀了兄弟，有被蚂蚁轮了，太残暴了吗？显然不会。闺女的一席话让皇帝豁然开朗，自己活了半辈子了，一路披荆斩棘登上皇座，还没有一个小孩子来得清醒。仁寿殿里，太后身边的惠姑姑一脸喜色的小跑进来。多大岁数的人了，还这么喜形于色？是捡到金子了，这么高兴？太后您就别打趣奴婢了，是陛下要来给您请安了，这会御驾已经在路上了。太后从小榻上猛然起身，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看哀家了？陛下孝顺呐，也就是朝中事忙，现下可能得空了，就来给您请安了。其实正常的皇帝都是要每天给太后请安的，以作孝道的表率。但是皇帝之所以被称为暴君，就是因为他行事从不顾及民生，不在乎后世史书之上的评价。处处才多大，这大冷天的你就把他带出来，也不怕凉着孩子。话一出口，太后就噤声了。她和儿子的关系本来就僵，不好好关心拉近母子关系，还一出生就是责怪。太后多虑了，朕自然是做暖轿来的，不会让公主顶着寒风。好。这气氛几点？其实阿耶是怪太后当年忙着争宠，不管孩子，她都发烧在床上说不出话了。太后还在想着怎么讨好先皇。太后和皇帝同时一僵，皇帝是被说中了心思的不自在，太后却是惊讶这孩子怎么知道了。我这阿耶从小就被疼爱，所以不知道不受宠的皇子是什么待遇。皇子受宠无非是自己有出息，或者亲妈是宠妃。但是太出息的皇子容易被鸡蛋打压，太后就是考虑到这一层，才卯足了劲儿争宠，皇帝这才有折服的机会。原来阿娘并不是只在意父亲的宠爱，而是为了朕能得到更好的资源才去争的。都是很简单的问题，而我这傻爹呢，当时年龄小又受了小人的误导，以为太后只是把他当工具，就更恨了。直到太后得了瘟疫将死之际才说开，来了个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不是闹的吗？哀家记得皇帝小时候是很乖巧的，是个腼腆的性子，哀家最喜欢逗他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生疏了。初初说哀家会死于瘟疫，是真的吗？魏静初不知道两个人在偷听，还在巴拉巴拉的说着。其实太后也算是求人得人了，严太妃就是一心扑在儿子身上，母子俩感情多好啊，但是没给孩子带来任何帮助，夺嫡的时候棋差一招输了，再好的感情也只能一起到地下团聚去了。比起孩子和他感情亲近，他应该是更希望孩子能好好的活着，荣耀加身，所以这么多年倒是没后悔，只能说是遗憾。但是我阿爷后悔呀，悔死了呀，啧，真可怜。魏静初看着他俩相顾无言，干着急，急得都要会说话了。太后古怪地看了皇帝一眼，实在想象不出来这没心没肺的小子伤心后悔的样子。初初有没有想大母啊？大母还想把你带过来仁寿殿住呢，就是想着外边太冷了，怕你路上风寒放弃了，结果你那不靠谱的阿耶直接就带你出来。这次皇帝没有再反驳，只是微微低头听训，竟有种难得的乖顺之感。我们小宝贝有没有被冷到啊？魏静初笑得甜甜的，简直是个活泼可爱的一个小肉团。还是孙女好啊，比哀家生的臭小子好多了。哎，孙女能留在这里就好了。但是小家伙刚说哀家会得瘟疫而死，到时候传染了他可怎么办？太后，朕还有正事要处理，就先回御书房了。你们都给本宫滚，滚去告诉陛下，本宫见不到阿娘是不会进食的。陛下，淑妃闹着绝食。咱们虽然封锁了淑景殿的消息，说杨家无事，
杨夫人只是被褫夺了诰命，但淑妃不信，闹着要见杨夫人一面。这时候智生上线了呀，知道被发现了，肯定下场凄惨。当时堵我的时候，怎么就不怕呢？不吃就硬灌，灌不下去就随他。只要杨家被灭的消息没有传到他耳朵里，淑妃再是怀疑，也不敢对孩子做些什么。你去告诉淑妃，如果皇嗣出了什么问题，朕诛他3族。不愧是暴君啊，人家3族又是啥都没干，无缘无故受牵连的，万恶的封建社会。皇帝并不理他的吐槽，皇嗣和嫔妃都属于帝王，是帝王的附属物，不属于他们自己。伤害皇嗣和嫔妃自残，本就该祸及家人。他欣慰于女儿的善良，但这些善良不该泛滥。滂沱大雨，天幕笼上暗，似是在昭示接下来的灾祸。沈太医，你去西郊候着，如果有疫病出现的征兆，立刻遏制。遵旨。为了让沈太医去西郊看起来不显突兀，他派了御医署里一半的太医去其他地方进行预防。太医们都是养尊处优的，现在把他们弄到荒郊野外防治疫病，一个个都怨声载道。也就是下了点雨，就说会发生疫病，这疫病是能预判到的吗？陛下，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直到东郊里，一个平民突然倒在了地上，消息传到御书房，接到了贝静初。啊，不是说西郊爆发的瘟疫吗？为什么是东郊啊？也许是因为这次西郊防治的好呢。贝静初立刻叫唤出系统。统治，你这个消息不准确呀，我要给你差评。千，这只是原著剧情，但是您的到来会引起蝴蝶效应，有变化是很正常的。关于原著的情报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完全依赖哦。切，我只是一个只会喝奶的婴儿，能引起什么蝴蝶效应？切，你要相信自己，一只蝴蝶在大西洋彼岸扇动的翅膀可能引起一场龙卷风，而你，我的宿主，你不是普通的蝴蝶，你是大窟窿蛾子。蒋公公，速召沈太医前往东郊，传旨封锁城门并运送物资。是陛下。原书中，沈太医就是个在太医院被忽视的底层小可怜，所以研究出了药方，也找不到上奏给皇帝的机会，白白耽搁了好长时间，疫病都泛滥了。很好，小家伙提醒了朕那么多，避开了一个又一个陷阱，看来朕这次不会早死了吧？有了沈太医的药方和早已准备好的防治手段，疫病被很好的控制在东郊。你不要过来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怎么还掉金痘痘了呢？呜呜呜，那里有病毒，大母你也不要去，会感染瘟疫的。我就说皇宫防范的这么严密，怎么还会让你染上瘟疫？结果是有人故意的，但是这是你要睡的地方，迟早会感染的吧？怎么办呢？呜呜呜！太后惊疑不定地看向床榻的方向，后退了好几步。太后，臣已验明是您床上的香袋有问题。真是幸好，幸好有出处啊！太后后怕地看着旁边已经睡着的贝静初。贝静初一觉睡醒的时候，已经回御书房了。皇帝连夜审了一干人等，但还是断了线索。皇帝一路杀上位，得罪了太多人。登基以后，为了推行政策，也阻挡了很多人的利益。那些人杀不了皇帝，就通过太后让皇帝也染病。小家伙说的没错，御书房是戒严等级最高的地方，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要直接害朕难如登天。只有太后感染了瘟疫，临死之际可以见一见朕，从而达到害朕的目的。面对这些皇权斗争的勾心斗角，皇帝突然觉得有一丝欣慰。见皇帝没有查出幕后之人，贝静初偷偷打开情报查找起来，结果竟是芳菲的对家。是我想多了，人家就是冲着太后去的。他们还知道精准定位，不伤及无辜，人还怪好嘞。原来芳菲的母亲和太后是闺蜜，所以张家一直得到太后的庇护，以至于张家有个子弟在学堂斗殴，结果把唐家小公子活活的打死了。而面对和太后有关系的张家，不仅学堂夫子隐瞒包庇，就连京兆尹也不敢管这些。那康家没了儿子，肯定愤愤不平。好巧不巧，死者的大姑正在宫里做宫女，又正值瘟疫爆发，干脆把太后弄死。只要太后一倒，张家就什么都不算了。但是我祖母惹你们了吗？你们不能地狱状吗？我爹虽然残暴，但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呐。既然如此，康家一律处置，张家那个纨绔子弟拉出午门斩首，包庇之人也视为从犯受罚。母族跋扈，实乃妾身失察之罪，望陛下赐妾身归家省亲。妾身一定将张家收拾得规规矩矩，再也不给陛下和太后添麻烦。
皇帝满意的点点头。准了。此时，皇帝怀里的贝静初开始躁动起来，露出讨好的笑容。带我去，带我去，我要去凑热闹，带我去呀！皇帝不想让小家伙去，但要是不满足小家伙的愿望，今晚就别想睡觉了。小家伙能嗷嗷叫一晚上。想到这里，为了自己的睡眠，皇帝只能妥协。芳菲，公主很喜欢你，你带她一起吧。这么机灵软萌的小公主，要是我的孩子就好了。本宫会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她。骑士竟还嫌弃不是个皇子，真不明白天下怎么会有嫌弃自己孩子的母亲。好香啊！馋死本宝宝了。现在的小吃总没有添加剂了吧？可惜我只是个宝宝，我只能看着吃不了。嘶哈嘶哈，好吃的你们都等着吧，等本公主长大了再来宠幸你们。什么东西？谁的声音？何方妖孽？哎呀，糖葫芦，那个扁扁的糖葫芦一看就很有食欲，我就喜欢吃这种熟山楂做的，但是商家基本上都用的生山楂，现在终于看到了，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伴随着小孩子激动的声音和他嘴角滴到口水堆上的晶莹液体，芳菲终于确定那个声音是小公主的心声。不能把这件事说出来，万一陛下对女儿宠爱到已经不管她是不是妖孽的地步，而杀我灭口来保护公主怎么办？亦或者陛下觉得大公主的怪异之处是不祥，处这公主呢？到了张家，终于见到了耳闻已久的张家人。一行人先跪完了芳菲，然后看到她怀里抱着个奶娃娃，不由问道：“芳儿，这是大公主。”然后他们还没站直溜，就只能又跪下去呼公主千岁。身份摆在这里，就算是个奶娃娃，他们也得跪。省亲的一应礼节走完之后，到了芳菲和父母闲话家常的环节。芳菲抱着贝静初落坐在上手，只觉得恍如隔日。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忍气吞声的小姑娘了。其实，作为张夫人亲生的唯一的女儿，芳菲从小应该千娇万宠长大才是。可惜，她勾起一抹嘲讽的笑。芳儿，你大哥就要问斩了。最近你父亲是焦头烂额，他自己也被皇上罢了职。你不知道，娘看着他这样子，真是心疼坏了。你是陛下的嫔妃，面圣容易，给你阿耶求情，把你大哥放出来，我们以后一定会约束好他的。我操！古代版中年恋爱脑啊，丈夫庶子庶女一大堆，私生子私生女数不清。你说你不苛待，甚至关爱他们，是因为你心肠好，这没问题。但问题是，其他的孩子都能排到你亲生女儿上面去，尤其是庶长子，因为那是相公疼爱的孩子。我要爱他所爱。我真的要吐了。听着那阴阳怪气的话，芳菲嘴角一抽，怎么听着这孩子比他还气？原来母亲的行为叫做恋爱脑呀，这3个字是如此的通俗，却又如此的精辟。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不受父亲喜爱，然后这个家里里外外都是我操持的，我真的累呀。你阿耶还在外面拈花惹草，人都虚了，我还得给他熬药膳进补，那火一盯就是几个时辰。你娘我是真的累呀，你阿耶一点都不会心疼人。累就不给他熬了呀，再不行让下人盯着，哪里需要娘亲自盯火候？我不管他，谁还管他？他离了我的照顾，身子虚了怎么办？虚了之后正好就没办法出去惹什么花草了呀，不好吗？你这孩子，那是你阿耶，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不是阿娘先抱怨的吗？可没隔几天，张夫人又哭着向女儿抱怨：芳儿，阿耶对阿娘不好，他竟然打阿娘。阿娘，你和他和离吧，以后芳儿照顾你，永远孝顺阿娘，我们不理那个男人了。没想到阿娘却转头告诉了父亲，他永远记得他得意洋洋的表情。知道吗？你女儿都说你对我不好，不配被我照顾，劝我们和离呢。但是我对你多好，无论怎么说都不肯。你现在知道该珍惜我了吧？知道谁才爱你了吧？什么？陡然站起来向他逼近的父亲像个怪物，那是芳菲一辈子的不念于你。被打到皮开肉绽后，芳菲懂了，一切不以和离为目的的抱怨都是秀恩爱，祝他们所死，天长地久，百年好合。从回忆里出来，芳菲冷笑一声：你们真以为本宫这次回府省亲是来看你们，给你们荣耀，和你们续一场天伦之乐，演一出舐犊情深的吗？可惜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在我们之间，以前不存在，现在将来都不会存在。芳儿，夫人僭越了，主子乃天子妃御，夫人不可直呼其名。就是，还以为是任你搓扁揉圆，随意拿捏的小孩呢。芳菲无奈地看了一眼小公主气鼓鼓的小脸，心里似乎都静了下来。张父端着一张严肃的脸，就是典型的封建大家长的样子。
看上去真有些唬人。为父母者，还不能呼女儿的名字，这是何等道理？天地君亲师，主子为君，尔等为臣，自然排在孝道之前。王儿，你这是不孝，怎么能忤逆你父亲？我们可以去大理寺告你的。我去，这真是亲生的吗？这个时候不孝可是大罪名，一顶忤逆的帽子压下来，父母若真是去告，孩子是要坐牢的。但凡有点人性，都说不出这种话。还是我爹好，我都尿他头上，他都不骂我。王妃听到小公主心声，险些维持不住表情，实在是无法想象冷肃沉稳的陛下被小孩子尿一脸的样子。张家二人不知芳妃为何发笑，便狠狠地盯着芳妃。您去告呀，慢走不送。需要本宫为你指路大理寺在何处吗？看大理寺卿敢不敢为了父亲您得罪陛下的宠妃。虽然他算不上得宠，但协理6宫之权在他手上，为同父后，说一句宠妃也不过分。两个人的表情瞬间就不好看了。儿啊，娘照顾你10几年，生你的时候难产，稳婆问我保大保小，我拉着她的手说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做娘的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你却对你的老母亲恩将仇报。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孝女啊？我的命好苦啊！芳妃觉得不对，却不知该如何反驳。哟，还兴道德绑架呢，不过是自我感动罢了。有些恋爱脑就是享受给男人生孩子的感觉，娘到满级休者。再说了，你生人家的时候也没问过我芳妃姨愿不愿意呀？说不定人家早知道出生以后要面对你们这对奇葩父母，宁愿烂在肚子里呢。芳妃微微瞪大眼睛，知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入了他的脑子。原来还可以这样。阿娘生本宫的时候也没问过本宫的意见，要是早知道是碰上你们这对父母，本宫情愿为一碗滑胎要送走。张夫人愣了，这刁钻的角度把他们二人震得不知如何反驳。你要是不想活，那你怎么还苟且在这世上？有本事你去死啊！乍然听到自己的父亲咒自己去死，芳妃心里还是有瞬间的难受。您确定吗？教唆妃嫔自枪是要杀头的。张夫脸色铁青，但不敢再说话了。你们吵得很激烈，虽然我爱听，但是不是忘了正事。本宫不想与你们再辩论，这次来是告诉你们，兄长的事和父亲被罢官的事情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不可能的，太后不可能不管我的。你还在做梦呢！张家欺压他人，连累太后，陛下震怒，以后张家不能再借着太后和本宫的名义招摇，但凡有一次被本宫发现，就与张家割袍断义，退出族谱。张夫人发疯似的向芳妃扑过去，对在场的点痣及时冷了下来。你这泼妇没长眼睛看见公主吗？要是公主有个什么万一，你张家上下满门都要被你牵连。张父差点下决过去，他张家上下几百口人命都差点被这疯婆子搞死了。他板着脸开始训张夫人，越骂越狠，越骂越脏。几十岁的人了，老夫老妻，但是丈夫还是在别人面前一点脸面都不给他留，真是不懂恋爱脑的想法。唉，同样是人，物种的多样性咋就这么丰富呢？小公主好可爱，原来这就是有孩子的乐趣，不是为了要一个在深宫中的依靠，而是看她的各种反应就很有意思。粉丝宝宝们，赶紧生3胎了，别总是馋别人宝宝。本宫断定，小公主不是妖物，是祥瑞。我还是不信太后不管我，我们可是30多年的交情。只是庇佑母亲一个人，太后当然是没问题，但是您非要倒贴您这愚蠢的丈夫，还帮着他是非不分，纵容祸害，而你的包庇之举连累太后差点丧命，你有什么脸面觉得太后会为了你那拎不清的脑子，冒着危险继续管你呢？说完之后，张夫人沉默良久，难不成她真的想开了？王妃，您怎么能说你父亲愚蠢呢？马德恋爱脑，僵尸都不吃。总之，本宫就一句话，不许再惹是生非。主子，张家人的罪状已经收集好了。尴尬了，看不懂啊。篆体本宝宝只认得秦始皇打钱那种。小公主实在太可爱了，但是她的好心情在读到奏本上的内容时逐渐消失。好啊，真是好。你们还有什么惊喜是本宫不知道的？来人，给本宫把张七小姐和张三少爷请过来。遵命。阿紫，有什么重要的事，非得让我过来，我很累的。张七在家里一直都是受宠的，所以平日里行事也是嚣张跋扈。弘道2年，你因婢女打碎了你的花瓶而将其杖毙，你认不认？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么严肃，不就是一个贱婢吗？死了就死了。我勒个去，这就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吗？对人命一点也不在意，一条人命抵不过一个花瓶。婢女可以责罚，
但随意打杀也是犯法的。那又如何？你能找到证据吗？找不到证据，就算是官府也不能奈我何。确实，这都是问的府中下人搜集来的，而官府断案，除了人证，更要物证。难道真的搞不了这群二世祖了吗？管他的，我就是个看热闹的。你以为本宫拿你没办法吗？哼，来人，上家法。你妹妹弱不禁风，女孩子家家的怎么受得住家法？你但凡有一丝手足之情，就收回你的话。张琪本来很害怕，但见到张父站起来说完，就又高傲起来。阿紫，你又把阿爷惹生气了。早就和你说过，阿爷最疼我了，让你不要惹我的。还以为芳菲是以前那个害怕她父亲一句话都不敢违背的小姑娘呢，人家现在是妃子，是妃子，你懂吗？根本不用理这个老登。看你那骄傲样子，等下被打的时候不要叫得太惨吧。你别哭，父母并不是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你有权有势，你有的比他们俩多多了。你虽然不能让他们爱你，但可以让他们求你。安慰得很好，下次别安慰了。其实本宫刚出生的时候还是受疼爱的，父亲还在本宫满月时亲手埋下一坛女儿红呢。只是，芳儿啊，你就看在阿娘的面子上放过你阿妹吧。当年我还未满10岁，阿爷便对我用了家法，还责令兄弟姊妹全来参观，本宫的面子里子全丢尽了。本来可以策马扬鞭的体质，到现在也只能弹一弹琵琶。父亲当年有想过，本宫也是女孩子，正在长身体，受不得罚吗？这，就是因为你被伤了身体，所以我才知道不能随便对孩子动家法的。你都知道那玩意你受不住，就不要让小七再步你的后尘。哼，本宫这是在救你们的命，要是再不知收敛，全家人都得一起玩完。给本宫打！疼吗？当时被你杖毙的婢女也是这样疼，念在骨肉亲情，本宫还没把你打死呢。你做事要是真不露痕迹，我也不怪你。偏你如此嚣张，本宫不能放任你给本宫惹祸。抬下去吧。还有你张老三，强抢民女，逼良为妾是吧？阿紫，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饶了弟弟吧。认错态度良好，惩罚减半，动手吧。不要啊！张家二老脸色铁青，张夫人被雷厉风行的阵仗吓了一顿，也不敢一开始那样发死。自今日起，你二位就在府中静养吧。不用了，我们身体都好，不需要静养的。那是身体的事吗？本宫说的不够明白吗？你们两个造的孽也不少，只是为人子女不好对你们动刑，好好的在府里禁足思过吧。然后抱着贝静初，头也不回的走了。皇上和太后嘴角含笑，一副如沐春风的样子。贝静初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不是，你们俩怎么就和好了？不是说皇帝和太后因为心结，到死之前都没有好脸色的吗？贝静初摸了摸自己的小脑袋瓜，想不明白。糟了，头好痒，要长脑子了。恒儿，初初先留在哀家身边养着吧。皇帝没拒绝，但是眼神直勾勾的盯着太后，试图唤醒母爱。那就先在哀家这里玩几天，等初初玩腻了，就给你送回去，行了吧？也不知道是初初玩腻了，还是您玩初初玩腻了。怎么还不退下？是不是出去一趟，回来就舍不得哀家了？妾身能请小公主去妾身的熏风殿做客吗？感情你是舍不得初初呀。我就知道本宝宝是最可爱的。滚滚滚！你这小妮子怎么什么都想要？让哀家先稀罕够了，再轮到你。这就是答应了。方飞贤这才心满意足的回去了。恒儿啊，要是给初初找个养母，其实芳菲就不错。要不然别人一提起初初的母亲，就是冷宫里的骑士，多少还是拖累了初初。朕想等立后以后，将初初过继到皇后名下。唉，你是说之前说的皇长子之母为后的旨意吗？还是撤了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妃嫔本就会为了自己的将来努力做胎，你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就是逼着他们去为了分位冒险。初初的事是一件，丽妃的事是一件。如果不是后位的许诺，淑妃也不至于走火入魔，毒杀公主。阿娘说的是，儿臣回去就办。贝静初和太后玩得太无聊，于是就打开系统情报，看八卦找乐子。哎呀呀，夭寿了，大母啊，你的侄女儿要被拐走了。什么破剧情？国公府千金小时候被拐走，家人千辛万苦找回来，养到了及笄，结果接回来的是个假的。真千金在外边被搓磨了10年。太后偷听到小公主的心声，被吓得一惊。之后真千金找上门，显而易见就是一对真假千金的大戏。
但是假千金已经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真千金反而成了外人。信国公和夫人为了保全养女的尊荣，宣称亲生的才是收养的。什么？如果不是亲生，关你什么感情？没赐死就是对他最大的感情了。朝廷供养宗室本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还拿去养外人，哀家这弟弟简直是昏了头了。幸好这个真千金不是个软包子，既然你们都不爱我，都偏心一个外人，那你们就和我一起下地府吧，直接投毒干掉一家人，成为京城里的一场大案，让之后的好多父母都反省，努力平衡子女关系。女侠真让本宝宝好生敬佩。大宝贝，你就乐吧，谁能乐得过你？好吧，虽然受害者是哀家的娘家，但是换个视角来看，真的很爽。哎呀，到北城门了，现在信国公府的人不会还没发现吧？要说也真是的，信国公夫人给女儿选的什么丫鬟，只顾着自己看好玩的，小姐不见了都不知道。哎呀，我也没办法了，可怜的小姐姐，等我长大一点了，再让人去找她吧。听到这里，太后自己走到偏室去找能办事的人。婴儿多瞌睡，费静初梦想着自己长大以后英明神武，从天而降，把欺负小表姑的狗贼全部打倒，然后救小美女于水火之中。美女贴贴，救命之恩当然要以身相许了。她的美好幻想最终被一阵啜泣声吵醒了。费静初嘴角挂着口水，不满地咿咿呀呀。谁？哪个狗贼打断我和美女贴贴了，知不知道？初初睡醒了啊，来看看你表姑。只见一个粉白粉白的小姑娘把袖子从眼睛上放下来，一双大眼睛湿润润的，显然是刚哭过。不会吧，不会吧，我不会有做梦成真的能力吧？刚刚还梦到小表姑，现在就见到人了。周小姐随奴婢进去洗漱吧。这功夫，被太后传召的信国公夫妇来了。阿紫有何事急召？一定要臣和内子现在就进宫。九儿方才失踪了，臣遍寻四周都找不到人，现下正着急呢。丢了多久了？回太后才走失。才走失吗？信国公越觉奇怪，但信国公夫人却被刺激到了，以为太后在幸灾乐祸。妾身知道太后一直不喜欢妾身，连带着也不喜欢妾身所出的孩子，但您好歹是她姑母，不求您出力寻找，请您不要添乱好吗？先是不分时间地点，事态紧急的把我们夫妇召进来，现在又是冷嘲热讽，您也是一个做母亲的，求您体谅一个做母亲的心吧。哀家何时说过不喜欢你？信国公不断的大声咳嗽来提醒国夫人，但现在他就像一头被抢走行李的母狮子，根本不管什么冒不冒犯。国公也早就告诉妾身了，难为太后在妾身面前还能撑起笑脸，您嫌弃妾身出身低，配不上您的弟弟，一直都不满意我们的婚事，是他百般哀求，您才无奈赐婚。平时是国公爷从中周旋，妾身在您面前才能有点脸面。什么？你就是这么在你媳妇面前污蔑你姐姐的？信国公讨好一笑，不敢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弟妹，哀家从未嫌弃过你的出身，皇帝母族已经是无上荣光，烈火烹油。如果娶一个大族女子，只会引得皇帝忌惮，是本宫敲打的她，让她择一出身一般但温良贤惠的女子为妻。周夫人猛地看向信国公，满眼不可置信。夫君，你说这是真的吗？在太后面前，信国公哪里敢继续说太后的坏话，只能以沉默妄图逃过去。翻车了吧，让你破人家！哎呀妈呀！信国公之所以宠爱假千金，不是因为养了10年养出了感情，而是假千金是他心爱之人生的女儿，是他小司的一妇女。对，信国公喜欢自己的小司，但因为要传宗接代没有在一起，被周老爷子棒打鸳鸯，所以周夫人是同妻。太后对自家的八卦砸猛了，她从来不知道弟弟还喜欢男人，这对她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信国公为了让自己老公的女儿成为周家大小姐，先是找人拐走自己的女儿，越朝可是买卖同罪呀，被抓到是要死刑的。1年后再给假千金信物，并且告诉她关于国公府的事。小孩子长相变化大，一天一个样，再加上那些对得上的信物和记忆，众人还以为真的找回了人。这个脑残还生怕自己的女儿回来抢走了白月光女儿的一点点母爱，洗脑周夫人不要对自己的女儿好，真他奶奶的绝！
再如何爱，再如何念念不忘，也不能把人家的女儿接过来顶替亲女儿。哀家这个弟弟真是糊涂透顶。要不是有脑子摔了的爹，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女孩，怎么能天衣无缝冒充公侯小姐10年还不被发现？马德，贵圈真乱。魏晋初气得要骂人了，可惜现在还小，不具有语言攻击性。既然太后并不厌恶妾身，望太后念在血脉亲缘相助，妾身感激不尽。那小妮子现在早就被运出城好几百里了，就连我都不知道她被送到了哪里去。现在找肯定是找不到了。哀家自会相助，可哀家一后宫之人，实在是能力有限。是了，那妾身告退了，妾身还要去找女儿。不忙，哀家能力有限，但可以找皇帝出动御林军。国公夫人眼睛一亮，信国公也同时瞪大双眼，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阿慧，传哀家懿旨，让皇帝全力搜救。好损呀，我的大母，人就在后殿，你说没找到，现出原形了，把骗女人的渣给。阿紫，小女怎当如此疏聋？出动御林军，阵仗太大了。什么？因为阵仗太大而推拒，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呀，只能是他不想找。难道他不想找我们的女儿？绝对不能让陛下的御林军介入，一旦陛下出手，绝对能查出来是我在背后毒死。小女不值得太后如此，求太后收回成命。是不值得如此，还是不愿如此？阿紫，这是什么意思？臣怎么可能不想找自己的女儿？太后意味深长的一笑，示意下人去请周欢九。九儿，阿娘，哀家身边的姑姑见过九儿，今日出宫之时遇上了，就正好找了回来。谢太后，谢太后。这下好了，周欢九的名字和家人不会被抢走了。抓到犯人的时候，哀家让人顺便审了审，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弟弟，你能猜到吗？臣怎么猜得到？阿紫，您知道的，臣一直小心谨慎，正身守法，就是不敢多了太后的脸面。臣又没有仇家，谁知道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敢劫持信国公家的小姐？估计是歹徒见九儿生的可人，起了歹念吧。那歹徒说，收买他拐卖信国公小姐的，就是信国公府人。臣治下不严，回去之后定和夫人清扫府中一心之人，不让九儿再一次身陷险境。周夫人心里已经浮现出好几个可疑人选，府里的姨娘，虎视眈眈的兄弟，她始终不愿意怀疑九儿的亲生父亲会对女儿抱有恶意。太后看周夫人相信了她的样子，也没再说话。太后，信国公府鱼龙混杂，妾身怕九儿再出意外，那真是要了妾身的命了。您能否收留她个几日？妾身一定尽快清理好府里的人，接她回去。周夫人言情卑微，但太后不是会因为别人可怜就答应的人。要是放在以前，她倒是会答应，但现在有了大孙女，又靠着大孙女和儿子和好了，太后一天天充实欢乐的紧，哪里有闲心再管一个孩子？答应吧，答应吧，我要和漂亮姐姐贴贴。那好吧，九儿就暂且留下。谢太后。信国公勉强的微笑，像是与有容焉的样子。弟弟啊，你养在庄子上的那个女孩子也一起接回来吧。弟妹贤良淑德，一个私生女而已，她容得下，但不是你的女儿。你甚至还想给她嫡出大小姐的身份，就不对了。信国公一直维持的还算好的表情瞬间裂开。魏静初还没和漂亮姐姐说多久，皇帝就来抢人了。阿娘，初该跟朕回去了。魏静初小短手巴拉巴拉的舞动着，周欢九无措的看看太后，看看皇帝，再看看魏静初。阿娘告诉我，在宫里要听陛下和太后的话，但没告诉过我，这两人要是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该听谁的话呀？于是小小的她决定了听自己的，于是默默的用小身子遮住小婴儿，掩耳盗音。你们看不见他，看不见他。这是哪家的小屁孩？九儿，信国公长女周欢九，你的表妹。皇帝有一种割裂感，一个牙都还没换的小丫头是他表妹。好吧，宗室里这种事很多。我一个叔公昨天才满100天，只能说辈分真是一个玄幻的东西。皇帝上前把自己的不孝女儿掏过来，小家伙不断的挣扎着，咿呀呀的叫。我不要离开漂亮姐姐，除非漂亮姐姐和我一起走。皇帝脸都黑了，这像什么话？跟个傻子似的扒拉着人家。最后好说歹说，答应明天再把他送过来，魏静初才消停下来。信国公一家真是该死，
周欢九多好的一个化学天才，就因为他们偏心，心理扭曲，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了。一群只靠着太后的裙带关系，靠朝廷养的废物，也配让化学天才去和他们一起死？听出来的意思，这个化学天才好像比信国公一家人都重要。化学呀，化学的魅力是什么？化学可以炼制炸药，在战场上不费吹灰之力横扫千军，可以做出化肥和饲料，提高农作物和养殖的产量，还可以制作药品，让天下人治病的成本降低。皇帝已经随着贝静初的心声，描绘出了一幅越朝越来越壮大的美好蓝图。看来那什么化学天才确实是不世之才，如果拥有这等人才，越朝将会更加繁荣昌盛。这等天赋异禀的人才，信国公却为了让自己小司的女儿当国公府的嫡长大小姐，不惜毁掉自己的亲生女儿。好好一个天才，却因为他那狗血的和小司的爱情毁了。信国公家要不识相点，自己收拾收拾去死吧，别不识好歹，让我表姑亲自动手。什么东西？是朕理解的那个意思吗？这也太毁三观了吧！可偏偏周欢九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原来一个个都因为各种家长里短的离谱事情夭折了，天要亡我越朝啊！皇帝很生气，皇帝想弄死信国公。没过几天，贝静初和周欢九在愉快玩耍时偶然听到，太后，信国公被削爵了，而且还是一撸到底，直接贬成了平民。哀家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贝静初先是惊讶，然后是兴奋的咿咿呀呀。让你换人吧，现在做信州的只是个平民了，做你的嫡长女还是什么女，根本没有价值。而周欢九却能靠着自己的才华装点自己的下半生。猛然听到声音的周欢九微微屏住呼吸，又来了，那个声音又来了。他害怕被当成妖怪，所以一直装没听到。阿爷对我虽然冷漠又不苟言笑，可是阿娘说那是父爱如山，只是他不懂表达而已。这时皇帝来了。坏蛋阿爷，现在天都还没黑呢，我才不要回去。做小孩不要这么自恋，你个小自恋鬼！信国公，小舅被贬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吗？太后点点头，周欢九低垂下脑袋，获罪的人是他的父亲，其实他是很尴尬的。朕这次来是要说小舅被贬一事，怕阿娘吃心。你看哀家这胃口像是吃心的样子吗？皇帝孝顺，哀家是知道的，一定是你小舅惹了你不痛快。周娘子可识字？前几日周娘子被拐走，朕查到就是小舅所为，证词证据等都已经整理在上面，你要是不信可以看看。哎，他也才是5岁的小孩，不是经历了10年的风浪，看透人间炎凉归来的真千金。朕也知道，让一个才5岁的小女孩相信自己的父亲要拐卖她，是一件很残忍的事，但朕必须要告诉周欢九，朕是为了给他主持公道才贬的他父亲，免得他心生记恨。说完之后，皇帝见带不走没良心的女儿，就孤零零地带着人回宣室殿了。太后，周夫人求见，人已经候在殿外了。肯定也不是来拜哀家这把老骨头的。九儿，去吧，姨娘肯定想你了。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你们不要忽略我呀，这里还有一个小宝宝呢。谁家好公主一天天的到处打听人家的私事，呵，虽然哀家也喜欢，但是人还是要收敛一点，是吧？魏征初见没人理他，不出声了，决定独自生气让太后猜，结果还是没人理他。另一边，周夫人见到女儿，直接就是泪如雨下。九儿，你爹那个死人竟然想把一个下人生的野种来替代你，更过分的是你爹竟然有断袖之癖，亏你阿娘我还对他依赖爱慕。那杀千刀的竟然为了一个小厮的女儿，换走我10月怀胎辛苦养大的姑娘。从陛下到母亲，真相一次一次的被证实，周欢九终于相信父亲想要拐卖他。若是阿耶和阿娘和离了，你跟着阿娘走好吗？周欢九点了点头。周夫人出宫回家后，终于听到周夫人回来，着急的迎出来，满面笑容，倒像是对妻子多么情深意重似的。周夫人却直接忽略他，像是对他什么脏东西。死女人，等我重新出头的那天，定然要把你给休了。夫人，九儿在宫里怎么样？可还得太后喜欢？你女儿孤身一人在宫里，你不担心她受没受委屈，有没有吃穿不习惯，却问我她受不受太后喜欢？也对，你都能把她拐走换个野种来，我竟然还奢求你有一丝慈父之心。夫人，孩子是无辜的，
你嘴巴放干净点，别一口一个野种。我嘴巴不干净，你刚才问九儿真的是出于关爱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肮脏的脑子里是在想什么。你是希望九儿讨了太后欢心，长大了嫁给皇子，然后你就可以踩着九儿继续富贵了。周玉，你这恬不知耻的贱人，你以为孩子小他就不明白事理了吗？你做的好事我都已经告诉他了，你以为九儿还会认你这个父亲吗？你不怕孩子伤心吗？伤心？人要是再被你坑一次，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我还怕他伤心。那又如何？我朝最重孝道，就算我这个做爹的让他死，那也是扶要子亡，死不得不亡。你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和离吧。周玉震惊了。我姐姐是太后，外甥是皇帝，我又长得玉树临风，一表人才，相貌堂堂，风度翩翩。我老公以前总喜欢掐我的腰往墙上按，还说我是个尤物呢。怎么可能有女人想要离开我？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女人，你休想以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我心里的人只有那个男人。周夫人一脸无语，最后还是没有和离。周玉死不签字，一气之下，周夫人便回了娘家。阿紫，子旭这次被贬是真的再与爵位无缘了吗？萧爵这等事，你见过世上有几人还能官复原职的？所以阿紫这次回来是蹭吃蹭喝的了。是你一个人回来吗？就多你一张嘴，已经多了许多麻烦，可别再带什么拖油瓶。周夫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回从小生长的家里是蹭吃蹭喝，原来女人长大以后就没有家了。阿紫这次小住是要几天啊？她还没有说话，直接就被地父一句话定位了小住，生怕她不走了。枉他以前还借着信国公府的事帮过他们摆平麻烦，那时候这夫妻俩说的多好听。阿紫，您有什么吩咐尽管找我们，您叫我们往东，我们绝不往西。真是世风日下啊！好不容易进了屋里，弟媳开始试探性询问：阿紫，九儿怎么没带过来？九儿在宫里侍奉太后。阿紫好不容易回趟娘家，还是多住几天为好。您不知道，我那夫君特别想您，整天辗转难眠，就是怀念和阿紫的童年时光。真的吗？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瞧您看我这记性，阿紫怎么可能住这么偏的位置呢？就去您以前的闺房吧，我让我家闺女拾掇去其他院子，给您腾个地儿。不用了。是，那院子小了一点，我给您安排个最大的院子。你突然的热情令我很害怕。这不是留给咱们儿子娶妻用的吗？嘘，不是说随便给他安排个地方，给口冷饭，让他住不了几天就识趣离开吗？这样我们是收留了他呢，别人家也不会说我们忘恩负义。你这败家娘们，竟然拿我们准备给儿子成亲用的院子来给他住，怎么还真感恩上了？你信不信？只要我说出来原因，你也会把他供起来。信国公被陛下亲自贬了，也起不来了，他还能有什么价值？我不信。如果周欢九住进了仁寿殿，被太后抚养长大呢？你们这些人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让我阿紫站着看你们打扫，还不给姑奶奶搬张椅子上茶？第一次见活的狗腿子。我就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只会让我乳腺增生，就说不婚不育保平安吧。此时贝静初正在太后的仁寿殿，太后正听着大孙女的心声。他妈辛辛苦苦把她养那么大，结果就一心崇拜她那见不到几次的爹，我服了。公主也过得这么惨吗？那我长大了岂不是也很惨？公主过得很惨，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哪个公主过得惨，让哀家的大孙女都开始担心起了自己的未来？太可怕了！女人生了孩子以后就被激素控制了吗？就这种儿子，你还要为了他的前程来求太后？生他不如生块叉烧，还可以吃。广德长公主啊，你知不知道你生的这块叉烧会害死你的呀？贝静初为自己的便宜姑姑鸣不平。不是说和驸马感情不错吗？都生了2个孩子了，怎么会过得惨？而且说他儿子会害死他，那是大的那个还是小的那个？我错了，我就不该同情他的。其实他也是活该，还求神拜佛呢。我佛不度智障。我佛不度智障，谁教你这么说话的？正好今天是广德长公主进宫给哀家请安的日子，那到时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此时长公主已经到了仁寿殿，典仪引着广德长公主进来时提醒她：殿下，今日大公主在仁寿殿，小孩子闻不得浓重的香味，您香囊的味道有点重，
先交给奴婢保管吧。长公主摘下香囊，还掏出一锭金子，一起交到典仪手上，状似不经意地问道：“大公主是不是很得太后宠爱？”大公主也是龙子皇孙。主打一个不敢不答，但答非所问。当然，那金子是不会还回去的。太后说了，有人贿赂的话，该收就收。再说拿了钱也没说一定要办事啊。长公主进去行完礼之后，就看到太后在开心地逗着婴儿。能被太后一直这样爱不释手，又是太后现存的唯一一个孙辈，估摸着也是受宠的。但是在受宠又怎样？先皇在世的时候，本宫也是极为受宠的。看现在，照样无人问津。这是大公主吧？白白胖胖的，一看就知道是个健康结实的孩子。太后被这一句话就哄得笑开了。别管是不是奉承，谁不喜欢人说自家孩子健康呢？看吧，也挺会说话的呀。怎么对你大儿子就不会好好说话呢？不是不耐烦就是骂，对着小儿子就是各种阿娘疼你，阿娘爱你。要不是系统认证的，我都怀疑大儿子不是你亲生的。看来每家人在外面人模人样的，实际上关起门来都很精彩啊。为什么做父母的不用考试就能直接生啊？很多人他就是不适合做父母啊，比如那个英妃，比如长公主。像我阿爷这种好父亲却没几个娃。唉，也甭说别人，哀家和皇帝之前不也是看上去母慈子孝吗？实际上是母慈子孝。太后，儿臣的次子也到了进学的年纪，天下名师尽在弘文馆，儿臣幼年也是在弘文馆念书的，犬子也是皇室血脉，还是能够上弘文馆的门槛吧。你直接把人送去就行了，找哀家做什么？完了完了，本宝宝以后长大有了娃，像广德长公主这样连个好的教育资源都要求爹爹告奶奶的，这个公主也当得太窝囊了吧。古代避孕措施又差，避免不了生宝宝，怎么办怎么办？看来只能自己做一个有实权的公主了。还是个小婴儿的贝静初已经开始为了自己的未来计划着怎么搞事业了。母亲，陛下看重那些臣子，宁愿把这些特权给臣子，也不愿意给宗亲。要说这天下是贝家的天下，臣子说到底也不过是咱们贝家的奴才。人家臣子帮你管理国家，伴君如伴虎，做不好事情都有杀头的风险，当然要给别人足够的富贵，别人才愿意冒这个风险呢。再怎么论，咱们和陛下才是一家人啊，给他们比皇室还高的特权，岂不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又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贝家是皇室，不是神仙。汉族的神仙都要于民有用才给香火呢，你以为你算哪根葱？如果臣子们都成为皇帝近臣了，连普通的宗室都超越不了，他们干嘛还要成为皇帝近臣呢？反正也是白搭，不如摆烂。难道大孙女是天才？这也太聪明了，帝王心术啊，不用教都懂，无师自通。唉，为什么不是个皇子？广德，陛下自有决断，你纵然是他的亲妹，也不能妄议。是，那犬子入学一事可否通融？母亲，您是看着儿臣从小长大的，阿娘从小就和儿臣说要将您当作生母侍奉，虽然您不需要，儿臣却一直将您当作亲生母亲一样。您忍心看着您的外孙连入学都比别人差一截吗？太后随着她的话想起了那个温和大气的女子。原著里太后和邱贵妃的姐妹情感天动地。哀家找皇帝说一声，你和别的宗室怎么能一样？谢母亲。你的长子早就读书2、3年了吧？当时你为何不为他求一个弘文馆的名额呢？那也是你的孩子，也是哀家的外孙。儿臣当时第一次做母亲，未曾想到这么多。偏心就是偏心，不在意不想管，还找借口。我大母也就我阿耶一个孩子，也是第一次做母亲，还不是养出了一个优秀的孩子。太后被猛然一夸，差点脸红了。不过下一句话她就笑不出来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叛逆。按初初说的，这个次子会害死他。广德是邱贵妃留下的唯一女儿，哀家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广德啊，哀家最近有些念着你了，你就领着你的2个孩子来仁寿殿住一段时间吧，让哀家尝一尝含饴弄孙之乐。不是很想见到他那个二儿子，糟心。母亲，儿臣的长子死气沉沉的，说话也尖酸刻薄，到时候冲撞到您就不好了。还是次子为人开朗讨喜，活泼灵动，儿臣要不只带次子来吧。什么死气沉沉，人家只是个矮人而已。他只是内向一点，
不喜欢社交，你可以说他安静，也不能说是死气沉沉呐。我已经能想象到老大有多不受你待见了。皇帝小时候也叛逆，也不爱搭理人，可哀家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孩子有多不好，只是伤心孩子不跟哀家亲近。但是太后不了解情况，也没有直接出言指责。等广德把2个孩子带进宫来，再看看怎么一个事。长公主回府，把这个消息告诉2个孩子。小儿子赵玉眨巴着眼睛，卖萌道：“阿娘，进宫为什么是好事啊？太后是月朝最尊贵的女人，在她的身边待过，证明你受太后的喜欢，别人都会尊重你。”小儿子似懂非懂的样子，但长公主不担心，这孩子最是机灵，嘴又甜，到时候肯定能讨得太后欢心。而且小孩子能犯什么大错？你到时候去了，不要叫太后，要叫外祖母。太后是你的外祖母，只有人特别多的时候才叫太后。说完之后，长公主才想起自己的大儿子。赵钱站在一边，头微微低着，看上去十分怯懦。长公主看着就来气，她的儿子怎么能是这样一副懦弱模样？哪里有半点像公子皇孙？赵钱，你听清楚了吗？语气带着冷意，与之前和赵玉说话时的轻声细语就是天壤之别。赵钱只是点了点头，说话听清楚了。你是狸奴吗？声音细的跟蚊子似的，谁听得见？大声点。清楚了。大声。听清楚了。吼什么？反了你！谁让你用这么大的声音和你母亲说话的？赵钱懵了，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生气。当他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辱骂，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气大伤身。太医都说过要你扬手动气，你这个不孝顺的逆子，偏气我。我没有，还敢顶嘴？你现在长本事了是不是？说你一句，你能顶10句。赵钱憋屈的闭上了嘴，不再反驳，静静的等长公主发泄完。说话呀，你嘴是被缝上了吗？刚才不是很能说吗？说呀。赵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行，不论他做什么都是错的。你怎么就不如你弟弟一半懂事？可怜的小孩子蜷缩在被子里偷偷哭泣，那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泛言而上的疲惫感，像粘胶一样箍住他的口鼻，包裹他的全身。这一夜他又是带着泪痕进入噩梦的。第二天，赵钱3人一起坐马车往宫门的方向去。阿娘，我这次在宫里，阿耶回来的时候，女儿就见不到阿耶了，是不是？一提到那个男人，长公主神色微敛。见他做什么？在宫里当然不能随意出来。不要，我要阿耶。阿娘，你让阿耶一起进宫来陪我。玉儿乖，阿耶是进不去皇宫的，等以后再找阿耶好吗？不嘛，我要阿耶。阿娘，你一定是在哄骗我，你就是不想我见阿耶。他们说你是因为阿耶在外面找了别的姨娘，你生气了，但是他又没有不要我们，大母原谅他了，我也原谅他了，怎么就阿娘一直不愿意原谅他呢？阿娘，你不要这么小气好不好？玉儿，有些事是不能忍的，有一就会有二，有二就有二了。别人家的阿耶都有很多姨娘，而阿耶一个都没有，就因为阿娘是公主吗？你就不能忍一下吗？玉儿想要阿耶呀。长公主很是难过的样子，垂着头不语。弟弟怎么可以对阿娘这么说话，还不给阿娘道歉？阿娘，兄长凶我。赵钱，你为什么凶弟弟？阿娘和你说过多少次要爱护弟弟，让着弟弟，弟弟比你小，需要关爱。你现在就敢对弟弟不好，将来长大了是不是还要打他呀？赵钱不明白矛头为什么又对到他身上了。终于到了仁寿殿，长公主一只手牵着赵玉，另一只手空着。好可怜呐，真的太可怜了，真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儿臣携着长子赵钱，次子赵玉拜见母亲，母亲福寿安康。看看多俊俏的孩子哈，怎么就摊上一个仇人一样的父母呢？哎，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孩子啊，喂，不要总是把自己当大人啊。倩儿是吧？来外祖母这里。赵钱先看了一眼长公主，长公主皱着眉，赶紧的偏了一下头，示意他快点过去。磨磨蹭蹭的做什么？连太后的话都敢不听，还请示我，太后生气了怎么办？是个俊俏端方的小郎君，不愧是广德你的儿子。赵钱受宠若惊，他很少受到夸奖。赵钱，太后和你说话呢，你就闷在那里，不知道回话吗？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你都忘了吗？回话。谢谢外祖母。声音这么小谁听得见？大声点去谢，但是不许吼。广德，虽然道理是说当面教子，但仁寿殿是你管教孩子的地方吗？母亲恕罪，儿惶恐。哀家和你说话稍稍冷肃些，你就惶恐了。那孩子被你训上一顿，能不害怕？孩子是这样教的吗？哀家和你阿娘以前是这个态度对你的吗？
母亲，这也不怪儿臣。您看玉儿活泼懂事，臣就从来不会训她。昨个儿就说了，赵钱她沉闷的跟个老头子似的。这多乖的小男孩呀，这叫内向，叫安静，叫腼腆。你这比逼社恐的孩子过年叫亲戚还过分，为什么人家就一定要活泼讨喜会说话？儿臣也实在是没办法，根本教不了他。就不能接受性格不同的孩子吗？你连正常的对你的娃都做不到，为什么要生啊？你生孩子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出气筒吗？太后也不理解，可她怕伤到孩子的心，便让工人领着孩子下去，留着广德长公主在店里单独问话。浅儿是做了什么让你厌恶的事吗？广德，你别不承认，你对2个孩子的态度差别太大了。母亲，你以为儿臣不想疼钱儿吗？他也是儿臣身上掉下来的肉，儿臣也想对他和对月儿一样，都是儿臣的孩子，儿臣能不心疼吗？是钱儿他和我不亲呢，月儿是儿臣从出生起就带在身边的，他的每一件衣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儿臣亲自选、亲自教的。但是钱儿他……长公主一股脑把驸马出轨的事抖了出来。哎呀呀，妈呀呀！厌恶赵钱竟是因为他长得笑似驸马，这也太狗血了吧！你自轻自贱可以，但偏偏你生在了皇室，你是贝家的长公主，你的纵容会让其他的驸马以为公主可以肆意践踏。阿兄，你是要惩治驸马吗？不行的，他是玉儿的亲生父亲，如果玉儿知道他因为我告状被惩罚的话，玉儿会怪我的。皇帝不理解，孩子因为父亲伤害了母亲而被舅舅惩罚，然后责怪母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孩子要来干什么？直接打1顿，若打1顿还不清醒，那就打2顿。蒋公公，奴家在。你带朕的圣旨和御林军去拿人，他既然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那就别要那玩意儿了。遵旨。大胆，哪个不要命的刁奴敢来随意打扰？对不住了，驸马爷，是咱家。公公，您这是？陛下有旨，驸马跟着咱家回公主府接旨吧。带走。放开我，我可是广德长公主驸马，狗阉奴，你们竟敢这样对我！等我告诉长公主，你们等着吃挂落吧。最后，赵驸马被抓到了牢房，被绑在了刑架上，围观的都是在京城的各位驸马爷。蒋公公清了清嗓子，说道：陛下令诸位贵人前来的目的，便是关心广德长公主驸马公然豢养外室，陛下下令公主休夫，并施以宫刑，望各位驸马爷以此为戒，待公主因殷勤侍奉，无有违逆。公公，豢养外室确实有过，但施以宫刑，是否太过残忍了？陛下说了，若是哪位觉得残忍，可怜赵驸马，就上来带他受刑。不残忍，不残忍，一点都不残忍，是他罪有应得。赵郎君，行刑的人都是练过的，这把刀阉了不少人了，或许都是咱家用过的呢。很快，您就会成为和咱家一样的阉奴了。伴随着一声惨叫和流出来的鲜血，驸马们当下一紧，许多人甚至在回想自己以前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还能不能补救。此时，周欢九下学回来，准备抽出一天唯一的一点玩耍时间，若胖宝宝被进出。你是谁？哎，岳郎君，这位是周小娘子，是太后殿下的侄女。哦，就是外祖母那个已经被贬为贱民的弟弟生的吗？进宫后第一次感受到恶意的小姑娘，顿时就红了眼眶。弟弟说话怎能如此无礼，还不给周小娘子道歉？就你也敢说我？信不信我告诉阿娘，让她打你手心？赵钱知道赵玉根本不怕他，只能自己给周欢九赔礼。抱歉，周小娘子，我代弟弟向你道歉。明明是他说话无礼，为什么要你道歉？你给本姑娘道歉。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啊！你阿耶就是贱民，你就是贱民生的，贱民。机灵的工人已经去正殿汇报了。太后，玉小郎君和周小娘子在花园里吵起来了。吵起来了？吵架也太没意思了，打起来！被进出幸灾乐祸的不行。月儿在那边和另一个小家伙吵起来了，咱们也去看看热闹。吵起来了，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小孩，竟敢在仁寿殿撒野？玉儿自幼乖巧胆小，一定要吃亏的。母亲，我们赶紧去看看吧。吃亏？乖巧胆小？这滤镜后的都看不清脸了吧？你说你娘是长公主，看不起我父亲是庶民，但你一来就歧视我的出身，一点都看不出是公主之子，长公主也太惨了。怎么有你这个猪一样的孩子？你也就一个娘能拿得出手了，你又算的什么玩意儿，有资格歧视别人？
何不以逆自照？长公主不顾规矩，直接冲上去一把推倒阿娘，不怕不怕，阿娘在呢。母亲，玉儿进宫第一天就被人辱骂，儿怎么放心？怎么敢让她继续住在人寿殿里？你是在威胁哀家？广德长公主终于清醒了一下，太后是纵容她，但还是有限度的。弟弟被欺负了，你就在一边看着，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阿娘，是弟弟先欺负周小娘子的。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现在就学会胳膊肘往外拐了。老娘白养你6年了，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养到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外人欺负你弟弟的吗？面对母亲的责骂，赵钱只能哑口无言，而贝静初要骂人了，虽然他只能用英语。他没有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冤枉他呀？你真的是他的亲生阿娘吗？我阿娘说，没有做母亲的不疼自己孩子的，你一点都不疼他，他是你捡的吗？长公主的脸色随着她的话越变越难看。不懂尊卑，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母亲，这是哪家的孩子？是哀家的侄女。既然如此，罪臣之女也敢和玉儿叫嚣？母亲，您怎么能忍受人寿殿中如此不成规矩？不愧是能带出赵玉这种熊孩子的，我早就该明白的，熊孩子身后必定有一个熊家长，要不然熊孩子第一次作妖的时候就被教育了。九儿是哀家的侄女，按辈分来说是你的表妹，是赵玉的表姨。你要说规矩，赵玉不敬长辈，岂不是错处更大？我是你们的表姨。他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惑。母亲，再闹就把你的宝贝疙瘩领回去，弘文馆就别想进了。哀家的人寿殿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长公主不敢再闹了，狠狠地瞪了周欢九一眼，周欢九则回了他一个鬼脸。贝静初兴奋地舞动自己的小手，精彩，太精彩了！赵玉整天凑在太后身边卖乖，因为她长得像邱贵妃，即使知道她品行不怎么样，太后也没有太扫脸色。但更让她心疼的是另一个只会静静站在一边不敢动的孩子。倩儿，你过来。外祖母，玉儿想挨着您坐。太后身边是周欢九，只有这一个位置了。玉儿乖，把早膳放到你房里吃如何？好的。赵玉被之走后，赵钱这才走了过来，但他不敢坐下，规规矩矩地站着，微微颤动的睫毛显示出他的不安。这是受了多少气呀，好可怜的娃。刚刚看你也是想过来的，为什么不说呢？阿娘说过，弟弟小，做兄长的要让着弟弟，不能和弟弟抢。弟弟是小，但你也就比他大了2岁，也是个小孩子呢，有什么让不让的？想要什么就大声说出来，能不能满足是大人的事，小孩子只需要说出来。想要什么就说的话，我是不是想要大母库房里的好东西也会给我的呢？先定一个小目标，搬空大母的库房。有你是我的福气，不，有你我是真福气。可是阿娘看见了，一定会骂我的。没事，外祖母是你阿娘的阿娘，以后你放心大胆地说，她要是骂你，外祖母把她赶出去。赵钱在大母去世以后，再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用完早膳之后，赵钱和赵玉在仁寿殿的后院里玩，主要是赵玉在玩。弟弟，你注意一下，花瓣都被你弄下来了，外祖母知道会生气的。花本来就是要谢的，落一点儿怎么了？赵玉继续野猴子似的窜上窜下，一不注意，当的一声，摔得结结实实。赵钱连100都顾不上提，直接就跑过去。赵钱，你给你弟弟做了什么？长公主正好看到这一幕。不是，阿娘，我没有。长公主跑过来，抱起地上的赵玉，她伤口处一行鲜血流了下来。阿娘，不是我，真的不是我。长公主不由分说给了她一巴掌，力道之大，赵钱的左耳一声巨响，随后陷入了沉寂。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我本以为你只是性格沉闷，没想到做人都不行，品行是人之根本。就算不是你做的，你就在弟弟身边，都不能看好弟弟，那就是你这个做兄长的过失。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熟悉的厉声呵斥从右耳传来，左耳寂静无声。而赵钱的脑子现在也消化不了那些话的信息，他只看着眼前的妇人如怪物般一张一合的嘴，凶暴的、狞恶的、丑陋的、歇斯底里的。此刻他心底有什么东西碎了，或许那个东西叫孩子对母亲的期盼。他第一次没有再听母亲的话，傻傻的罚站思过。这是咋回事？失魂落魄的，不是又被广德长公主骂了吧？也对，长公主一进来就说是赵钱把赵玉推地上了，让人赶紧去请太医。呵呵，本宝宝一个字都不信，就他那听话的乖乖样，敢推赵玉，
我阿耶突然好色了，都比这可信。陛下可是受了寒，要召御医吗？不用，一响二骂三惦记，是哪个龟孙儿在骂朕？我不是让你在那里面闭思过吗？你现在翅膀硬了，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怎么回事？母亲不用担心，是儿臣给了钱儿一点小教训，这宫里没人敢对他动手的。废话，用你说，除了你，谁会打才6岁的孩子？连被称为暴君的我阿耶也不会对质子下狠手的。救命啊！他耳朵流血了。倩儿，你左耳如何？回外祖母，听不见了。把亲生儿子打聋，你是吗？还是人吗？虎毒还不食子呢，畜生都干不出来，我真的……赶快去传沈太医。吩咐完之后，太后转过头怒视着广德长公主。长公主此时表情呆滞。阿娘，我疼！长公主猛然惊醒，她终于放下诏狱，疾步走到赵钱面前。钱儿，对不起钱儿，阿娘不是有意的，阿娘只是太生气了，气你推了弟弟，不是真的要伤着你耳朵的。赵钱下意识地后退几步。够了，广德，你回去。倩儿现在不想看见你。母亲，回去。幸好治疗早，小郎君还能恢复，但至少要3个月才行。能恢复就好，能恢复就好。但是赵钱的反应却平淡的不正常，像是不在乎自己的耳朵还能不能听见一样。绝对是心理不正常了，也是，还能听见又怎样？想到自己有这么一个母亲，对未来都绝望了吧？别到时候抑郁了，别人还当他中邪了，当成疯病来治。太后也觉得不行，再这么下去，好好一个孩子，不知道被广德长公主折腾成什么样。哀家见你也不是很想要这个孩子，既然你不想做他的母亲，以后他就不是你的孩子了。母亲，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既然他的亲娘不像个娘，哀家就给他找个合格的娘。母亲，儿是他的亲娘，谁还能比儿更疼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待娥？谁？就连哀家都比你更疼他。钱儿，你愿意换个养母吗？我要换。你什么意思？你是不要阿娘了吗？对，我不要你了，我宁愿没有阿娘，也不要你做阿娘。好，果然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连亲娘都不喜欢你。你觉得你这种性子，养娘能有多疼你？你就去吧，到时候别回来求我。母亲，儿臣先回去看月儿了。赵钱在原著里的结局是抑郁而死，现在小可怜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本宝宝要多喝几口奶庆祝一下。收到了太后传诏，咸宁公主从男宠的胸肌上爬起来，收拾收拾就进了宫。哀家要是不召你来，你早就乐不思蜀，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吧。瞧您说的，儿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也不能忘记母亲啊。新的面首练了一身结实的肌肉，让他迷恋了好一阵，确实没想起来给太后请安的事。上次见咱们大公主还是满月的时候，一转眼又长大了一圈，瞧这小模样，儿真是羡慕阿兄。哈哈，已经被夸习惯的啦，没感觉的啦，我就是无敌的小可爱。馋孩子了，你自己又不肯生。母亲，生孩子多疼啊！你也知道，儿的生母就是难产去世的。这妇人生产，可不看你身份尊不尊贵，是公主还是皇后，该死的都得死。而且宗室的子嗣已经泛滥了，您就别催了。就是，戴母当时生完我阿耶之后，不是也开始用吸鸡丸了吗？要不是为了皇位必须生一个，你估计也是不想生的呀。有这功夫，您还是去催阿兄吧。他一个皇帝，却还只有一个孩子，催了他就不能催我了哟。话说吸鸡丸这种好东西，用了以后就生不了孩子，而且可以保容光焕发、青春美貌。这种仙品怎么就失传了呢？还好这里有。显着你了是吧，小显眼包？不催你，这次召你就是给你送孩子的。还有这等好事，您莫不是拿儿打趣呢？爱要不要？儿总得知道是谁吧，不然总觉得您没憋好屁。哀家在你心里就是这个形象。咸宁公主肯定的点了点头，太后也是无语。于是太后给咸宁公主说了赵钱的事。不过儿也没生养过，不知道有双子的母亲是什么心态，但钱儿来儿这里的话，只会是独子。多谢母亲，头一个就想到了儿。去见见钱儿吧，那孩子现在刚经历变故，心里肯定不安。阿娘，药好苦啊，月儿可不可以不喝？良药苦口，喝了要你的伤才好得快。月儿也不想变成一个小傻子吧。
玉儿不想变成小傻子，有没有甜甜的药啊？怎么可能有甜的药？我们玉儿是小男子汉，最勇敢了，一定可以克服这一点小小的困难的，对吗？他对着小儿子说话一直都是温柔又耐心，而赵钱就像一个阴沟里的老鼠，偷看着他们的母子亲情，只是麻木地瞥了一眼就走了。而广德长公主那一句亲娘都不喜欢你，谁又会喜欢你？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里。像我这样的小孩，真的会有人愿意收养我做我的母亲吗？如果没有人愿意收留我，我还是要回到公主府的。但是已经撕破脸了，再回去，我的日子想必只会比以前更难过。如果你现在反悔了，我还能原谅你。最不想听的声音出现了，他抬头看见那个恶毒的女人走进来。反悔吗？我只后悔为什么投生到你的肚里。你不喜欢我这个儿子，我也不想再要你这个母亲。但如果真的没有人愿意收养我，或许此刻是最好的反悔机会。还挺热闹，阿紫也在这儿啊。只见另一道身影款款走了进来，广德长公主回头，脸上挂起笑意。阿妹来了呀，你今日是来给母亲请安的吗？哈哈，当然是来看我儿子的了。悬着的石头落了地，赵钱知道自己的未来有了另一个归处。阿管，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阿紫，是钱儿伤了耳朵，不是你伤了耳朵，怎么还听不清楚话呢？阿管，我是你的阿紫，你竟然要与我抢孩子吗？阿紫，谢谢你给我生了个儿子。广德长公主要气炸了，张嘴想说什么，这时太监端了一碗药过来。大郎，该喝药了。快喝吧，钱儿，凉了就不好喝了。说的这是什么话？热的也不好喝啊。大人都更喜欢勇敢的，不怕吃苦的小孩。我要在新的养母面前留一个好印象。可这实在苦的不行啊，我还是喝不下去。钱儿怎么不喝了？小孩子怕苦不想喝药，你问他怎么不喝了？阿紫啊，这是你亲生的吗？连他怕苦都不知道，都看不出来？难道说他以前喝药的时候你都没看过？还是钱儿长到6岁了才生这一次病？哎呀，长这么大才病一次，我们钱儿身体真好呢。广德长公主脸都黑了，想辩解却不知道说什么。她真的对这个孩子漠视了太多。你等着，我去太后那里给你薅一把蜜饯过来。碍事的走了，广德长公主蹲到赵钱面前。钱儿，阿娘知道之前冷落了你，世界上不会有人比亲娘对你更好的。你和阿娘回去吧。他目光纯恳，似是真的悔过，但知道他怕苦，一个是嘴上说的好听话，一个却是去薅太后的蜜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先生前几天刚教我们的。等咸宁公主回来的时候，赵钱嘴里的苦味早已经散了，但蜜饯的甜味还是让他很开心，代表着不在乎。钱儿，他刚刚认下你，自然会对你上心，但到底只是姨母，你觉得他真能待你视如己出，待你好一辈子吗？什么姨母，叫阿娘。阿娘，哎，钱儿乖。被晾在一旁的广德长公主紧紧地握住拳头，长长的指甲把肉掐出深深的凹痕。到了用膳的时辰，咸宁公主牵着贝钱过来，因小辈都是要向长辈请安的，但是到了广德长公主这里，贝钱卡住了。乖钱儿，叫姨母。贝尽管你别太过分，让我的亲生儿子唤我姨母，你不要太得寸进尺了。贝尽管看他跳脚的样子，依旧是云淡风轻。姨母啊！他的选择坚定，用了一只耳朵差点失聪的代价换回的爬出深渊的机会，他为什么要回去？赵钱，生养之恩大于天，我生你出来，我10月怀胎生你出来，你这一辈都是欠我的。我对他而言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出气工具吗？不然为什么可以在我生病受伤的时候毫不关心？可他现在又为何这样呢？你要走，那你拿什么来还你的母亲？你有本事去死啊！广德，越说越不像话了。认养一事是哀家做主的，你有什么冲着哀家来诅咒自己亲儿去死？你还说你配为母亲？母亲，你答应过我阿娘会好好照顾我，护我一辈子的，她是为你顶罪死的。突然听到宫廷密文，咸宁公主一惊，昔日邱贵妃之死竟有这等隐情。现在你却要把我的孩子送给别人，你答应过我阿娘的，你说她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那张极相似邱贵妃的脸上满是怨恨，太后闭上眼，不愿再看。把她带下去，让她好生静一静。广德迟早有一天会明白的，哀家是为他好，要是一直被他有意无意的搓磨着，到时候真出了事，再悔恨也弥补不了了。外祖母，你别伤心，还有玉儿会乖乖陪着你的。难怪钱儿争不过这小子呢，看看这抓紧时间讨好人的机灵劲儿，知道谁才是最大的那个。而钱儿呢，低着头一个劲儿的抠手指甲呢。哎，傻点儿就傻点儿吧，也不能退货不是。你不是嘲讽我父亲是庶民吗？我同窗们都告诉我了，
现在你父亲不仅是庶民，还是太监。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信不信我告诉我阿娘，让她打你？你父亲已经被休了，他现在不是驸马了，他现在就是庶民了。你胡说，阿娘不可能休我阿耶的。你还不信呢？不仅把他休了，他现在还是太监了。太监是什么意思？就是男孩子尿尿的那个地方没有了，我那些同窗是这么说的。你闭嘴！我阿耶怎么可能没有尿尿的地方？他气急败坏地冲过来就想打周欢九，周欢九一闪，接着摔了个狗吃屎。来啊，打不着。赵玉哭天喊地的找娘去了。玉小郎君不要硬闯，先让奴才通报太后宫殿，怎可随意进出？但是听说父亲被休，还变成了太监的赵玉，此时不管不顾的。阿娘，你们这些坏人，我要让阿娘打你们板子！阿娘，我要我阿娘！熊孩子的嗓门特别大，把正在睡觉的贝静初都吵醒了。烦不烦呐？老娘要睡觉，知不知道婴儿睡眠不够是会变笨的？我不想变得像你一样白痴，好不好？这是叫魂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爹死了呢。广德，玉儿这是怎么了？声音都把大公主吵醒了。母亲，宣玉儿进来吧。她平时很懂事的，现在花儿的声音如此急切，想必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有大瓜吃？不然不是白醒了吗？赵玉被放进来，被父亲的遭遇弄昏了头，连之前交的行礼都忘了，直接冲着广德长公主就喊：阿娘，你凭什么休了阿耶？玉儿在太后面前怎可无礼？你在外面就大吼大闹，还吵醒了大公主，进来以后甚至连行礼都忘了。你在家里的时候是怎么跟阿娘保证的？我不管，阿娘，你是不是真的休了阿耶？你和阿耶和好行不行？你就原谅他吧。阿耶和我说过了，他会改的，我都原谅他了。为什么你不能原谅他？我说怎么跟死了爹一样叫，结果不是死了爹，是淹了爹呀。果然是一物降一物，被钱小可怜被他亲娘弄得死去活来，广德长公主又拿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办法。这孩子虽然一张脸长得笑似邱贵妃，性子却更像他的亲生父亲，反倒是钱儿长相随了驸马，性情却像他的亲外祖母。赵玉又特别崇拜他那个窝囊爹，被养得自私自利。广德长公主身强力壮的时候还好，装的还是乖巧的样子。等他老了，中风瘫了的时候，赵玉连看都不去看他。这时候他倒是想起来大儿子的好了，可是大儿子坟头草都3米高了。听着贝静初的心声，太后更发愁了。好在钱儿现在还活着，只希望他看在广德好歹生他一场的份上管管。而现在能做的，只有让广德早早看清赵玉的心性。赵玉依然在那里无理取闹，不依不饶。玉儿，阿娘问你，如果要在阿娘和阿耶之中选一个人，你选谁？只能选一个人。当然是选阿耶了。你每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人伺候。但我阿耶学问可大了，也有本事，你就只是生了我而已。你们女人除了生孩子带孩子，你还会什么呀？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豁完犊子了。大兄弟，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除了你全是女人？那个姓赵的太监为了拿捏赵玉，背后到底偷偷摸摸的给他灌输了多少脏脑子的糟粕？还好广德长公主不喜欢被钱，她对她爹来说没有价值，不然被钱也得被污染。阿紫胯下生出的血肉被炼化成为了破开他心脏的尖刀，他最宠爱的儿子却瞧不起他。好的那个已经被我薅走了，落到我手里的可是还不回去了。广德长公主伸手想扇这个白眼狼一耳光，可想起了被他打伤耳朵的钱儿，她还是把手缩了回去。不行，小孩子很脆弱，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她愤怒地转过身去，身体都在颤抖。没想到自己一直偏爱宠溺的小儿子，竟然打心眼里瞧不起自己，自己的一腔拳拳之爱，俱都是为了狗。广德长公主一阵眩晕，直接栽倒在地。赶紧传太医。好，既然在你心里，我这个当娘的连你阿耶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那你就去找他吧。赵玉也知道自己刚才心直吐出的真言让广德长公主伤心了，但是为什么会伤心呢？这都是事实啊，渣爹就是这么告诉他的。阿娘，玉儿不是那个意思，玉儿只是想你们继续在一起，玉儿要跟着阿耶。阿娘不是最喜欢玉儿了吗？阿娘就和玉儿一起跟着阿耶呀。已经身心俱疲的长公主却不再被他的撒娇卖乖就糊弄过去。
甚至到现在他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儿。小儿无状，在母亲面前失礼了，再待在仁寿殿，徒惹母亲生气，儿就带他先回赵家去了。太后倒没有不悦，只是知道了广德长公主是如何死的，反倒乐得赵玉提早暴露自己。只愿广德这次清醒一点，不要让哀家再操心了。阿耶，你有没有想育儿？阿耶，你很痛吗？是因为不能尿尿了吗？无言自语，直接往赵飞扬的身上扎。一提这个，他就觉得蛋疼。乖玉儿，阿耶没事。贝景若，你这次就算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你的。分明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你竟然还告到圣上那里，害得本驸马现在没办法出去找女人了。你开心了是吧？没埋，你害得我身体残缺，还想和我续夫妻之情吗？我就算是纯睡觉，也要找别人睡。赵飞扬，你不会以为我这次来是来挽回你的吧？你不怕我真走了，届时玉儿怨恨你吗？本公主是来给你送孩子的，赵玉不愧是你的种，一心想着你，全然不管我和他的母子之情。既然如此，这孩子就给你吧，本公主也不要了。阿娘，你是说你不要玉儿了吗？他看起来相当可怜，换做平时，贝景若早就心软软的去抱他、哄他、安慰他，但是他哄了4年，哄了一条中山狼出来。景若，你怎么能如此狠心？玉儿才4岁，她不能没有娘，你怎么可以抛弃她？赵玉，我问你，父母之间只能选一个，你是选阿耶还是阿娘？我都要，我就是都要嘛。阿娘，你就留下来好吗？你不是最疼玉儿了吗？你不是最爱玉儿了吗？你喜欢玉儿都是假的吗？贝景若已经知道他的选择了，他还是没养熟这个孩子。回到马车里，他蜷缩起身子，掩面痛哭。入宫一趟，他失去了2个孩子。又回到我爹的菜市场了，每次都这么多人的吗？暴君听到小公主心声后，差点忍不住笑出声。皇上，华元郡王在封地遗志超了规格，比肩亲王了，长此以往，必成大患。朕倒是有意削藩，可是离上次先帝削藩也不过10几年，若是每代帝王都削藩一次，那诸王之位不稳，人心浮动，对我月朝江山的稳固不利。诸位爱卿，可有长远根除之策？一众人面面相觑，诸王割据是历朝历代的难题，要是有办法，早就想出来了。这种要对付宗室的事情，也只能私下密谋，不能大声密谋。就这么几个人的脑子，想不出来也是正常的。朕现在还能掌控弹压那些藩王，只是无法给后代铺路。此时解决不了，那就只有看之后的皇帝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不就是推恩令吗？现在的律法都是嫡长子继承大头，甚至全部的家产，代代相传，当然越来越雄厚。皇帝正想让他们都退下，就听到熟悉的童音。你就让那些王爷的其他儿子也继承封地、财产、军队，他们跟猪下崽似的生孩子，一个王爷10几个、20几个儿子，每个给他分一块，只要1代就分解完了。难道你真是个天才？要不是有人看着，他都想把小家伙抱起来一顿狂亲了。下面的臣子们见着皇上的表情，像傻子一样。这是什么很高兴的事吗？这皇上怎么跟中邪了似的？回到中书省的许兰七就接到皇上让他拟稿推恩令的手谕。这是何人想出的法子？兵不血刃的阳谋啊！不是对藩王们说就是要削你的势力，而是状似仁慈的为每个宗室子考虑，让他们也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一旦有了这个律法，藩王要是不执行，第一个闹起来的就是他的儿子们。这个简直是神迹啊！诏书一经发布，朝野震惊，远在封地的郡王们确实都气坏了。华元郡王看着新出的律法，气得手抖，他手一甩，把册子扔在地上。王爷息怒，你没看到这是什么阴招？好一个分而化之！皇帝身边还真是能人辈出，推恩令这种毒计都能想出来，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狗贼想的主意。皇帝也知道把人藏起来啊！要是我知道是谁干的，绝对削了他。而被外界猜测的神秘人正在宣誓殿侧殿喝奶，喝完后还打了一个奶嗝。太羞耻了，跟之前放屁要集中放屁一样，打嗝也攒着打。突然贝静初被一个新瓜震撼到了。好家伙，有情人终成兄妹。皇帝听到心声也觉得惊奇。10几年前，那时候宇季军还不是尚书令，他从地方被提拔入京的途中，谁知遇上了山匪，慌乱中夫人走失，后被人贩子拐走卖给一老汉，结果在生产的时候，宇夫人直接难产没了，还好女婴被收养了。10几年前，那时候朕还是个毛头小子呢。
结果好景不长，遇上灾荒，女孩就趁着宫女小选时进了宫做宫女，还可以补贴恩人家。随后结识了尚书令的长子。不要搞这么刺激呀！救命，这姐妹还是个病娇，下次见面就要出人命了。也怪羽大郎自己，有了喜欢的人还订婚，在你变心之前杀了你，你就永远停留在最爱我的时候了。尚书令羽季军是在当年夺嫡的时候给了朕很大助力的人，不过尚书令之女爱上了尚书令之子，这是什么跟什么？朕的脑子都不够用了。御花园的假山一角，羽大郎和一果卿卿我我，含情脉脉。果妹妹，我心中有你，但宫女都是皇上的女人，我们在一起只能一直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偷偷摸摸的下去，被发现了还会被治罪。大郎，要不我们一起逃离皇宫吧？我要娶妻了，家里已经定了亲事。他家世不错，能给我的官途增添助力。这枚檀木簪还是还给你吧。这是一果的母亲唯一留给他的东西，幸好是木头的，要是金银玉器，当年就被搜刮走了。奴知道的，郎君有难处，奴与郎君能得一段缘分已经是三生之幸，但奴还没有准备好，下次见面后我们再分别好吗？既然我的情被毁了，那你也别想活着了。死在最爱我的时候，也算对我情窦初开的一个圆满。本来羽大郎已经硬下心肠，想着他要是闹的话，到时候事发出来就倒打一耙，把事情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不就是再私会一次吗？这都好多次了，不差这一次，自然可行。一果妹妹，我不会忘记你的，你等我，若是有机会，我会让你到我身边的。一果垂下美眸，真是空泛的、虚无缥缈的承诺，还是死人比较可信。混账东西，你在干什么？一道万分熟悉的声音传来，羽大郎顺着声音看去，眼前顿时一黑，除了对他怒目而视的父亲，还有一个抱着婴孩的男子踱步而来。微臣参见陛下。事已至此，和他同归于尽也好，被判罚也好，反正都是一起死的。雨清，朕可是一接到消息便告知于你了，别说朕不给你面子，如何处置，你拿个主意吧。皇帝看上去很宽宏仁慈的样子，可尚书令吓得腿都软了。羽大郎本来以为大祸临头，却听到陛下说让他父亲拿主意，他瞬间松了一口气。我好歹是亲儿子，肯定是能从轻处罚的，不过回去之后可能免不了一顿家法了，可那也比掉了脑袋要强。笑死，兄妹私通还被暴君当场抓奸，这什么狗血的大瓜呀！逆子无状，祸乱宫规，请陛下赐其鸩酒一杯，以正视听。阿爷，您说什么？尚书令虽然心痛难忍，但舍弃一个儿子，保全羽家没有问题，何况本就是他自己犯的事。爱卿平身吧，看在我们君臣情义上，朕可以饶你家大郎一命，廷杖100便算了吧。阿斗太溜了，廷杖100便算了，可还行？谢主隆恩，蒋公公下手轻点，留他条命。随后便传来棍棒伺候的惨叫声和求饶声。阿爷救我，阿爷救我！这个宫女本该赐死，可日后尚书令知道这人是他的女儿，君臣之间产生嫌隙，那可不好。毕竟趁手的臣子很难得的，可朕也不能直接告诉羽季军这是他女儿吧，这样多少有点突兀。就是那个簪子，姐妹别傻着了，手攥那么紧干嘛呀？把你那个檀木簪子拿出来呀！信物，这是信物啊，不然你就要死翘翘了。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回陛下，是奴婢母亲的遗物，并非宫中财物。尚书令下意识地看了一果一眼，这张脸如此熟悉，再瞟了一眼他手上的东西，竟和他发妻带过的有点像。陛下，臣观此物略感熟悉，不知可令这位娘子将发簪公臣一观。陛下明正，奴婢私通一事无从狡辩，但并未偷窃。此物是王母遗物，上宫局入宫时就有记录的。芜湖刺激，这现场吃瓜的感觉不要太爽。敢问这位娘子芳龄几何？正值28。姨娘现在还好吗？她死了，生我的时候就死了，我没见过她，您问这作何？陛下，惭愧，微臣惭愧，臣自知无言求情，但这位娘子或许是微臣失散的骨肉。说完这句话之后，尚书令羞愧难当，他失散的女儿和他的儿子竟然做苟且之事，他的脸都绿了。臣不求其他，断手断脚，一笔剔骨也好，求陛下网开一面，饶其一条性命，让臣查清身世。先别让他死，我还想看他逆袭成大小姐，打脸那些拐他妈的人贩子呢。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的，那些人不遭报应的话，我又会长乳腺结节的。同上，杖100，留命。一果被压下去的时候，
并没有如羽大郎一般大喊大叫。我的亲生父亲竟然是尚书令，那我以前所面临的那些阻碍、屈辱、难关，岂不是动动手指就能解决了吗？陛下，能否借我几人把这2个逆子抬回去？哈哈哈哈，真是2个坑爹的孩子。外面不管是热闹还是闹腾，都影响不到摘星楼的清静。国师看着命盘的轨迹渐渐偏移，鼻尖传来窗外遥遥的梅香。这次他似乎过得很好，公主殿下万寿长乐，要记得答应我的，不要让我等太久。公主的百日宴上，三三两两的聚在一处寒暄。宴会不是拿来吃饭的，是拿来拓展人脉交情的。弘文祭酒和朝中重臣的关系尤为紧密，他们最得意的子嗣都在弘文馆待着，就连咸宁公主见了他都得上前问候一声。祭酒，为前这孩子出入弘文馆，没添麻烦吧？公主殿下放100个心吧。先生们最近总是和鄙人提这孩子，说是难得教导这么有天资的学生，讲的几乎是一遍就明了，稍加提点就能融会贯通。他近来很受先生们喜欢呐。你是在同我说笑吗？殿下，孩子若是真的聪慧，咱们可不能否定打压他。久而久之，好好的璞玉都被打碎了。贝前这孩子是真有天资，您该骄傲才是。奇怪，贝前在文清书院的时候课业很差，到了人才济济的弘文馆反倒成了前头的。难道现在文清书院的先生们比阿兄找人请的那些大才更有教孩子的能力？不行，本宫得去查一查原因。雷小娘子到了。你是谁呀？我叫雷念儿，是金吾卫大将军的女儿。金吾卫将军是什么呀？是话本新闻里说的那样上战场杀敌的将军吗？我娘跟我讲过，金吾卫掌管宫中和京城巡防，必须是天子最为信赖的武将之一。我叫周欢九，是太后的侄女。那边那个以前很害羞，但不知道最近怎么脸皮变厚了的叫贝前，是咸宁公主的儿子。贝前只能回一个尴尬但不失礼貌的笑。你们忘了我吗？本宝宝才是今天的主角爱，别忘了你们是来陪我玩的呀喂！但是小孩子看见新玩伴总是新奇的，被静初有种被忽略的感觉，只能流着口水在生气。公主殿下是陛下亲自养吗？那她的阿娘呢？公主也有点可怜的，她生母被废进冷宫了。这样吗？听说是想要害公主才被废了。贝前惊讶地看着旁边的小小婴儿，原来她的亲娘也不喜欢她，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惨吧。至少广德长公主并没真心想害我。因为同病相怜，她心里对这个身份尊贵的表妹有了几分亲近。你们不要翻我的黑历史啊！别聊了，来陪我玩呢。算了，没人理宝宝，那就看八卦吧。怎么回事？大白天的闹鬼了！百日宴结束后，雷念儿一副恹恹的样子走出皇宫，贵夫人早已等候多时。怎的啦？在宫里受了委屈吗？阿娘，为什么公主也是庶出，生母还是废妃，却还能过得如此幸福呢？唉，其实真正的差距不在嫡庶之别，但更多的人家根本不重嫡庶，只是看重嫡长子而已。男人若是瞧不起自己的庶出子女，那就不该纳妾生子。难不成孩子是姨娘们一个人就能生下来的吗？生下来就是为了虐待孩子，连畜生都不如。所以阿娘不爱阿耶，念儿能理解阿娘吗？可怜的我的念儿，生到了他的膝下。从前阿娘想过，早知生下你来是让你受苦的，我当初就该寻一碗红花喝了，不该带你来这世上。好在如今熬过去了，所以念儿，不要因为自己的出身看低你自己，这不是你的错，只是女子在家从父，父亲便是天，他喜欢谁，谁就高贵；他厌恶谁，谁就低贱而已。阿娘，如果是女子当权，女子那很多个男人，是不是就没有嫡庶之分了？贵夫人万万没想到，她的思路竟是朝着这样发展的。都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孩子，谁知道生父是谁？岂不就一视同仁了？果然还是小孩子啊，女人怎么可能当权呢？不过念儿已经够懂事了，就让她在长大之前再做几年的梦。你说什么？长公主？早前的母亲竟然是月曹的长公主，完了完了完了！还有在身份为什么不说呢？窦夫子，这是作何？我们文钦书院也是京中难得的好书院，显贵子弟来进学的并不少，何须如此惊讶？院长，是早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家世，突然知道是公主之子，在下才诧异了些。你是赵钱的夫子，对他应当甚为了解。公主有事询问，你随我一同拜会。院长走着走着，后面的脚步声似乎不对，他回头
见窦夫子在后面慢慢磨蹭着，一小步一小步的走。窦夫子，快点，不要让长公主久等。好的，院长。公主殿下，在下文钦书院院长，这位是窦夫子，令郎从前的先生。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前儿这孩子蒙上恩赐，进了弘文馆去。他此前在文钦书院课业奇差，本以为去了也只是凑热闹，不成想祭酒却与我说，这孩子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贝某此番是想了解一下犬子耽误学业的原因，避免重蹈覆辙。对于公主的贴心拜访，窦夫子惊慌失措。兴许是文钦书院的教导方式不适合钱小郎君吧，毕竟弘文馆人才辈出，钱小郎君在那里能发挥出全部的本事也不奇怪了。贤宁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前儿的天资是祭酒亲自肯定过的，只要他认完了字，就算没有先生教导，自己看书也不至于会学得一塌糊涂。窦夫子，贝某好歹是皇家公主，想查一件事不难，你要是今日撒了谎，承担得起贝某的怒火吗？窦夫子的额角瞬间冒出豆大的冷汗。窦夫子，你只需要讲出来你对钱郎君的了解便是了，又不为难你什么，万不可隐瞒于公主殿下。是奴记差了，确实有件事，钱郎君性子文静，和其他的学生相处并不融洽，在书院里难免过激了几分。小孩子嘛，或许因为被影响了心学，就……咸宁公主的眼神越发冰冷，院长似乎意识到什么。快50了，小儿下学的时候到了，就不聊了。阿娘，我回府就没看见您，您今天去哪儿了？是不是又趁着我不在偷偷玩去了？臭小子，老娘要去游了，还需要背着你。阿娘问你进来可有遇到什么事？最奇怪的应该是我能听见大公主的心声，小崽子比嘎那么点儿大，心眼子还挺多，但是这种事还是瞒着吧。那之前呢？阿娘想问什么，直说就是。在文钦书院时，可有人欺负你？可多了呢。那你为何不说呢？都过去了，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说了呀。我从前受的委屈又不止一件，要什么都说，至少得和阿娘讲上个3天3夜也不停歇。那时你为何不告诉你广德姨母？我说了的。那她是怎么处理的？她说，别人为什么不欺负其他人，就欺负你？你这个臭脾气谁会喜欢？你反思一下，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惹了同窗们的不满？你把你这性子改改，连同窗之间都相处不好，玉儿就不会像你这样。那些记忆，贝前以为自己早就忘了，但是回忆起来，又是那么生动地浮现在脑海，宛如昨日发生一样。岂有此理！邱贵妃是个聪明人，怎么就生出贝锦若这个窝囊的蠢货？有娘头真好，如果先生布置的课业再少些的话，就更好了。钱儿，那你就不想报仇吗？就放过那群小畜生了吗？年纪小不是开脱的理由，做错了事就是错，伤害了别人就是伤害。我的钱儿就不是孩子吗？谁放过他了？当然想的，我可是很记仇的人，我都记着呢，只是不急于一时。现在报复能做什么？不过就是通知他们的家人，惩罚他们一顿，打完就过了。那钱儿想怎么做呢？等他们长大懂事后，我把他们的求是之路、生财之道一一掐死，他们不得不来求我这个以前任意欺负的软包子，这才是杀人诛心。而我不会因为他们的祈求就放过他们，就像我求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放过我一样。这是他第一次展示自己的黑暗面，但他知道母亲能接受。钱儿，现在报复和以后报复也可以都要，你就专注课业，阿娘帮你摆平，你只需要享受结果就行。贝尽管拿着名单出去料理那些人，出门就看见了贝锦若，还想找我要儿子呢，合着死缠烂打了是吧？正好我在气头上。阿管，为何不让我把东西送进去？阿紫真是生了个优秀的儿子，你还不知道吧？洪文祭酒同我道了喜，钱儿格外聪颖，在洪文馆学的东西信手拈来，我便奇怪了，为何这孩子以前在文钦书院不行呢？一查才知道，原来是一直被欺负呀。但是长公主之子被欺辱的无心课业，谁有这个胆子？问了钱儿才知道，原来他那个娘有跟没有似的，不仅不帮他撑腰，还反过来训斥他。儿子还记得这事吗？你记得之前钱儿找你求助时，你说的是什么吗？广德长公主的脸色随着她的一字一句逐渐变得煞白一片。既然亲娘不顶用，妹妹这个养娘就有发挥用处的时候了，我得忙着去给钱儿撑场子了，否则别人都以为我的孩子好欺负呢。不过做阿紫的孩子确实好欺负。告辞。被尽管的马车远去，广德长公主站在原地良久，仿佛一塑僵硬的雕像。殿下，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资格做一个母亲？现在想起来，他以前多听话，我看到他那张脸，想起了赵飞扬，对他总是不耐烦。
但除了那张脸，她身上没有一点赵飞扬的影子。为什么我到了现在这种境地才想通呢？她性情不讨喜又怎样？她长相不像我又怎样？当初怀她的时候，我明明只希望她能平平安安长大就好了，为什么等她出生了，我对她的期望越来越多？为什么要因为她没长成我期待的样子就失望呢？他脸颊滑下一道道泪痕，被冬日的寒风吹得发烫。陛下，监察御史秦运、国子监陈洛平、中书右侍尹苗如正等人求见，都传进来吧。这些人干嘛赶场子似的扎堆来呀？陛下，您要给臣等做主啊！呜呼呼，又有八卦可以看了，嘿嘿嘿。停，别哭了，不要耽误朕的时间，有事说事。对着中书令、尚书令这种的心腹，就是一口一个爱卿，一口一个朕不知道该怎样抬举你，而用心之处，朕都体悟得到，把人家唬得一愣一愣的，又骗人家的忠心，哈哈哈哈！这话术真的太牛逼了，完全就是个传销头子。要是你看中的重臣到你面前哭，你说不定还会给他上杯茶摸摸头，然后安慰人家做知心哥哥呢。哈哈哈，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好使的臣子和一般的臣子当然要区别对待了。虽然不知道传销是什么东西，但一定不是什么好话。骂吧骂吧，朕都已经习惯了。陛下，咸宁公主今日带着人强闯文钦书院，把陈孙儿毒打了一顿。臣的孙儿只是个垂髫之童，不知是何缘由，竟要遭公主如此狠辣的毒手。陛下，臣的长子也是，我们诸位都是子孙被咸宁公主打伤的。据说是因为孩子们从前在文钦书院的时候和公主之子起了矛盾，这是何等荒谬啊！陛下，就因为几个小子之间的摩擦，就让公主亲自下场对孩子动手。他甚至还带着部曲来横夺臣等府中财物，简直是强盗手段。公主的部曲本是为了保护公主，却被他用来洗劫臣子家财，这让其他的臣子如何安心？望陛下能替臣等做主，让公主殿下给臣等一个说法。咸宁确实是一个泼皮性子，但也不至于是非不分呀。可被谨若还虐待自己的长子呢，朕这些姊妹能干出这档子事也不足为奇。蒋公公，传咸宁公主。可没成想，咸宁公主早已在殿外等候。陛下，咸宁公主求见。我就知道你们这些老不死的要恶人先告状。我的亲亲姑姑爱，你说话的方式和你的脸不符啊！圣上圣明，妹妹今日出手，并未打残打死那些无状小儿，养上许多天就能养回来了。只不过这些无耻之辈贱妾这次得罪的人多，便仗着人多势众弹劾妾。天子之妹，咸宁公主敬上，请陛下严惩其治下不严，纵逆子孙，欺凌弱小之罪。公主殿下，令郎公主之子如何算是弱小？哼，连公主之子都敢欺辱，苗时宜是否蔑视我辈是皇族？当初令郎并未表明身份，犬子不知其为皇室中人，哪里算得上蔑视皇族？所以你承认纵容子孙欺凌弱小了？不行了，给我笑发财了！这个老头是想笑死我，好继承我的口水兜吗？哈哈哈哈！咸宁公主骄傲地仰着脖子，那眼神仿佛在说：切，一群小垃圾，没一个能打的。公主殿下，您状告臣等，那为何要先将臣等的子孙抓起来动以私刑？我倒想问，你们的那些子孙为什么要欺负我的前儿？为什么要孤立他？为什么要羞辱他？为什么要踢打他？为什么要扯他的头发，撕毁他的书和好不容易做完的课业？为什么要在他的座椅上放铁钉？为什么要抢他的笔、他的银子？他们都不缺这些，却要以抢夺为乐。我率不取，抢了你们的财物，你们便不服，告御状。那小孩子被抢了自己的宝贝，他找谁告状？你想说小孩子能抢的银两不多，不能和那些金银玉器相提并论。我还没有夺走你们的全副身家，孩子身上的那些东西就是他的全部。他被名为同窗，实则恶鬼的人夺走了他的快乐，你们却觉得只是孩子之间的闹剧，不重要。那我伤了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反应怎么就大了呢？你们的孩子是宝，我的孩子就是草吗？这话他们还真不敢接，谁敢说公主的孩子是草？被钱这小子这么惨的吗？这是怎么长大的呀？真是小可怜，还好有了个心嘛。咸宁公主被禁管，滥用不取，确实该罚。妾敢做敢当，自然认罚。我就不信阿兄会为了这些尸位素餐的庸臣大大责罚于我。那就罚你1年俸禄吧。咸宁公主捂着胸口，像是窒息的样子。
钱呐，我的钱呐，1年的俸禄啊，这狗阿兄的心是真狠呐。陛下，这处罚是不是太轻了？你是在质疑朕的决定吗？臣不敢。即日起，你们便告老还乡吧。陛下，臣等才是受害人，为何还要反过来惩处我们？约律中是不是规定过，为官者不得欺压或放纵他人借自己名义欺压百姓？这次可以说是小儿打闹，但更多的是你们未曾归属家眷。幸好贝前是公主之子，才能闹到朕跟前来。若是一平民呢？敲灯闻鼓吗？有几个人敢？若不是咸宁把这事闹出来，朕还不知道你们如此张狂。说起来，朕还该赏他才是。那你倒是赏我呀，赏我呀，把我的钱还回来呀！而此时的臣子们都被训得低着头，他们实在没想到，只是一个小孩子在书院被联合起来欺负了，还能上升到这种高度。朕早看不惯你们这些靠着资历上来，实则不堪大用之人很久了，也不知道先皇当初是怎么选人的，正好揪着这个错误，把官都罢免了，给新生的能人腾位置。进了，还差一点点就能拿到了。眼看金桔就要到手的时候，皇帝却忽然一把将金桔夺走。坏人，暴君，我不要跟你好了。现在你开心了吧？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就这么吃，酸死你！鸭掌齐了吗？就想啃，等会儿给你捣果泥。阿爷最好了，我要和你天下第一最好。你比朕还阴晴不定。带孩子7个月，感觉自己沧桑的跟老了7年似的。阿娘到底是怎么把朕带大了，还没被气死的？陛下，淑妃要生了啊！二胎要出来了吗？皇帝直接站起来，准备去旧日殿，突然想起来自己太激动，忘了还有个崽。回头一看，贝静初眼巴巴的朝他伸出小胳膊。我也要去，带上我吗？皇帝就算是等着妃子产子，还搬了一堆折子来看。我这劳碌命的阿耶，像极了我等公交时趴在站牌旁边写作业的样子。贝静初第一次见妇人生产，有不少盆血水被端出来，又一盆盆干净的水被送进去，但是没有听到淑妃叫喊的声音。怎么没声啊？不会是晕过去了吧？为什么要有声音？生孩子又不是靠喊。陛下，母女平安，恭贺陛下喜得公主。虽然他更想要个皇子，但能多一个活着的孩子也满足了。皇帝走过去时，才听到婴儿的哭声，跟小猫一样响声。如此瘦小，养才女到底是怎么养胎的？咦，好丑，怎么像个马喽？你礼貌吗？总觉得你说的不是什么好词。将二公主抱去公主殿吧。刚生产完的养才女强撑着一口气问进来的宫女：怎么样？陛下是什么反应？陛下见二公主体弱，很是生气。那二公主呢？怎么没抱进来？是陛下看着觉得担心，决定也亲自照顾吗？未曾，公主已经被送去公主殿了。什么？本宫10月怀胎的孩子，陛下为何要将她送去公主殿？养才女是不能将公主带在身边的，这是规矩。而且您现在也不能再称本宫了。你叫我什么？养才女，陛下有令，您谋害大公主，被贬为才女，产后执行，要求瞒着您，是为保您不动胎气。您不会真以为伤害公主是可以轻轻接过的吧？不可能，定然是你这贱婢在胡言乱语。本宫先为陛下诞下皇子，现在才为陛下诞下公主。陛下不可能这么对我，我要去找陛下。宫女没有理他，继续收拾东西，因为才女是没有贴身宫女的。养才女刚起身，脚踩到地上就摔倒了，但是周围宫人冷眼旁观，没有人去扶她。原来是秋后算账了，陛下还是没有给我一次机会。杨家呢？我的娘家呢？哼，当然是被您连累，满门抄斩了。陛下，大喜呀！张婕妤、吴美人2位都有喜了。艾玛高兴傻了，完犊子了，一国之君成傻子了。皇帝在小家伙的腹诽中无语地反应了过来，这小家伙是一点都不担心朕孩子多了以后没那么宠他了呀？到底谁傻？知会芳妃一声，晋章是无事为非。不过先你指晋芳妃为贵妃，毕竟芳妃对初初的喜爱绝对不是装出来的。又是熟悉的晋升流程，怀孕了封妃，生下来了封四妃。之前那个贵妃和淑妃就是这样，之前的英妃和丽妃也是这样，一点新花样都没有，没意思，没意思。小家伙的吐槽他已经习惯了，就是有点不对劲，心声似乎越来越小。陛下，公主爬走了。他猛地看过去，只见贝静初挥着短手短腿，已经爬出宣誓殿了。
这小家伙骨骼如此惊奇，竟然从摇篮里爬出来了，去抱过来啊！你们也不拦着？我也想拦着，但是小公主完全不像个才会爬的婴儿，一溜烟就窜出去老远了。等我看见的时候，都已经到宣誓殿正中了。嘿咻嘿咻，这系统出品的武力符就是好用，感觉我的手脚可有劲了。眼看着是爬到外面天空下了，就被蒋公公在后面抱了起来，将要迎接皇帝的死亡射线。自从小兔崽子会爬以后，除非他睡了，不然不可能在他的小窝里找到人。陛下，公主在那。贝静初突然脑袋上感觉毛毛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盯着。他一抬头，发现阿耶正嫌弃地皱着眉头看着他和他手里的瓷俑。这个瓷俑湿哒哒的，全是口水，看来不能要了，糟心呐！贝静初抠抠脑袋，乖巧地爬到皇帝身边去。阿耶，抱！这叫人怎么气得起来？而且皇帝本来也没生气。妹妹也有名字了，叫贝烟雨。知道了，快把我放下来，让我自己再出去转转。这个月我已经快把宣誓殿的边边角角都爬完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哪是哪。什么时候才能去外面呢？初，阿耶带你去看妹妹。刚出生的马喽？啊不，刚出生的妹妹不要扔，养着养着就好看了。陛下，二公主还在睡觉。把我放下来，我要自己爬。好在公主殿的地，朕特意交代一定要擦干净。小兔崽子自从会爬了以后，在手上都待不住了。贝静初嘿咻嘿咻的爬到妹妹旁边，小婴儿还在睡。怎么每次过来都在睡？生前何须久睡，死后必将长眠。别睡了，起来嗨呀！你自己也天天睡老久，还吐槽别人。不过贝静初也没有去吵醒妹妹，就是在她周围爬来爬去，跟女巫做法似的绕圈圈，似乎感觉到了姐姐的怨念。贝烟雨睁开不怎么清醒的眼睛，在外头就听见两个小家伙的笑声了，哀家就知道你把初儿也带过来了。贝静初努力伸长脖子去看她后面，别看了，你舅舅表姑来不了了，是被先生罚留堂了，过不来的。果然快乐是建立在周欢九的痛苦上的。太后，咸宁公主携驸马求见，驸马是带着伤来的，两人似乎是闹了矛盾。瞧这说话的艺术，两人似乎是闹了矛盾，明明就是我的好姑姑把驸马又压着揍了一顿吧，哈哈哈。阿管聪明，知道朕不喜欢处理他们这些家长里短的事，跑来叨扰阿娘。阿娘先去吧，朕也该回去了。初肯定也想凑热闹，阿娘完事了以后再派人把初送回来吧。不是，我想凑热闹的心这么明显的吗？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不是，我还不会说话呢，觉得自己被嫌弃了是怎么回事？这熊猫眼好对称哦。说吧，你二人怎么回事？禀太后殿下，臣有幸被选为驸马都尉，自当万分荣幸。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咸宁公主不愿孕育子嗣，皇家又不许臣等纳妾，就算过继了一个卑妾，那也不是臣的亲生血脉，还随皇姓。臣不敢要求公主为臣孕子，哪怕这是为妻子应尽的义务。臣只想求那几房妾室延绵子嗣，不让封家绝后。可公主自己一边面手速度，一边又不许臣纳妾，臣只提了一句，便将臣打成这样。让你读书，你非要说魏主好，多读点书吧，我的驸马。带你出去我都嫌丢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慎不告而取，是为无后。意思是不孝有三，未尽到后辈的责任是最大，慎不告而取，没有尽到孝道，没有尽到后辈的责任。看你肚子里那2两墨水叮当响，也就一张脸还能看。本公主就算想跟你聊人生哲理、诗词歌赋都聊不起来。要是孩子继承了你的脑子，本公主会被气死的，连闺房之乐都玩不明白，还想生孩子。咸宁，收敛一点，房中之事还是私下说吧。母亲，儿说了不想生孩子，再说了，如果儿生了个亲生的，难保钱儿不会痴心。这孩子好不容易才解开心结，到时候一个不慎疏漏了，又给他打回原样去，那得怄死。驸马想要后代也是人之常情，那妾也是绝不允许的。开了这个先例，以后就会得寸进尺，不如就让儿和离了吧。准了，离个婚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不是，太后殿下，臣没想和离呀。他本就是胸无点墨，全靠着父亲是先帝心腹才娶到了公主。可一朝天子一朝臣，他的所有富贵以前靠父亲，后来靠妻子。怎么既想占着驸马都尉的荣誉，还想纳妾生子？
猪脑子，美的你呢，滚回去写和离书，不然我就休夫了。不言。哼。娘子。哼。小甜甜。哼。我发誓以后绝不拿钱，绝不再起二线，绝对将被钱视如己错。求你别休夫好吗？行了，哭哭啼啼的让人看笑话，赶紧把眼泪擦擦，出去被人看到了，又该笑话你了。你是我的驸马，可不能让别人笑话。公主你真好，你这么好，我竟然还想耐铁，我真是太不是东西了。这 CPU 的手法也太熟练了吧？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此刻太后也震惊到合不拢嘴，只是略显平静罢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还有事和母亲谈。好的，小婉婉。冯驸马抽抽搭搭的走了，甚至略显娇羞。不是，既然你拿捏他杠杠低，他怎么还总搞事呢？咸宁啊，驸马这么听你话，怎么还总是出来闹腾呢？母亲也能看出来，他脑子不是很聪明，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几个月就又抽风了。既如此，你和离了也行啊，一了百了。你也知道儿的公主府面首不少，驸马之位备战着时还好，要是空出来了，那群美人天天争风吃醋要上位，儿的老腰消受不起。驸马脑子虽然不行，脸还是不错的，跟养一个笨蛋小狗差不多，看他时不时的作妖，就当逗闷子嘞，收拾起来也不麻烦。所以你们就来麻烦哀家。推的一环。儿说和离，他还以为儿是在唬他呢，换成您来讲，他直接就吓傻了。而且儿这不是怕您在宫里无聊，特意给您找点乐子吗？哀家真是谢谢你了，母亲。而这次找您确实有件要事，而有意为前儿请的爵位。而知道公主之子也不是个个都能封爵的，要么是自身功勋，要么是母亲荣宠，而自认没那个脸皮。但前儿虽然认在我名下了，也改不了是锦若阿紫所出。赵玉那小子明显是个靠不住的，锦若阿紫晚年也只能靠前儿了。贝尽管用力捏着拳头，要承认自己养的优秀健康的孩子生母是别人，他不太高兴，但他要为前儿争所能争得的最高的地位。母亲，邱贵妃一定希望锦若阿紫晚年可以安度的，哀家会交代皇帝的。于是太后亲自把贝静初送回了御书房，顺便和皇帝说起这件事。那就给个爵位吧，魏前本来就是皇室血脉。阿娘，你看阿管如此自在，你要不要也找几个面首？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阿爷已经故去多年，再说了，做后妃侍奉君王，哪里有咬面首让人侍候来的快意？阿娘抚育朕长大，连这点都享受不了，那朕这个做儿子的也太不孝了。可是你对你阿爷也太孝了。阿娘喜欢什么类型的？要不朕先给你找两个试试，还是别找太多了，先一两个吧，太张扬了不太好。你也知道不太好啊，可是莫名心动是怎么回事？可是将来若到地下见了先皇，那怎么说好？都篡位屠龙了，找个男人还纠结什么？先找两个吧，哀家也想试试别人为我争风吃醋的感觉。安排。一段时间后，太后的男宠被伪装成太监送进了仁寿殿。这天，贝静初吃饱喝足，可皇帝还在看奏折。一旁的蒋公公欲言又止。午餐的时间都快过了，皇上还没吃饭。可皇上如此专注，奴家不敢打扰，怕被拖下去打板子。阿爷吃饭，阿爷。这一声和心声不一样，小孩子稚嫩的声音在耳边炸响。他猛然回头，这是朕第一次听到小孩子真正叫自己阿爷，突然好激动。阿爷在，吃换换。走，用膳去。你看着朕吃，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出好，阿爷坏啊！对，阿爷大母姨，不说话以后，贝静初就陷入了叫人的日子，唯独周欢九在他这里没听到想要的。初叫表姑，99叫表姑，99表姑99。行吧，99就99吧。99，你肿么啦？今天怎么不高兴呀？是有谁欺负你了吗？给长姑讲讲。没谁欺负我，我可是长姑的侄女，谁敢欺负我？就是我觉得怪怪的。学堂里有个同窗被其他人欺负，我看不过去给他出头，他十分感激我，我们就成了朋友。然后我知道了欺负他的那个人，他们两家不对付，能进弘文馆的家世都不差，他却不敢吭声，就一直被骂。他是我的朋友啊，我当然看不过，我就帮他。可是每次我帮他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说，算了吧，大家都是同窗，
他说九九你大度一点，一点小事就别计较了。周欢九拧着秀气的眉毛，陷入了纠结。明明我是在帮他啊，为什么说我计较呢？而且因为这个，我在学堂的风评变成了的礼不饶人的人，大家反倒夸他君子之风，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个大气量的人。太后一听就知道那个学生是打的什么主意，但他还没来得及开解周欢九，贝静初已经爬过去了。九九，傻傻的，你礼貌吗？傻九九哦，这根本不是朋友，这是一边劝你息事宁人，一边心安理得享受你带来的好处。是借朋友之名，踩着你来抬高他的名声啊！连楚楚都看出九九傻傻的了，楚楚真聪明。太后不知道周欢九能听到心声，再给他分析了一遍。周欢九显然听进去了。今天的九九不是昨天的九九了。这时，齐云屁颠屁颠的迎了上来。九九，昨天的事你别生气了，我只是胆子小，不敢和他们起冲突。殷楚的父亲是门下侍中，官行宰相职，我家得罪不起，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这话的时候很真挚，看上去是掏心掏肺的为你好。吃过亏的周欢九没有搭理他，往背前的方向走去。喝茶呀，这养生养得太早了吧你？你不懂，家里的面首叔叔们说了，男人要身体好，未来夫人才会喜欢。九九，你还在生气吗？见周欢九不理他，齐云也来了脾气。那算了，本来我以为你是好人，把你当朋友的，没想到你竟然这样。说完扭头就走了。你别追。殷楚的父亲是门下侍中，齐家空有爵位，但他父亲是个尚书，实权方面被殷家压了一头。齐云应当是不想直接和殷楚起冲突，但又想压殷楚一头，而你背靠太后，身世上能压住殷楚的，在整个弘文馆里只有你。他当时究竟是被欺负，还是故意挑起殷楚的怒火，利用你一点就着的脾气和过于浓厚的正义感，让你替他出头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九啊，你长点心吧。不是，你为什么能看出这些弯弯绕绕？你这样显得我很大爱。还有，那你怎么现在才说？看我这么多天犯蠢很好玩是吗？挺好玩的。你一点都不礼貌，我可是你表姨。我前几天和你说，你听得进去吗？你那时保护欲爆棚，以为他真是什么小可怜，对他不好的见谁咬谁。我要是提醒你，就你这傻兮兮的样子，定会觉得我也对他有偏见，故意针对他。也不知道你怎么回过味来的。周欢九低头沉默，他实在不好意思说是才9个月的小公主提醒他的，真的太丢人了。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些的？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因为小爷聪明。切，显得你了。本公主能站起来了。九九快过来，看楚楚能站了。周欢九丢下书箱跑过来，被他期待的注视着，贝静初有点不好意思。别这么看着我呀，压力很大啊。婴儿的腿脚站起来还有点费力，贝静初尽力多站了一会儿，觉得腿软了就坐下了。太厉害了，初初会站了，比你阿耶站得早，肯定很快就能走路了。到时候就可以撒丫子到处跑了，他们就管不了我了。你想多了，离翅膀硬还早得很呢。这段时间贝静初自己扶着墙练习站，慢慢的1个月之后可以扶着墙走了。周欢九又一次回来吸小宝宝的小脚丫，怎么有点酸唧唧的？你走开，大母救命呀！有喜欢闻小孩脚的变态呀！贝静初用自己最擅长的爬，嘿咻嘿咻的快速远离变态九九。九儿，你最近是有了什么特殊的癖好吗？我没有长菇，是楚楚的脚臭了。以前是奶香奶香的，现在是奶臭奶臭的。不臭。我来闻一下，确实酸唧唧的。之前还叫人家香宝宝，现在就嫌人家臭了。坏人，你们都是坏人。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过眼泪都没有一滴，就是干嚎，纯纯一个小戏精。没事的没事的，小孩子都这样，没走路之前都是香香的，一走路小脚丫就臭了，这证明我们小楚楚能干，走得多。不听，大母念经。太后懵了，想打孩子怎么办？你阿耶小时候脚也是奶香奶香的，长大就臭了，尤其是11、12岁的时候，上完骑社课回来，一脱鞋履，那脚啊，臭的把他屋里的花都熏死了一盆。贝静初和周欢九被震惊到了。真的有这么臭吗？
皇帝表哥在他心中冰冷威严的形象，啪的一声碎掉了。好像阿耶现在脱鞋的时候不臭了，可他以前竟然是个臭脚男孩，哈哈哈哈哈！嘿嘿，看来卖儿子这一招是管用的。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没用的东西都是漂亮的，比如小宝宝的脚。贝静初觉得九九在嘲讽他，于是朝着殿外爬去。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本宝宝要离家出走。见过上朝听政的，就没见过上朝抓周的。本宝宝的周岁也太快乐了。初初，看到这些东西没？去抓吧，抓到什么就是你的。真嘟假嘟？真的，大臣们都可以作证。虽然抓周只是一个美好的寓意期待，但众人还是好奇的去看大公主能抓个什么。只见贝静初爬呀爬，爬到了红布的角落，那里放了一把檀木梳。梳子很符合女孩子，到时候就奉承陛下，说公主将来一定天香国色。然后贝静初抓住了红布的一角，爬到了另一个角，上面的东西都被裹挟着往中间裹去，里面的东西叮叮当当响，整块布团起来比他人还大。贝静初乐滋滋地抱着布团，我搭，你说了我抓到就是我的，不能反悔，反悔就是坏阿爷。要不是众臣都在看着，他真的会谢。大公主这是有统帅之才呀，一网打尽，我不揽尽天下有才之辈。我操！中书令这老狐狸真能恭维皇上。回到宣誓殿，贝静初继续练习走路。能走了，还走了好几步。不会走的小宝宝不能到处撒欢，宝宝也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呢。贝静初自信的又跨出去2步，然后啪叽摔了。爬起来的时候，看到一只玄色的锦靴，顺着靴子视线往上，是阿耶面无表情的脸。系统升级，好感度查看下限提高，请宿主及时查收。贝静初一看，就剩下阿耶、大母、芳菲、周欢九，还有一个远在宫外的于嬷嬷。看阿耶那臭臭的脸色，他真的有这么喜欢我吗？怎么看着不太像呢？第二天，贝静初大早上被拉起来送到了弘文馆，被迫结伴而行的周欢九也很懵逼。初初，你话都说不清，路还走不顺，你阿耶是认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啊。可怜的孩子，本以为我上学就够惨了，没想到公主1岁就被送过来了。暴君，这是人干的事吗？怎么会有一个把1岁的娃送去上学的狗阿耶呀？宝宝好可怜。先生走进制堂，周欢九就朝着中堂去了。看到公主，先生笑得脸上褶子都伸开了。公主来了。其实昨天听到公主被送过来的时候，先生一整个无语住。明天皇上要把大公主送过来开蒙。不是吧？就算开蒙再早，也只听过3岁开蒙的呀。陛下嫌大公主精力太旺盛了，让你给她找点事情做，别一天天的去烦陛下。没想到皇上还真送过来了，可怜天下父母。不，现在可怜的是我了，不就是帮陛下想些花样带孩子吗？10君之路，分君之忧，问题不大吧？好困呀！我果然跟学校这种地方犯冲，一进去就仿佛被吸干了精气似的想睡觉。大公主，现在我们开始认读，这个是甜瓜，甜瓜搭是瓜，不是搭，是搭不是搭。甜瓜甜搭瓜搭，好丢人呐！我知道是甜瓜了，但是舌头有那么点不听使唤，牙齿又漏风，说不清楚啊。好在先生没有纠结太久，继续带着贝静初玩，不，带着贝静初学习。公主很棒，我们午后再复习吧。公主还小，可以晚1个时辰再来学堂，不用和中堂的学生一起。要过来带孩子真好啊，还可以迟到早退，好开心。而且公主还不难带，一整个日生时都乖乖的坐在那里。这么乖的孩子，陛下竟然嫌烦，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先生牵着贝静初下学了，在路过中堂的时候，还愉快的吹口哨炫耀。大意了，我还是最惨的那个。公主年纪小，可以早点下学，我还要再听1个时辰的课呢。一晃数月过去，这段时间你见到公主了吗？什么公主？一个1岁半的小娃娃。陛下将公主也送到了弘文馆，才1岁就送去上学，人干的事陛下是一点不干啊。公主尊贵，不能随意冒犯，有机会的话最好能和公主做朋友。男女之间的友谊只有幼时才是最好培养的时候，长大一点就有男女之别了。如果你和公主关系好，将来公主出嫁，你的机会很大的。许承胄努力地思考着如何让公主能和自己做朋友。大公主从小是陛下亲自带的，
未来必定受宠。他的夫婿只要不是个扶不上墙的废物，陛下一定会全力提拔。就算看驸马不顺眼，为了女儿的面子，该提拔还是提拔。当今圣上子嗣少，就算不是大公主，其他公主也是金贵的，但都不及大公主。其实才1、2岁的小孩和他玩好还是很简单的，只要善意的接近就行了。接近之后，最好还离间公主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有我一个朋友的话，我以后的胜算更大。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应该更喜欢吃的玩的吧？金银财宝这些收买的效果，或许还不如送别糕点。许兰七赞许点头，没想公主是财迷出，父子俩就这么完美避开了正确答案。皇帝还不知道自己只是想找个先生带孩子，没想自家崽就被惦记上了。夫子也真是想得出来，带着小兔崽子去玩泥巴，午后白白净净的小丫头送过去，傍晚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个小泥猴了。好，反正不是他喜事吧？谁家公主玩泥巴的？但是贝静初洗完澡之后就困过去了，看起来像是累着了，也没有精力到处乱窜，还阿姨阿姨喊个不停了。谁说公主就不能玩泥巴了？泥巴怎么了？泥巴可以让朕清静。不会是来打小宝宝的吧？我就上了一个幼儿园，也没得罪人呐。难道是弘文馆里也有欺负低年级的不良少年？贝静初瞅了一下跟在自己身边的宫女，虽然是个大人，但是一起对付几个熊孩子也够呛吧？我要记下这几个人的脸，如果打小宝宝，我就回去找阿耶告状了。公主殿下安，初次见面，这是我家里厨房做的最好吃的贵妃红，公主尝尝。吓死我了，原来是送礼的呀，我还以为你们是来打我的呢。宫女接了过去，几人一一送完，贝静初有点恍惚，因为送的全是糕点和糖。怎么有点像阿耶的后宫妃子们，一个个的往宣室殿挨个送吃的样子呢？好奇怪。几个男孩也是面面相觑。不是，你们怎么都送吃的啊？突然感觉竞争好激烈，怎么肥四？贝静初算是看出来了，这些人想和他拉关系。你们是不是想做本公主的小伙伴？许承胄还想矜持一下，不要太快表露出自己的意图，但旁边人都点头了，他要是说不的话，连第一关都过不了。本公主喜欢听话的小伙伴哦，你们谁最听话，谁就成为我的朋友。你叫我出来干嘛？刚才一连几个人出去，没有一个回来，再加上公主来了弘文馆，我怀疑是那几个人听到风声去找公主了。找公主就找公主了，他们在找公主，我和公主也是最好的。你长点心吧，公主年纪才多大，那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殿下到底只是个1岁半的小孩子，他们想要的是殿下的注意力，但公主只有一个，他们要是为了争宠，没分寸把殿下带坏了带偏了怎么办？对哦，你怎么那么聪明呢？你怎么那么傻呢？那里，往左一点。你们好笨呐，怎么连爬树都不会？加油，快拿到了！只见几个平时一副端庄持重样子的小郎君们，一个个挂在树上，朝着一个鸟窝为目标向上，衣冠散乱，灰头土脸，一个不会爬树的站在地下，都快急哭了。第一个拿下来的就是我今天的朋友，你们快的哦，有点可惜啊，弘文馆里没有蜂窝，不然嘿。算了，别这么搞，我不能这么残忍，我是个善良的宝宝。这就是你说的，怕他们带坏公主，这究竟是谁带坏谁呀？早就知道这小屁孩心眼子多，没想到还真能犟得住这群子弟。失算了，不愧是我的表妹。殿下，我拿到了。许承胄不擅长爬树，被甩在下面。可当那个小郎君往下爬的时候，被许承胄一个回手掏把他怀里的蛋掏走了，小郎君直接从树上掉了下去。殿下，我才是第一个拿回来的。好吧，那今天你就是本公主的朋友了。我靠，还能这样？明明是我第一个拿到的，你是强盗。不会吐血了吧？你没事吧？我的牙掉了。还好，只是牙掉了而已。什么叫牙掉了而已？贝静初发现身边多了2个人。嗨，别嗨了，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的牙？嘿，这可怎么办呢？没事的，阿谭，只是掉了颗牙而已，不影响吃饭的，就是说话漏风而已。阿谭哭得更大声了。没事的啦，牙掉了还会长的。真的吗？可是阿娘说不让我多吃糖。
牙齿坏了就好不了了。公主，你一定是在哄我的。我是公主，我说会长就会长。本公主命令你一定要长出来。哇！公主好厉害，竟然还能命令我的牙齿。你猜等她换牙时，会不会逢人就说公主是仙女，连她的牙都听她的话？公主，鸟蛋是我先拿下来的。我知道啊，但今天的朋友不是你哦。为什么呀？你看啊，如果我交代你去取一个东西，结果你拿到了，却在半途被人抢走了，没交到我手上，算完成任务了吗？那假如你是一个将军，我让你去打一块地盘，你攻入城门了，以为成功了，下一秒你发现被围了，是别人的计策，这叫你赢了吗？所以嘛，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送到我手上的才是第一个。看在你受伤的份上，这次我就不罚你了，你好好反思吧。阿谭虽然还没想明白公主为什么要罚他，但是公主这么说肯定有她的道理。公主真好，谢谢公主。不用谢。很好，不愧是我表妹，哈哈哈哈，真好骗。阿娘说的对，贝家没有好人。祭酒，今天有人带头逃课胡闹，按照规矩，这群学生的罚，带头的人更得重罚。不过带头的是大公主，属下不敢，所以请祭酒定夺。你不敢，难道我就敢了吗？我要是今天敢把大公主拉过去打手心，明天陛下就能砍了我的手，还是报给皇上吧。她自己的闺女，她自己教育去吧，我可管不着。魏静初回到宣誓殿，他进殿的脚步犹犹豫豫的。皇宫里的消息传到宣誓殿很快的，阿爷应该知道我闯的祸了吧？回去会不会喜提藤条焖猪肉？不行，我还是逃去仁寿殿避难吧。殿下，陛下让您快进去。看来是逃不掉了。贝静初试图蒙混过关，却被臭阿耶捏住了命运的后颈脖，拎着衣领子直接提溜了起来。胆子越来越大了，带着师兄们逃课，还撺掇人去爬树掏鸟窝。要是他们不逃课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带着他们去爬树啊，天天窝在学堂不烦吗？我这是帮他们强身健体，亲近自然，他们应该感谢我。你还有理了？眼见要挨揍了，贝静初立马装乖。阿爷，我错了，下次还敢。要不是能听见心声，朕就被你给糊弄过去了。不行，得给这个小混账一点教训。怎样，和公主说上话了吗？说上了，公主还说我是她的朋友。不错呀，这么快就和殿下成为朋友了。阿耶，你别高兴太早，我觉得不太对劲。怎么不对劲？说不上来就是不对劲，总觉得自己被耍了，怎么回事？第二日，贝静初睡足了起床，瘫在小轿上打盹。殿下到了。不对，这里不是弘文馆，这是哪？回公主是咸池殿。这不是贤妃住的地方吗？等等，贤妃。贤妃，你说孩子习武是几岁开始好？当然是越早越好。那他要现在开始学吗？难道说……救命呀！这时，一个倩如西子的美人走了过来，但是贝静初知道，美人能一拳把她捶到墙上，抠都抠不下来。进去吧，大公主。阿爷，我错了。她直接往宣誓殿的方向跑，贤妃2步跨上来，捉住贝静初命运的后颈皮。跑什么？我很可怕吗？敢说我可怕，揍得你阿爷都认不出来哦。不可怕，一点儿也不可怕。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这孩子这么怕我，我也没虐待过他呀。随后贤妃把贝静初拎了进去，跟拎小鸡仔似的。陛下的吩咐又够荒谬的，当初大公主才出生没多久，就想着让人家习武，被我劝阻了后，还一直惦记着。现在才1岁半又送过来了，这年纪的小孩子能干嘛？蹲马步都蹲不好，多动一动就够了。看见前面地上那个洞了吗？锤完玩过吗？公主今天只要把球打进那个洞里，就算成功了。贝静初婴儿肥的小手用力一挥，小球从抛物线飞出去，打到了咸池殿的墙上。哎呀，用力过猛了！贝静初哒哒哒的跑过去捡球，贤妃也跟着一起过去，这才发现宫墙被他打出来的球砸出来一个小坑。系统那里买的武力符那么猛的吗？对不起啊，贤妃姨姨，给你的地方砸了个坑，我给你小金豆好不好呀？什么贤妃姨姨，叫师傅啊？
主子，方贵妃来了，请进来吧。初初有没有想姨姨？有的。小骗子，想姨姨的话早就来熏风殿了。好阿紫，你悠着点儿。初初还小，你可别像训练你那些小宫女一样练她。我是那般没分寸的人吗？自然不是，练她当然要比练其他人更狠才行啊。就是，这种苗子不好好练，简直是暴殄天物。被我遇到了，还能放任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吗？不存在的。初初乖，师傅一定让你成为在世高手。我不要，好可怕。对不起啊，初初，姨姨这次也帮不了你喽。好在日子并没有被静初以为的可怕，可能是因为他真的还小吧。贤妃只是教了他一些基本功招式，让他练一下。一般人第一天做这些姿势都不能维持住，因为对身体的掌控力不够。你再习武一道，真的跟古上家。行了，今天动了这么久，初初应该也累着了。其实并没有很累呢，西西。谁在说话？被静初发现，贤妃总能判断出她什么时候才是真的坚持不住了。不愧是大越第一女高手，眼力真好。师傅，我累了。虽然不累，但是好想坐下哦，练招式一点都不舒服。这孩子鬼精鬼精的，要不是我能听见这孩子的心声，不知道会被他偷了多少懒去。再练一会，我不让停，不能停。想偷懒，绝对不可能。初初我呀，已经是一个废畜了呢。呜。日子一天天过去，被静初上午去弘文馆，下午去咸池殿，晚上去公主殿撸娃，行程满满的，就连阿耶要找她都得排到睡觉前。初初，改天给你选2个小宫女，你要阿耶帮你选，还是自己选？小孩子能伺候什么人？被静初明白，现在选的这2个就是她以后的心腹预备役了。自己选的，万一阿耶给我选2个丑的怎么办？我要小美女，要在我身边待一辈子的，必须是养眼的小美女。这还真没考虑过看脸，只要够趁手够忠心就行了，看身边的蒋公公就知道。算了，还是让他自己选吧，他自己的人当然要他喜欢才行。过几日朕让6上局各自推荐资质好的女孩，你自己选吧。不要人推荐的，我自己去选。推荐上来的多少都沾关系，肯定会给他们谋好处的，不知道是谁的什么亲戚或干女儿。而且那些小宫女因为被推荐了才会选到我身边，你猜她最后是会感激我，还是感激推荐她的管事？更好的英才却可能因为没有后台被埋没了。推荐是节省时间的做法，但我觉得自己要是一辈子的心腹，多用一点时间亲自考察是值得的。不错，聪明。被静初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夸的，但是毫不心虚的收下。我本来就是聪明宝宝吗？你听到有人哭吗？被静初走过去，找到哭声来源的方向，只见一个几岁的小宫女努力抓着比他人还长2倍的扫帚在扫地，她流泪哽咽着，可爱的像一只被欺负了的小白兔。漂亮姐姐，初初来了。你是谁？你是新来的吗？我看起来就真的这么不像个公主吗？真的就像阿耶所说的那样，像个野蛮喽。你们在外面等着。随后他跑进去，到了小宫女旁边。你怎么了？你是新来的吗？现在是用我时的时候，你快去吧。要是去晚了，他们忙着准备主子们的午膳，你就只能喂肚子了。那你怎么不去？姑姑罚我不许吃饭，可是我好喂啊。阿娘说进宫了就能吃饱饭了，可是为什么我进宫第一顿就不让我吃啊？哎，不是，我不是来安慰人的吗？一句话有这么大杀伤力吗？你吃这个吧。这是早上我顺的糕点，很好吃的。饥肠辘辘的小宫女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阿娘果然没说错，宫里就是好。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吃饭呢？今天姑姑在讲话的时候，我没忍住鼻子痒，打了个喷嚏。我真不是故意的，但是姑姑说我态度不端正，宫里不允许这样，就罚我扫地，不许吃饭。姑姑说念在我第一次犯，只是轻罚。宫里规矩再严，也没严成这种地步呀。这姑姑明显就是杀鸡儆猴，这个小宫女被当成激励威呢。放宫斗剧里活不过片头曲。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华三呀。
公统公统，我快憋不住了。皇帝坐在桌前等了许久，小家伙才姗姗来迟。今天怎么回事？为何回来这么晚？我去拉屎了。皇家公主怎能口出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你用词文雅一点。那就我屁股哕了。别说了，更有画面感了。你是会造词的。嘿嘿嘿，姑姑，您布置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我做不到。这点小事都做不到，那以后主子吩咐你做事，你也都说做不到吗？你是宫女，不是祖宗，要当祖宗，趁早去撞死，下辈子投个好胎。进了宫，你们就是当奴才的命，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你们去死也只能去死。洒扫没完成还敢顶嘴，晚膳也不用吃了，你就饿上一天再说吧。一众小宫女全都目露惧色，教引姑姑欣然点头。很好，效果达到了。虽然有其他的方法，但这个最简单最明显，只需要毁掉一个小女孩的自尊心，就能快速达成目的。这是什么？好啊你，罚你一顿不吃，竟然学会偷了。偷盗之罪，按宫规杖50。姑姑，不是我偷的，我没偷，是一个小妹妹给我的。给你的？那你说谁给你的？姑姑，我不认识她。是你为了脱罪编出来的吧？编的理由也不会编像样一点，不认识就给你送吃的。这宫里人人明哲保身，谁会好心没有一点好处，无凭无故的就帮你？谁帮的他？谁能作证是有人帮他带的食物？都可以站出来。女童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甚至都不敢和教引姑姑对视，就怕被点上去。你偷没偷不重要，只要你证明不了自己没偷，那你就只能是偷了。姑姑，我真的没有，我就在这里小样子。一个看上去2岁的小妹妹进来了，然后给了我这个。你在说笑话吗？撒谎成瘾，张口就来。宫里怎么会有2岁的小宫女？最小也要2岁左右的，不一定是小宫女，还有可能是公主，陛下最宠爱的大公主。教引姑姑瞟了一眼三丫手里那皱巴巴的油纸，内心开始冒出了一个想法。好喝。对不起，是姑姑冤枉你了，确实是别人送给你的，姑姑和你道歉。三丫啊，不是姑姑针对你，你们初来乍到，一个个的小女孩，天真不知道宫里的凶险。我们都是宫里最下等的奴才，你们言行不注意分寸，惹恼了主子，要是主子心情不好，随意就将你打杀了，咱们也没处说理去不是？别看姑姑对你严厉，姑姑都是为你好，在我眼里啊，你们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姑姑只是想让你们记住谨言慎行的生存之道，才能在这个富贵迷人眼的地方活下去。我知道了，多谢姑姑。打一个巴掌，再给一颗甜枣，虽然可耻，可有效呀。我见你欢喜，不如你认我做干娘吧。深宫里不见佳人，咱们就彼此依靠，就个伴了。嘿嘿嘿嘿嘿，好的，干娘。此后，她在新入宫的小宫女里面风头无两。这是我领回来的艾草，你呀，你自己去领就是了，为什么要抢我们的？殿下别这样，小心点儿，您这姿势，到时候他们突然推门出来，容易让您的脑子变成被门夹过的脑子。我会注意的。你们再去一趟就是了，上宫举远，我们不想跑，拿了你们的又怎么了？华三丫，我知道你背后有长事，但我姑姑是上使女官，奉劝你不要惹我，不然你干娘长翅之位保不住。是我要你还东西的，和我干娘没关系，你不要这样，你想要就拿走吧。哼，现在我不高兴了，你想要我放过你干娘，就给我跪下磕头，必须3个响头。你太过分了。不愿意，那我回去就让姑姑革了你干娘的职。上时不是2个温温柔柔、和蔼可亲的宫女吗？平时在我面前也是恭恭敬敬的呀。上时的职位权力这么大的吗？眼见三丫犹豫着，那人招呼着她的跟班上去，就要强行制服。住手！在我面前欺负我的小伙伴，传出去，我不要面子的吗？但或许是因为人小声不大，他们似乎没听到的样子。这时一人走了过来，正是一位上使。殿下，请大公主安，您怎么在这儿？别请安了，里面要打起来了。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姑姑，这小娃娃是谁呀？丫丫，不得无礼，还不放开上使！没等贝静初解释，三丫已经小跑上来了，拉开了他的手，把贝静初护在后面。上使，月亮他还小，
不懂规矩，要是对你有冒犯，求你原谅他一次。我乖一点，别乱说话，我这是在帮你。你胆子也太大了，还不快放开公主殿下！没眼色的东西，你应该请求大公主不要计较你的无礼才是。令殿下受惊了，这丫头冲撞了您，请您指导该怎么责罚。没事没事，刚才内院里的争吵我可全部看见了。忽略掉公主脸上的婴儿肥，上时竟从中看出一丝陛下的影子。我不会是出幻觉了吧？这点点大的小娃娃，只是身份尊贵，还能讲什么气势不成？回殿下，宫女们矛盾争吵时有惊扰到了您，奴婢会整治的。就想这么搪塞过去，糊弄小孩呢？你说刚才他是怎么威胁你的？回公主，他说如果我不听话，就革掉我干娘的长侍之位。这个猪脑子被人破了，还傻傻为人家着想。哎，毕竟不是每个小孩都像我这么聪明了，就连现在已经变狗的备前表兄，以前也是个小傻子呢。谢殿下教诲，奴婢定当惩治他，不让他再仗势欺人。上时态度很恭顺，但真实的措施是一点不干啊，正当小孩子好敷衍。给本公主搬个坐具来，再让一个人去请方贵妃姨姨，糊弄小孩真是太过分了。但没关系，我靠山多着呢。奴婢御下不严，自当请罚。犯事人等口出不逊，掌嘴20。方贵妃设6公事，事务繁忙，此等小事不用劳烦主子们的。再来一杯。殿下，陛下说了，您不能饮太多粮食。哦，好喝。被凉在一旁的上时瑟瑟发抖，手足无措。贝静初和三丫在一旁玩起了斗草，但是这回却是每次都赢。贝静初突然意识过来，这和我在宣誓殿和宫女太监玩没什么不同。贝静初盯着断裂的草心，心情复杂。果然呐，扯上身份差距，对面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奉承你了。久而久之，人怎么会不飘？认为自己就是理所应当的，处处厉害。贝静初扔掉草心，没意思，不玩了。你们这上时内院够乱的呀！你说的那些话，他们已经转述给本宫了。仗着公主年纪小，便想着欺上瞒下，糊弄主子，借公徇私，连你的侄女都可以逞威风，想革谁的职便革谁的职。你这上时才是不用做了。按宫规，停杖之后，没入掖庭为奴吧。来人，拖下去。一众小宫女吓得脸色苍白，在他们心里高不可攀的上时女官要处置，也是主子一句话的事。贝静初的一切举动都被皇帝老爹密切关注着，于是他试探道：你的贴身宫女有人选了吗？虽然选谁是你的自由，但是阿耶还是想说一句，选人不能只看脸，心性中心才是最重要的。他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添麻烦，有事了躲在主子身后，反而要你解决。阿耶，你在说什么呀？你是以为我要选华三丫吗？难道不是吗？不然为什么对他这么关注？哎呀，当然不是了，我只是找不到人玩，找个玩伴而已。玩了几天有感情了，见他有事就帮他出头了。玩伴玩不下去了，可以随时换的。贴身宫女不能说换就换，这又不是看谁顺眼就能直接定的。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看书又不认识转体，这一天天的日子怎么过呀？可不得找点事儿做打发时间吗？手机、电视是一种玩具吗？你是真饿了呀，什么都吃得下。怪阿耶没及时给你选玩伴，让你太孤独了，连区小宫女都能处出一丝友情来，看来不能再拖了。你自己心里有伴读的人选吗？年龄有要求吗？这个虽然是没有的，你选个70、80岁的老太太也行，就是比较离谱。我当然知道离谱了，我又不傻。哼，雷涅儿可以吗？可以，但是众臣之女选了一个，另一个就要从勋贵之中选了。你是公主，代表皇家，伴读的人选也代表他们背后的势力。你选了谁，就意味着朕现在抬举谁。如果两人皆来自一处，那些老家伙又要多心，胡乱揣摩朕的用意了。成年人的世界好复杂哦。勋贵之家其实99是最合适的，但是他已经在弘文馆了，选他这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我还是想多一个女孩子能来这里，但是我不认识人呐，我也不知道选谁好。算了，这个头秃的问题交给阿耶吧，
图阿耶不图我？我不知道，我听阿耶话，阿耶选谁就是谁。他回答的乖巧无比，只有听到新生的皇帝知道，小逆子依然是逆子。没事没事，阿娘说被孩子气着是正常的，正常的，这是亲生的，是亲生的，不能扔。第二日，雷妮儿就接到了入宫伴读的诏书，同时海徐郡王之女莫晴郡君贝化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郡君已经是大月适龄女孩中最高的爵位了，公主伴读，当选郡主、县主才配得上。可惜你的叔伯们已经被阿耶砍完了，没有亲王。你姑姑们生的女儿还没有成功活下来的，所以没有年纪小的县主，只能选个郡君凑合了。叔伯们已经被阿耶砍完了，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公主的伴读，除了睡觉，都要时刻陪在公主身边，还要陪着公主一起学习，自然也会安排人服侍你的。雷娘子只需要陪伴好公主，公主学什么你就学什么。当然，殿下若是交代你做事，定要你伺候，你也只能照办，不可违逆。嬷嬷交代完规矩，让雷家收拾东西，准备着送他们家姑娘进宫。聂儿，阿娘从前哄你说你可能被选为伴读，没想到还成了真。这一进宫，便只有假日休沐才能回家了。阿娘真是舍不得，以前你在家里便低你妹妹一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的地位，却又要进宫侍奉别人。阿娘，不一样，殿下和雷男儿不是一种人。是的，侍奉殿下是荣耀，对你日后说亲大有好处。进宫后，你要记着，若是你比殿下学得好，也不要表露出来，该藏拙藏拙。有些人是不喜欢下属比自己更优秀的，若生起嫉妒之心，就糟了。阿娘，公主不是那样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才见过公主几次？再可爱的小孩，长大后未必不会变。阿娘只盼你平安。她一片慈爱关心，雷念儿招架不住，只能点头答应。雷念儿进宫后，贝静初整天带着她满皇宫乱窜，跟巡视自己的领地似的。这里是我的，这里也是我的，这里更是我的。念儿，我们去德妃的严家店吧。小弟刚刚才长出2个下门牙，哭起来嘴老圆了，2个牙立在中间，可爱得很。可小孩子爱哭闹，不小心玩哭了怎么办？没事的，玩哭了还给德妃姨姨就是了。这几日玉儿开始试着吃辅食了，我命人捣了些果泥给她。玉儿本爱哭闹，怎么哄都不肯睡，但是她偏偏喜爱那16汁，喝上一小碗就安静下来，满足的睡去了。德妃姨姨，我小时候可乖了，只要吃饱喝足了就不哭不闹，偏偏阿爷还说我不好养，我明明很好养的呀。陛下是没带过难带的孩子，才会有这种错觉。大公主最懂事了，咱们让她吧。好的，我最懂事了。你们背着陛下说他的坏话，真的不会有问题吗？阿爷不是说圣心难测，就算是背后也不能议论陛下一句不好吗？不确定，再看看。不过为什么这次进宫没再听见公主的心声了？难道是因为她会说话了吗？好可爱呀，好想一屁股坐死。原来小弟哭起来嘴真的好圆呐！不哭不哭啊，玉儿乖，阿娘给你喂你最爱的16啊。随着一小杯16汁被他喝掉，贝静玉渐渐止住了哭声，乖乖的睡了过去。不是这么神奇吗？可怎么感觉怪怪的？这也不像是被安抚了，更像是晕了。等等等等，这症状有点像过敏呐。德妃姨，小弟一喝16汁就睡这件事，你有没有问过太医？没有，这是昨日才发现的。况且这个需要问太医吗？难道是有人在16汁里下毒？我就知道，皇长子的身份就是危险。我日防夜防，所有食物都让人试毒，凡是玉儿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每日排查，伺候他的人也看得紧紧的，竟还是没防住歹毒之人。你知道是谁要害玉儿吗？公主都知道什么？你告诉我好不好？看得出德妃很紧张，但任谁知道自己的亲儿子被害了，都这样，贝静初能理解。唉，真是日防夜防，亲娘难防，不是毒。德妃姨姨，你冷静一点。冷静，我很冷静。公主快说吧。或许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过敏？那特禀体质呢？特禀体质不是容易起红疹发痒的吗？玉儿她贝静初瞅了一眼被亲娘坑了，可能是晕过去的弟弟。
怎么办？有点想笑。先别纠结了，依依，你找太医来问问吧。多谢公主，要不是你在，玉儿可能就被我愚蠢的害死了。没那么夸张啦，太医都说了，弟弟的症状很轻，除非吃很多，不会危及性命的，就是长期吃这个影响身体健康和脑子而已了。德妃并没有觉得被安慰到呢，不过她还是缓过来了一些。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金银财宝一类的，公主都不缺。不，我缺，很缺，非常缺，快用钱砸死我吧，我不介意的。德妃笑了，让工人拿上来一个首饰盒，里面都是琳琅满目的翡翠，颜色比阿耶的脑袋还绿，一看就是好东西。得知德妃召了太医给小皇子看诊，皇帝就过来了。阿耶，你来啦！暴君抓住他命运的后颈皮，拎起来，塞给了后面跟着的蒋公公。就你儿子是宝，我是草呗。玉儿怎么了？妾身照顾三皇子不周，请陛下降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不成有乱臣贼子敢对玉儿下手？玉儿和初初两个孩子身边的保护是最严密的，连这种级别的防护都能冲破，那这手段也太通天了。别说了，阿耶，你没看见德妃都汗流浃背了吗？听到小家伙的心声，他发现德妃的神情并非是愤怒，而是害怕。皇帝眉头一皱，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听完德妃哆哆嗦嗦地解释完原委后，皇帝一阵无语，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危险的时候，亲娘就是最大的危险吗？都是妾身失职，请陛下责罚。就罚你1个月的俸禄，抵给初初做奖赏，你看如何？好耶！走吧，弟弟都晕了，你先放过他吧。贝静初走过去，伸出小爪子抓住阿耶的手指头，一路牵着回去了。小孩子只配抓手指。自从摸到贝静初喜欢金银财宝之后，大家都开始送值钱的东西。夫子觉得这样不行。这天带贝静初玩的时候，他终于开始教一点正经的了。雷小娘子可曾学过孟子？那你可还记得“于我所欲也”中“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下一句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家焉？万中意为高官厚禄，如果有高官厚禄便接受，却不管是否合乎道德礼仪，那么这万中对我而言有什么好处呢？也就是圣人言，高尚的品质道德比财宝名利更重要。课业不错，殿下以为如何？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还是会反思的，小孩子好好教，未来也是一个正直有气节的公主。万中则不便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美滋滋。完了，没救了。或许隔壁教中堂的那个老头子会喜欢这个学生。这跟我学的怎么不一样？你这根骨也不错啊，看来是继承了你父亲的天赋。生在武将之家，怎么都6岁多了，还没开始习武。要是再晚2年，你的上限就低下来了，到时候就和我一样了。师傅有没有幻想过自己要是从小习武，现在会是怎样的优秀呢？或许大越第一女高手的女字就能去掉了吧，直接就是第一高手。好难过，眼睛有点酸酸的。突然好感动，初初啊，师傅一定会狠狠训练你，把你的所有潜能都激发出来的。师傅，我是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没有啊，初初这么乖，不要乱想。可是你这样我很难不想啊喂。你父亲是怎么想的？父亲说女孩子习武不好，男人都喜欢弱女子，我和妹妹要是习武出来，到时候难找婆家。他奶奶的，有病吧？他是在养女儿，还是在给别人家养媳妇？简直跟我父亲一样，脑子有坑。一切的幸福都是对比出来的。正在练习招式贝静初，因为雷燕在蹲马步，蹲得大汗淋漓。孔贤妃，为什么公主只用练招式，而我要蹲马步啊？这个呀，初初也就快2岁，年纪小，身子骨撑不住。你已经6岁多了，可以开始了。鸟儿是个小菜鸡。你也别太得意，人家6岁才开始练，你4岁时我就要这么搞你了，要撑住哦，小初初。贝静初脸上幸灾乐祸的笑容缓缓消失。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莫晴郡军备化也终于抵达了京城。为了迎接小伙伴，贝静初和雷燕一起在公主殿等人，顺便玩一下背烟雨。子，烟雨是不是长子的小玩具？是的。谁是长子的小玩具？我
原来还能这样玩，真是长见识了。大殿下，莫晴进京求见。快，把她带进来。一个看上去也就3岁的小女孩，绷着一张严肃的小脸，端端正正地走进来，再行了一个极为标准的礼节。好堂子，你知不知道你才3岁呀？喂，搞这么端庄干嘛？这是小孩节吧？难怪为什么我明明有一个成年人的灵魂，却偏偏不被怀疑。原来是因为我太幼稚了，至少跟被画比起来，我像个长不大的傻子。听到新生的雷妮儿深以为然，这也太稳重了。但这份稳重才持续到了第2天，就被席妃辣手摧花，承受不住直接崩了，在咸池殿哭的那叫一个凄惨。没事啦，堂子，你只是第1天痛苦一点，明天就很轻松了。哦，真的吗？往后不应该更累的吗？因为越学越难啊。真的，今天师傅发现你是个菜鸡以后，后面就不会想着训练你了，那不就轻松了吗？原来公主不只说我是菜鸡，而是平等的创飞每一个人。雷妮儿心里有了一种诡异的平衡感。当初接到陛下的旨意，爷娘教导我宫里规矩森严，于是请了礼仪妈妈一路上教导我礼仪。他们还说公主自幼在皇宫长大，定然也是极重规矩的。可是，我怎么了？我只是一个比较温柔大方、随和随性的公主罢了。难道说我不重规矩吗？我重的呀，我的规矩就是规矩。宿主满2岁，系统升级完成，好感度下限为70，页面已刷新，请宿主查收。嘿嘿嘿，有点开心耶，我就知道自己是很讨人喜欢的啦。贝静初2岁了，他在弘文馆自由的时光到头了，先生开始教他识字了。莫晴俊君可识字？回先生还不曾学。雷小娘子已经识字了是吗？回先生已经识了2年了。好，那你便自己玩吧，但是不能出声打扰。贝静初眼睁睁地看着雷妮儿掏出来了一个画本子，坐在一边悠哉悠哉地看，遇到有趣的情节还憋着笑。自己的辛苦固然可怕，可小伙伴的逍遥更让人心寒。不是，凭什么呀？听着公主殿下的不服，雷妮儿更开心了。初识字很难，只看1遍定然是记不住的，我多写几遍。殿下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记住了，就说停。停？殿下是没听明白吗？等您记住了再喊停。停。殿下，这1年老夫带着你玩乐，但现在是真正开始学习的时候了，玩乐之心该收起来了。说了，等你记住了再喊停，不要捉弄先生。殿下虽然是公主，但也要有尊师之道。没有啊，先生，我没有捉弄你，我就是记住了。老夫桃李满天下，教过许多学生，从来没有谁看1遍就能记住的。公主是聪慧，但是学业一事上，还是要估量好自己的实力，不要吹大话，千景方为上道。可是我没有吹大话呀，我真的记住了。那公主殿下就临摹1遍吧。不过殿下要是临不出来，回去要写100个大字哦。先生正式教你的第1课，便是量力而行。贝静初乖乖点头，看上去是个态度很好的乖宝宝。我才不会乖乖罚抄呢，到时候不行就拉着妮儿一起抄。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忘了我的。贝静初回忆了一下先生的笔画顺序，最后写出来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字。殿下确实聪慧，但是现在记住了，不代表就一直能记住了，还是要勤加练习，避免遗忘。贝静初乖乖点头。但是我怎么有种感觉，我学会了是不会忘的呢？夫子见贝静初记住了，开始教下一个字。你记住了这个，那第1个教的呢？还记得吗？可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捡一个丢一个，学了1天下来，什么也没记住。贝静初拿起笔，又把学的第1个字歪歪扭扭的写了出来。我没忘的。好，没忘。殿下聪明伶俐。就这样边教新的边复习前面的，半个日生就过去了。今天教的100个字，殿下都记住了。时间还早，先生还可以再教100个，我早点学完了，也可以和妮儿一起看画本了。出息！阿娘之前还说让我不要出头，学得比公主好的话不要表现出来。可现在看来，阿娘之前的自信到底是谁给的？殿下这样的妖孽，是想抄就能抄得过的吗？我压力真的很大呀。先生，可是我还没记住。堂子，你是哪个没记住呀？初教你呀。我几乎都没记住。教了一个冰雪聪明的学生，太激动了，忘了旁边还有一个正常人，这可如何是好？弘文馆不允许为了伴读而耽误皇嗣的学业，旁人就算差距再大，
靠勤奋也可弥补一二，但是殿下过目不忘，郡君又要与殿下同进同出，追赶起来可就难了。要不堂子午后就不去咸池殿了吧，继续在弘文馆学识字？可以这样吗？凤贤妃不会生气吗？不会的，师父跟我说过，你不去可以的。是因为公主帮我求的情吗？不是呀，师父说堂子学了和没学区别不大，去不去都没什么的。不用那么直接吧，其实你可以骗骗我的。魏静初没想到，刚收了小宫女就给她闯祸了，竟然打碎了皇帝送的婵枝莲瓷瓶。奴婢该死，求殿下饶命！不疼吗？是没在意，还是不敢在意？肯定是会受罚的。上次阿耶心情不好，一个小太监在他面前打碎了杯子，直接就被拖出去打了板子。后来我就没再见过那个小太监了。皓月，你先起来。你记住，这个东西是我不小心碰碎的，和你没关系。你是帮我清理时才受的伤。要是我打碎东西，阿叶眼皮子都不会眨一下，但是他不行，这个锅还是我来背吧。贡品是珍贵，都是我的小钱钱，摔碎了挺心疼的。唉，他毕竟是个人呢。他是个人吗？从进宫的那天起，他们就不算个人了，是主子的工具，只有好用和不好用的区别。你怎么哭了？没什么的，不是大事，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找太医给你看看。阿叶的暴君名声果然恐怖，看看孩子哭的，这都吓成什么样了？事情就按照贝静初商议的进行，但他忘了一个人，严重。该说不说，这孩子确实天性纯善，朕从未教过他要仁慈待人，他自己便学会了宽仁待下。如果他愿意做一个饱食终日、只问富贵的公主，朕会高兴于他的性情善良。但朕从楚楚的心声中读出过他的野心，如果他真的对这个位置有想法，那仁善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女子为君从未有过，所以每一场制度的改革都是浮尸百万，他面临的阻碍太艰难，良善与野心对他来说不能共存。你先退下吧。罢了，他还小，才2岁，还能好好教。魏静初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暗耶为他操碎了心，正在琢磨着弄椅子，拿着一张自己画的图纸和常言沟通。我知道图纸不是这样画的，但是我画不来吗？就是有4个腿撑着，用来做人的，能理解吗？这个椅子腿就做得比我的小腿短一点。那挺短的。你刚刚说的什么？没什么，殿下您听错了。常言拿着贝静初画出来的图去上宫局领材料了。真不知道公主是怎么想的，我们这里个个都比大妞厉害，公主却偏偏选了她。你不要命了，连公主也敢议论，要说也只能说是她不知走了什么运道，不能说是公主看走眼。再说了，人家现在已经不叫大妞了，我们见了她也得叫一声常烟姑娘。确实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我们做簪子、雕玉佩比她强多了，她就一天天的鼓捣她那些木头，主子们穿戴都是金银玉器，点翠描金。我听姑姑说，她还问教不教打铁呢，她要是想学练字练银还能理解，哪个主子会打铁呀？简直是个怪人，也不知怎么就入了大公主的眼，直接跃龙门到宣室殿做贴身大宫女了。常言没有管，直接去领了木料。殿下是想做什么？常言姑娘需要上宫去做好了送过来吗？给我派个助手吧，殿下想要一个做具。做具？这里还有上好的织种，奴婢现在就能给殿下拿几个，不用姑娘劳动去做的。不是织种，殿下想了个新东西。师父，殿下想出来的什么新鲜玩意啊？谨言慎行，主子们想出来的是什么不重要，这是他们的乐趣，咱们只用听着，给东西，然后记录好就行了。这么好的红酸枝，能抵咱们好多月钱了，就这么让人糟蹋了啊！再说这种话，我就要把你嘴缝上了。什么叫糟蹋？就算殿下拿回去扔着玩儿，烧着玩儿，那也是该的，作废了又算什么？能博主子一笑就算值了。你这些话要是让人听到，别怪师傅我保不了你。我知道了啦。回去再次经过那间下人房，房门正好被推开了，
和常嫣碰了个照面。常嫣姑娘好，我刚才似乎听到你们在说我不配被公主选上。常嫣姑娘，我们知错了，您不要告诉上宫好吗？谢谢你的提醒，原来大公主贴身的女官是可以直接找上宫局的最高阶女官的。既然可以告状，为什么不告状？他没有说话，直接走了，留几个人在原地纠结懊悔。阿耶，阿耶，你看看我这个椅子坐的比这种舒服多了。大公主，陛下不在御书房，刚去了佛堂。阿耶也不是什么信佛的善信呢，去佛堂干嘛？皇帝正在烧纸钱，纸钱被铜炉里的火焰吞噬一点点，化为灰烬，承载着生人的思念寄托。这是真的会下到皇权的东西，还是活人弥补遗恨的方式？贝静初也不知道。初来了，来见一下你的2位阿兄吧。2个在原著里作为背景板被鲁王害死的婴儿。贝静初看皇帝熟练的上香烧纸的动作，才知道阿耶虽然不提，却一直没有忘记过2个死去的孩子。朕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好皇帝，但朕却绝不算一个好父亲。没有啊，初觉得阿耶是世界上最好的阿耶，就是有时候狗了点。当初杨氏对你不利，朕应该在他产下烟雨之后赐死他的，但朕总想到你死去的阿兄杨氏是他的生母，所以希望初原谅阿耶难得的心软。初以后如果你和弟妹们有怨，阿耶不求其他，只盼你给他们留一条命。好的，好好的，怎么说这个？弟弟妹妹们很可爱的呀，我怎么会杀他们？我最多打他们的屁股。可爱吗？幼年时，朕与兄弟们何尝不是亲密无间的？但幼弱可爱的狼崽子们长大，长出锋利的獠牙，想要占领地盘的时候，童年的感情又算什么？尤其是地盘只有一块，权力只有一份的时候。朕的孩子们还剩多少咬爱温馨的时光呢？阿耶的眼神很复杂，贝静初不喜欢被这样看着，就好像他穿透了重重时光，见到了一个注定会孤独的人。我怎么会孤独呢？我可是最讨人喜欢的贝静初呀，我的身边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小伙伴的。世间的规矩说夭折的孩子不能入祖坟，因为他们早早的走在了父母前面，令父母伤心是不孝，但朕觉得很没有道理。是不是有些人出了事总喜欢怪在更弱者身上？分明是父母没有保护好他们，却要求孩子顽强的活下去。所以朕让你的2个阿兄进了皇陵。那群老迂腐说朕不顾祖宗规矩，真是好笑。此时的皇帝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暴君，而是一个因为孩儿离世而伤心的父亲。阿耶真的有在珍惜自己的每一个孩子啊！可恶，我的发型！出了佛堂，他身上沉郁的气息立刻散去，仿佛从未有想念那2个离世的皇子。他就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只能在这时候伤心，其余的时候就做回那个果断无情的皇帝。阿耶，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做这个腿就能伸直了，做很久的话就没那么难受了。也不知道阿耶是怎么做到一天做这么久的，屁股一坐就是好几个时辰，真的不会得痔疮吗？初啊，阿耶做这个也伸不开的，你能伸开是因为你腿短。早知道不给你了，哼！那我去让常嫣给你做把高点的椅子，让阿耶品尝一下高脚椅的美妙。常嫣，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我想给殿下做一把簪中藏剑，把簪子上端拉开，就能抽出一把小匕首，那样子应该很帅。是很帅，可是皇宫规定，除了侍卫不得携带武器的，尤其是面圣，而我们恰巧就住在帝王寝宫也。常嫣停下了大逆不道的动作，盯着眼前还没有成功的原料，小姑娘像一条失去梦想的咸鱼。没事没事，只要报备了就可以的。你做出来之后，我给阿耶说一声就好了。真的吗？真的真的，只要你做好的都跟我说就行了。常嫣做出来的簪中藏剑并不精致，看上去就是一根普通的乌木簪子。其实手柄处是可以雕花的，但是拔匕首的时候手感不好，影响您拔刀的速度。奴婢觉得比起完美，杀伤力更重要些。贝静初宝贝似的把簪子插进自己的小揪揪上，一定老帅了。
我也是有暗器的人了。但是贝静初忽略了自己的头发不够长，所以发包也很小的问题。常烟看着公主头上的揪揪上织出来的发簪，陷入了沉默。还是不说了吧，公主高兴就好。贝静初带着自己的暗器去学堂了。这2个月，殿下识字学的都差不多了，可以去中堂了。这得是别人1、2年才能学完的啊，也没有哪个皇嗣在制堂开蒙了2个月就升中堂的经历啊。早知道殿下聪颖至此，当初老夫该早点教你的，何至于等到2岁？唯一的缺点就是字太丑了。先生，你可以不说最后一句话的。今日殿下便开始练字吧，等什么时候练好了，什么时候就可以去中堂了。可贝静初并不想练。字如其人，读书人常以字观人。殿下字迹如此潦草，别人也会觉得殿下是一个无规无矩、行事潦草的人。可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呐。但你至少要写的让人看得懂吧？看看殿下这字迹，除了教你的夫子我，别人还以为你在画符呢。其实殿下要练好字很简单的，只要注意行就行了。就算写不出力，也可走娟秀之道。殿下手劲力大，写字时不会发虚，力透纸背。话音刚落，一张纸就被贝静初划破了。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爸爸爹呀，爸爸爹呀，一学也在打爸，爸爹打爸爸爹啦！祭酒，我想把大公主的学业状况上报给陛下。弘文馆是帮陛下分担子嗣教导问题的，不能事事都去找陛下。公主的事，咱们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吧。是大公主的课业怎么了吗？让你这么稳重的人都一定要找陛下。殿下2个月前开始识字，这个我知道。现在殿下已经识完了。你说什么？什么叫识完了？就是启蒙书上的字已经认完了。如果不是字太丑的话，已经可以去中堂了。这是确实要禀报陛下一声，但是你确定吗？2个月就认完了？要是夸大其词，那可是欺君之罪。殿下就是天资卓越，祭酒不要因为没见过就不信。不是我不信，先生，实在是你说的过于匪夷所思，还是确认一下再报给陛下比较好。于是他跟着夫子一起来到了制堂。祭酒好呀。殿下安，听孙夫子说，殿下已经把字认完了。好，你个老小子也开始吹牛皮了呀！我就说2个月就认完字，这根本不可能。世上的字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认完呢？就算启蒙的那几本书上的认完了，也总有生僻的字呀。殿下刚才说什么？您的意思是您2个月就学完了？不然呢？还要学好多个月吗？一直默不作声的背话，满脸委屈的看着他。对不起呀，堂子，初初不是故意的，嘿嘿嘿。祭酒不相信的样子，拿着启蒙书开始抽查上面的字样，让贝静初写出来。半个时辰后，祭酒你行不行啊？再写下去我这本都要写完了。祭酒沉默了，恍惚的走了出去。这种旷世奇才，要是个皇子，只怕现在就可以直接投靠了。除非他自己胸无大志，不然任谁能争得过他呢？可惜，可惜呀！他提笔的手都在抖，无法掩盖住激动的心。初初啊，累了吧？来，快来坐下。贝静初有些诧异，他赶紧屁颠屁颠的走过去，乖乖的坐下，小脑袋瓜乱糟糟的。阿耶让御膳房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还有，你不是看中朕的那块纱织6扇屏风很久了吗？阿耶就送给你了，你可以去朕的司库里再挑几件你喜欢的东西，阿耶都送给你。阿耶是被夺舍了吗？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不要啊！阿耶虽然很狗，但是真的很好啊。或者说，这是我最后的晚餐了吗？难道这顿吃完我就要上路了？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啊，就是把阿耶的茶拿去煮了茶叶蛋而已啊。贵的茶煮出来的茶叶蛋好像是比普通的茶叶香一点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有，贝静初一股脑把小秘密都抖了出来。真是意外之喜。随着贝静初心里越来越多的胡思乱想，皇帝的笑容逐渐消失，变成平时一样的臭脸。对味儿了，这才是正常的阿耶。吃完饭后，贝静初擦嘴时，阿耶问道：朕最近茶叶的消耗比以往快些，本以为是喝得多了，但是似乎有人查到是某个小家贼，你说是不是啊？贝静初，败家的小丫头，你不知道那个茶叶价比黄金，你拿来煮茶叶蛋。喊全名了，要遭殃。宣室殿今晚是不敢待了，回去会被揍的吧？赶紧跑到公主殿去，找念儿收留一下。雷念儿的寝宫里透出暖洋洋的光，贝静初敲门后进去，
房里书案上散落着书和笔墨，证明他刚才是在学习吧。你不是说中堂的夫子今日没留课业吗？你怎么还偷偷看书的？我把你当好姊妹，你竟然卷我。卷你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反正就是你背着我偷偷学，你不道德。我的殿下爱，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你2个月就把字记完了，还不让我私下里用功？人不能，至少不应该。你简直不给人活路好吗？但是太聪明了，能怪我吗？谁让我是个小机灵鬼呢？进入中堂，所有人都对贝静初齐刷刷的行注目礼，打量着这个新来的小公主。好些是会路过她，想要成为朋友的熟面孔。她被夫子安排到了第1排，做这个被夫子重点观察的位置，我以后还怎么摸鱼？先生，新来的不是应该往后坐吗？确实，但是弘文馆本就是为了教导皇子公主而建设，殿下要是也排到后面去，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好不容易来了个小殿下，先生一定会竭尽所能，好好教你的。完了，不能搞小动作了，不能搞小动作的上学时光是不完整的。听到新生的几人一脸无语。Hello Mr. DJ， 这节奏不要停，我脑袋里在开 party， 不晃都不行，请给我1分钟让一时空白的权利，什么烦恼什么忧愁全都给我滚出去。今日辩论《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的前半句，诸位应当并不陌生，而后半句却不常见。当然，每人读这句话的时候，所理解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这个不仁是指不仁慈，将苍生百姓视为牲畜，但另一派认为此不仁是将万物公平对待。大家认为应当仁还是不仁，今日便分为2派来谈辩。学生们迅速地交换位置，往自己支持的观点处走。看得出这夫子肯定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而贝静初迷茫地站在座位上，左看看右看看。殿下为何不去？先生，我也不清楚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无妨，人皆有茫然之时，进学本就是授业解惑之用。殿下既然不解，便跟在老夫身边，一起看他们玄谈吧。下边的熟人里，最醒目的就是雷念儿和贝前，站到了不仁一派；周欢九站到了仁的一派。两边谁也不服谁，各有论点，讨论得很激烈，但也有人被说服，产生动摇，当场投身敌营。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呢？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有不同的观点。殿下有没有发现，支持人的学生都是站在了百姓的立场上？这没有错，谁不是世间的芸芸众生？但这里不仁的是天地，是圣人。天地很好理解，但殿下知道圣人是什么吗？圣人，是古来先贤。古来先贤自然也称圣人，但殿下似乎忘记了，现在活着的也有圣人，岂只有一个人可称作圣人？谁呀？您的父亲，当朝的帝王。帝王也被称作圣人，只是我们甚少这般唤之。若为帝王，观天下百姓，自然就不能如常人那般。那要哪般？殿下似乎还未读过史书。你日后读史书的时候，或许会发现，评价一个君王的成功与否，不是看他多么的仁德、善良、慈和，不是看他是不是品行无瑕，有没有做过坏事，看的是他在位期间领土扩张了多少，人口户籍增加了多少，国家繁荣了多少。你说像不像牧场主？看他的财富，就看他圈养的土地扩大了多少，饲料丰美了多少，养的肥羊又多了几只。贝静初很惊奇，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论调，还依稀记得从前阿耶要株连杨才女全族的时候说过，小孩子童真善良是好事，可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杨夫人和淑妃的做事动机是保住皇子，一旦生下皇长子，淑妃被立后，那孩子就是未来储君，杨家就满门荣耀。那些被牵连的人是被连累的，但若是成功了，他们也是得益者，这就是家族，没有谁是无辜。原来在为帝者的心里，那些人或许和刍狗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根本不重要，而他们的死却可以震慑他人，这就够了，这是他们的命带来的作用。下方的三人不约而同地朝台上看去，表情不一。贝前有一瞬间疑惑，雷尼尔露出一丝担忧，而周欢九就是纯懵逼了。
这只是老夫的一点拙见，殿下若觉得不对，也是自然的。毕竟人的经历不同，所理解的圣人言自然也不相同。贝静初开始觉得自己都不够聪明了，他总认为生命的价值都是珍贵的，该得到敬畏。放堂后，小小的孩子怀着满腹的心事回家吃饭去了。怎么了？难道中堂有人敢欺负你？没人敢欺负我。他总觉得自己这个头要是摇慢一点，中堂的那群学生就完了。夫子今天讲的其实我都懂了，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和以往的认知相悖。阿耶，越朝既尊儒术，科举考校也只考儒学之说，为何弘文馆讲学却要讲斗家学说？你以为君王独尊儒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以德教化世人，强调尊卑有序，君为臣纲，主张王权等级，将帝王架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初，你要知道，一切的政策都是君王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己的绳索。科考可以只学这个，但是身为天家公主，你却不能被一种思想禁锢了，而是要多听百家之言。这样说，你可明白？这便是以帝王角度来思考后的结果吗？我好像一直没有，也不习惯站在上位者的角度去想这些。不想了，脑瓜疼，我只想做一个米虫小公主。这天，一个穿着太监服的小男孩被蒋公公牵着走进来。小男孩粉雕玉琢，没有半点像太监的样子。请大公主殿下。这是……当年殿下出生的时候，您的生母其实欲将一男婴调换为皇子，陛下怜其才降生人世，未有诛杀，赐他做殿下的公事。现在龙首已经3岁了，也到了能伺候人的年纪，该来侍奉殿下了。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干，是渣男吗？是吧？龙首是他的名字吗？是的，殿下。他是太监吗？才3岁就阉掉了？不至于的，殿下。要成真正的太监，还要等他再大些，那长出来了。3岁就阉，确实有些离奇了。魏静初上下打量着自己新出炉的小太监，这可是原著里的渣男反派呀！但是这次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这小渣男别想搞事。殿下为什么不说话？这是什么眼神啊？义父说殿下为人和气，但我怎么总感觉不太妙呢？他的预感是正确的。魏静初什么跑腿打杂的活全交给他，他倒腾着小短腿到处跑，累得气喘吁吁的，哭唧唧着一张脸，又不敢反抗。大宝兔白热白热热啊多肚脐人啊兔人不啊吃菜蹦蹦跳跳去可爱。不是小白兔，是小白马。1年1次的秋猎，魏静初想跟着一起去，没想到阿叶没打算带他。不要，我要去。我从生下来就没离开过皇宫，让我出去一次吗？没离开过吗？你小时候还跟着许新书一起出宫看热闹，还跟着芳菲一起回家省亲，弟弟妹妹们才是一直没出过皇宫。你这小街溜子已经进进出出好几回了。忘了，好尴尬哟。那又不是我主动想出去的，我又不能说话。想反驳，但反驳不了，就是你想出去的。我那时候还小，没有记忆，已经忘了，都忘了，不算。真的忘了吗？阿爷难道还记得自己刚出生时候的事情吗？我就是不记得了，不记得就不算出过，我也要和你一起去禁院。其实禁院也算皇宫。我怎么不知道？那是因为你傻，自己家的后花园你都不知道。等你再大点，你想去玩就去了。魏静初勉强接受了，等人走了以后，他才反应过来。可恶，被诓了。等我长大了，还用阿耶允许吗？我自己就能偷偷溜出宫了。我要争取的不是现在就能出宫玩的权利吗？唉，果然太小了，还是玩不过这个狗暴君。魏静初气哼哼的去上学，结果到了弘文馆，很多座位都是空的。今日秋练，年纪大些的学生们都被家中长辈带去了。人小就是不好，连玩都不能去凑热闹。知道你们今天也听不进去课了，今日一天就上骑射吧。他们在外边弯弓搭箭的，
咱们也在里头活动活动。一群被吸了精气的学生立马就满血复活，欢呼起来。先生，殿下是不是到学射箭的时候了？你记得倒是准，这堂课我就开始教殿下了。那先生准备用什么弓？自然是适合3岁孩子用的小弓了。放心，弘文馆的一切用具都是为殿下们准备的，就没有差的。就算是3岁孩子用的小弓，也是上等的东西。先生，您不知道，殿下不比寻常稚童，天生力大，那把小弓对他而言或许并不合适。你担心过虑了，才3岁的孩子力气再大能大到哪儿去？还能把弓掰断不成？最多就是射箭时的距离远一些。好了，我心中有数，你继续去练你的吧。你虽是伴读，也要看重一下自己的学业。殿下的事不需要事事都上心。说完，先生转身去拿弓箭了。算了，我已经提醒过了。贝静初骑着自己的小马驹，悠哉悠哉的。羊在楼，梦起楼船，梦里是会，天会打金用功，红尘灰，非要干系路程。早起起蹦晚，三妹龙之眼蒙蒙。先生找了一把轻巧的小弓，对着靶子的方向示范了一遍。贝静初掂了一下手里的小弓，好轻哦，轻得很脆弱的样子，感觉不够我造的。先生，用这个真的没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先生教了那么多学生，肯定很有经验，说不定我就适合用这样的呢。这个弓虽然轻，万一意外的结实呢？他按照指示把一支小箭搭在弓弦上，手臂抬高一点，开合度大一些，别夹着胳膊。对，现在用你最大的力气拉弓射出去。好废的弓，好生猛的公主，殿下吃的挺好。先生怎么了？都怪我没事先问好殿下的力气。这弓虽小，用的却都是上等的材料，实在是让人心疼。是很贵吗？但贵也是皇家拿钱呐，又不是先生您出，您心疼什么？对哦，又不是我的钱。重新换上趁手的弓，贝静初终于能把箭射出去了，只是这箭靶连擦都没有擦一下，直接扎进了墙上。嘿嘿嘿，我爱的，第一次射箭射不准都是正常的，练个一段时日才看得出准头如何。射箭挺好玩的，尤其是偶有成功射准的时候。皇帝回宫，原本以为要安抚某个哭闹的小家伙，没想到贝静初乐滋滋的抱着自己的小弓，爱不释手。心满意足的贝静初是个有良心的乖宝宝，他对自己之前的无理取闹很愧疚。阿耶，对不起，初初错了，你是为了我的安全才不带我的，我知道。那你决定怎么认错？赔我的小金库吗？可是我舍不得呀，给阿耶揍一顿，好痛的。要不我再去气一下大母，这样就公平了。赶紧收起你那倒反天罡的想法。时辰到了，再不去学堂要迟到了。贝静初只好乖乖去上学了。爸爸接呀，爸爸接呀，一人一串的爸爸接，波波去啦。今日便讲女妾。学生不解，弘文馆中多为各府郎君，再者弘文馆的初衷是教导皇子公主，现在没有皇子进学，先生讲这个是想教导公主殿下你的女训吗？据学生对陛下的了解，当今是不会想让自己的女儿学这些的。各位稍安勿躁，女诫毫无疑问是归属女子行为的书，但读一本书，只读它的内容，无疑是片面的。今日我们便从女诫的作者朝娘子说起。她所在的朝代，太后当政，而她作为太后的密友，自己本身也是手握大权。当时女子地位甚高，她家中不管男丁女眷，也是为官者甚多。可以说，她自己一生所为和女诫毫不相干，为何晚年却要写一本规劝女子的书呢？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许是为了名声，他写一本书，表明自己之前的干政之事并非他本人所愿，撇清干系，铸造他贤德的清名。你说的有理。先生方才说那时太后干政，他写这个或许是为了劝诫外戚，想劝太后放权，还政于帝吗？殿下所言亦有理。先生说长娘子家中女眷为官者甚多，写这个或许是为了约束家中女眷，
担心树大招风，想低调行事。先生也说了，他写这个的时候是晚年了，史上英才晚年昏聩的不少，或许就是他晚年昏头了呢。不是没有可能。学生们都叽叽喳喳讨论完之后，夫子才继续讲。诸位方才所言都有理有据，透过那些史料，我们也无法判断初朝娘子写这个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这本书被写出来以后，如何理解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事了。这本书就成了一个工具，无论他的初衷是什么，到现在都变成了束缚女子的工具，矫枉过正。而为何女戒被大肆推崇，却没有男戒？就如同律法是用来约束平民的，而非贵族。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诸位站在大岳的顶端，感受不到这些压迫，但我希望你们知晓，弱者一直受到欺压榨取。所谓高位者的高高在上，无限风光，都有在吸另一个群体的汗血。手握权力的人几乎都会维持并不断加固自己所在群体的权益。贵族维系贵族，男子维系男子，就看谁的话语权更大。不论是阶级还是性别，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后是伸手援助也好，还是置之不理也好，都是你们的选择，但不要认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都是生来理所应当。好了，下课。江夫子不愧是阿爷请来的大家呀，每次上课都觉得灵魂被洗涤了一样。饿了，给我也来一根。自己不带来蹭我的。周欢九干脆一人分了2根，可贝静初却拿着没立马吃。初初怎么啦？你不喜欢吃吗？不是的，阿爷说入口的东西要先试毒，我看看你们午后没事再吃。手里的肉干忽然就不香了。我不是不相信你99，是万一被别人经手了，我吃出什么问题，对你也很麻烦。周欢九知道，但还是很气。回到宣室殿，皓月就说起了八卦。殿下，您知道宇尚书令3年前认回了一个流落在外的女儿吗？知道，就是那个差点有情人终成兄妹的小宫女，叫一果。那姑娘或许是因为流落过民间，胆子大得很，尚书令又纵容着，不是一般的官家娘子嘛。宇夫人要给她选夫婿，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她说那些人她都不认识，好不好的，等试了才知道。于是选了一个，让宇夫人安排，两人先试试。然后呢？殿下您都不惊讶吗？世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就直接嫁了，谁会去试一试？名声多不好听，这也太随意了。京中现在对这位娘子的流言蜚语多着呢。这有什么？不就相当于谈恋爱吗？其实我觉得直接嫁过去才是太随意了，万一对方阳痿呢？阳痿是什么？完犊子了，嘴上没把门，忘了皓月只是个6岁的娃娃。他瞬间有一股带坏小孩的罪恶感，但是贝静初没有回避，直接给他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把一旁的常烟和林燕都吸引过来了。你觉得媒婆的话能信吗？那都是收了提亲人的钱的，话都是往好的地方夸，而且还是有根有据的夸大其词。我就听说过一个媒婆夸她介绍的郎君是个干净的小伙子，然后别人信了，嫁过去以后才知道干净的是头上，那郎君是秃的。我不是故意的，功德加1加1加1。皓月呀，你听着，以后你要是想成亲了，一定要先试试再决定，是都不是就嫁过去了，才是太随意了。你们也是哦。你操心太早了吧，但是跟在公主身边真长见识。年初有没有通过第1关？通过了。命倒是大，你把他的身世告诉他吧，给他说清楚，他的生母因为私通被朕诛了全族。严伯不解，通过了第1关只是为了磨去心性，根本没有执行任务的能力。初出心善，他认为人还没真正犯错，就不能为了他以后可能会犯下罪行而惩罚他。可是他的身世是个隐患，要是以后他羽翼丰满了再爆发，会比现在更棘手。希望初初能通过这次的考验，这样他才能决定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午后，严仲领着一个小男孩来到贝静初面前。殿下，这是您的新暗卫，以后我们2人一同保护您的安全。你确定
他和我也差不多高啊，这么小的崽子，我保护他还实际点吧。站在严重旁边的男孩绷着一张脸，一股凶恶之相，像是才经历了什么，有一股凶狠的血煞之气。严楚刚过了暗卫的第一轮选拔，还未学会隐匿气息和气势，所以看起来有些凶，但是身手还是不错的。暗卫的第一轮选拔是什么？回殿下是将10个训练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关到一起，厮杀至只剩下一个。殿下您知道，杀过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也对，能以1敌100的暗卫，要训练出来一个，定会经历非一般的残忍。也难怪他散发着不同于这个年龄的阴郁气质。为什么你有面具，他没有？因为他不配。好惨一男主，原著里他也是想做一个好皇帝的，可惜步子跨太大，扯到了蛋。不过他不愧阿耶的继承人，阿耶嘎掉了自己的兄弟，严楚在原著里嘎掉了所有的兄弟姐妹，怎么不算一种青出于蓝呢？贝静初打量着眼前的严楚，心里突然暗爽。男主严楚和反派龙首这对异父异母的亲兄，现在都是小奶娃，一个是被我指挥着干活的哭唧唧小太监，一个是我的暗卫幼儿版。你既然过了第一关，那身手应该不错吧？你来和我比一场如何？好。他眼神里带着浓郁的杀气，两个小崽子一触即发，气势汹汹的。严重见状，急忙拦了下来。你干嘛？你们做暗卫的不是要对主子的命令言听计从吗？我要和他决斗。确实如此，但陛下只是让属下保护您的安全，不是完全把属下派给您了。在保证殿下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属下才会听殿下的命令。好吧，那我不打架了。那属下先带严楚隐匿了。严重，你们平时都是隐匿在哪儿的呀？严重非常淡定地指了指上面。贝静初抬头看了看寝宫上方的房梁。你们平时就趴房梁上？是。那外面呢？没有房梁的地方，你们藏在哪？树上。贝静初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神秘帅气的暗卫形象突然就碎了。我没问题了，你们去藏着吧。是。说完，严重转身带着严楚离开。等等。你裤子破了，屁股蛋子那里红色的棉秋裤露出来了。殿下，上10局的人送您午后带的点心来了，进来吧。华三丫拎着食盒走了进来，因为他和公主有些交情，给公主送点心的活一直都是交给他做。唉，如果当初表现得再好一点的话，殿下身边大宫女这个位置就有我一个了吧。他眼神开始飘忽，在寝宫里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三丫，你是没睡好吗？奴婢失态，是有些精神不好。这可不像是精神状态不好的样子，就是不知道他的小算盘会不会妨碍到我。晚上和阿约一起用膳的时候，他突然出声：严重，属下在。这几日不用严楚轮值，你先带着他回去练练身手。是。怎么就让他回去了？不是今天才来的吗？看着严重把严楚领走了，皇帝才慢悠悠道：今天只是让你见一见，有些事不能让他听到，因为朕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男主的身世是个隐患，要是真要用他，以后他长成了再知道这个，只会更棘手。一点就通，小兔崽子确实聪明，你想要用它，就要保证它完全的忠心。这次正好是个测试的机会，你以前无聊时有一个当玩伴的小宫女，她最近起了异心，你注意到了吗？阿耶怎么知道？小没良心的，阿耶对你的事一向上心，你想自己查，还是让阿耶直接告诉你答案？我自己查，我先练练手，不行再找阿耶，正好也可以试试皓月的本事。虽然皓月还小，但先练练嘛，经验本事都是靠练出来的。皓月不行的话，就再找阿耶，我可是有靠山的。回去后，贝静初就吩咐了：皓月，你去打听一下三丫最近是怎么回事，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是，皓月绝不辜负殿下的期望。唉，希望是我多虑了。什么？五谷娃娃？和他住一起的小宫女说的，他在枕头里藏了东西。今日奴婢找了个机会，
趁着他们不在的时候，偷偷溜进去，把枕头拆开了看，发现是一个布娃娃，上面画满了符文，所以奴婢怀疑是巫蛊。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生辰八字，他这是要做什么？害了我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而且我明明是救过他的，算是对他有恩吧。他为什么要恩将仇报？难道运气真这么差，遇上了一个白眼狼？奴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毕竟奴婢不是这么不知恩的人。想知道他的目的，或许要进一步的查探。不用查探了，他上次来送点心的时候左顾右盼，像是在我的寝宫里找什么，那就直接给他个机会。次日正午，华三丫又提着食盒来了贝静初的寝宫。长英阿紫，我来给公主送点心了。公主在空闲飞处还没回来，我也有些忙，你直接进去，放在桌子上就行了，我先走了啊。寝宫里，严楚伏在暗处，见一个小宫女走了进来，她四处搜寻着，以为没人看见，拿走了装案上的一张手绢。她应该阻止的，但却没有挪动脚步。同为小孩，为什么公主能这么幸福，我却这般受苦？是不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更何况只是丢一条帕子而已，也没什么关系吧。三丫把手绢藏在衣服里，若无其事地走出去，撞上了站在门口的常烟。长英阿紫，你处在这儿做什么？挺吓人的。刚才在里面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就是把点心放了而已。就放个点心，能磨蹭这么久？三丫，殿下以前帮过你许多，你可不要反咬一口。长英阿紫，没凭没据的，你可不要随意污蔑人。说着，他直接就要走。站住！三丫没理会，离开的脚步匆匆忙忙。三丫，跟我进来。殿下，我殿下说话，没有你反驳的余地。华三丫，殿下平时和气，对你好，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再多说一句废话，我就直接让人拉你下去掌嘴了。华三丫用求助的眼神看向贝静初，贝静初不为所动，直接越过他，走进了寝宫里。严楚、严重，都出来吧。两人一同从暗处出来，但严楚脸上却满是惊愕。众统领不是跟着公主出去了吗？为什么也在这里？为什么刚才有人偷东西的时候不去阻止？刚才他做了什么？偷走了一张手绢，就在他身上。常烟找人进来搜身。殿下，奴婢自己交出来，不要让人搜身。你为何要盗窃？是奴婢贪财，奴婢知罪。盗窃之罪远比不上巫蛊的惩治来得可怕，但也不奇怪他会继续撒谎。皓月，这画风不对呀，为什么阿耶一个眼神，蒋公公直接就明白了？这多帅呀！完整的说出来，感觉没有逼格了。皓月好笨哦，把布偶拿出来吧，解释吧。我们就算不是朋友，好歹也有些交情。我帮你不算多，小恩大恩也都是对你有恩。不论是做主子还是做玩伴，本公主似乎没有哪里对不起你。你为何要害我？奴婢没有想害殿下，只是什么？既然你不愿意说，就让叶庭的人来审吧。只是你竖着进去，我也不能保证你是竖着出来。这是奴婢家乡的土疯子，说是成功了，便可以换命。换命？你还想做公主？奴婢不敢，只是想蹭的殿下的一点点富贵的气运。狼心狗肺的东西，气运对人何等重要，你竟然敢觊觎殿下的，真是生米恩斗米仇。贝静初瞟了一眼跪在一边的严楚，真正的气运之子不是在那跪着吗？我不相信什么偷气运，只是难过于自己的善心被回报了利剑，成为了农夫与蛇中的农夫。既然查清楚了，你准备怎么罚？按规矩应该是满门抄斩。他坐在位置上不断纠结着，皇帝进来后在旁边站着，也没有说话，静静地等着他思考。按规矩吧，阿耶。好，但是这个宫女朕要你亲自处决。毕静初瞪大了眼睛，惊异地看着他。皇帝面色不变，不为所动。
华三丫被堵住了嘴，呜呜咽咽着想要求饶，却说不出一句话，一双眼里满是惊惧后悔。初初，阿耶发现一个问题，你对生命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敬畏，你似乎总觉得人命很珍贵。耳边的话语宛如引人堕入深渊的恶魔。杀个人吧，初初，没这么可怕，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你如果想做一个开天辟地的公主，想实现你的理想，就不能把人命看得太重。杀了他，死得痛快，对他来说是种幸运。他可以下决定，可以判决他受到处罚去死，但是亲自动手，亲自让一个生命消失在他手下，这太可怕了。他做不到，他做不到。看着眼前三丫祈求着、渴求着想要活下去的双眼，咣当一声轻响，短剑掉在了地上。也罢，你才4岁，又心善，对你寄予这么重的厚望，是阿耶在为难你。初初该是阿耶的掌上明珠，不想为难的话就算了吧。单纯善良的小公主也可以幸福一生。说完，皇帝就要离开，他抬步准备踏出门槛，一声极细微的利刃刺破布帛，穿进皮肉，凿透骨骼的声音传来。贝恒猛地回头，贝静出手握着剑柄，剑尖的一段刺入了宫女的心脏，喷溅的血液溅到了她的脸上。小女孩眼神锐利坚定，红色的液体从她眼角蜿蜒而下，划过圆鼓鼓的脸颊，像是一滴血泪。阿耶，我能做到，我能做到。好，阿耶知道初初是最勇敢的，但是还有一个人一起处理了，你能做到吗？贝静初一点一点地挪动着步子，极为缓慢地走过去，但每一步都踏得踏实决绝。他站到严楚面前，他一双眼定定地看着他，没有鱼死网破的挣扎，早已认命。人命真的不值钱，就连他以为是世界中心的男主一样，他会逐渐僵硬、腐烂，成为一具骸骨。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都没有来过这里。殿下，请进吧，师傅已经等你多时了。小奶娃面露凶光，连打2人。阿耶，我能做到，我能做到。殿下喝一杯吗？奇怪的人，这里和整个太极宫格格不入，人奇怪，地方也奇怪。你是怎么认识我的？那就说来话长了。你可以长话短说。殿下面部沾了污秽，要擦擦吗？贝静初伸手接过来，囫囵擦了一下，手帕变得乌红一片。等我让人洗好了再还给你吧。不用还了，留在殿下身边，等殿下偶然看到他的时候，或许还能记起有我这么一个人。不知所云，神神叨叨的。本公主以前见过你吗？就说忘不忘的。殿下不离身的小东西就是我所赠，怎却记不住赠礼人吗？这平安扣乃国师所赠，你的意思是你是国师？不像吗？不像。听闻摘星楼的国师是个仙风道骨的老头子，可你看起来却是细皮嫩肉的。多谢殿下夸奖，所以我看着像假的。殿下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重要，只是在下不愿以假面试以殿下罢了。你的意思是老头子是假的，这才是你的真面目？臣貌若无言，丑到殿下了。殿下似有心事，愿意的话可以给臣讲讲，我会为殿下保密。倒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大事，男主和三丫的事不算什么，只是我第一次面对，冲击有点大而已，最多做2天噩梦而已。你管这叫而已？如果你知道一个人未来可能会害你，但他现在并没有做那些事情，甚至可以说得上一句无辜，那么我要先下手为强，杀了他吗？公主觉得呢？你这人真好笑，不是我在问你吗？你怎么反问我来了？殿下是君，我是臣，出谋划策的是臣子，做决断的是主上，所以公主要如何做，只能是您自己决定。你说的有道理，我觉得一些事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但这个可能是会改变的。人不应该为了一个猜测，为了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背负代价。殿下心中既有自己的准则，又是什么让你犹豫了呢？因为我发现那个人还是害了我，而另一个人却还什么都没做，这原本的轨迹到底会不会真的走到那一步呢？男主已经死了，反派还会远吗？那个整天哭唧唧的小太监要怎么处置？或许我还是做不到将未来的惩罚安在现在的人身上，我能严惩对我不利的、伤害我的人，但他毕竟还什么都没有做，我想给他一个机会，
在没必要的时候，我对杀人没有兴趣。既然做不到，就没必要逼迫自己，而且你看到的未来也不一定就是真相，不是吗？殿下心情烦闷时，可以来摘星楼坐坐，就把臣这里当做一个茶馆了。可是你这茶不好喝，一喝就尝出来是陈茶了，放了多少年了呀，一点都不新鲜了。国师起身送客，拜拜了您嘞。殿下进了摘星楼，属下进不去。出来以后，殿下的状态就好了许多。行，下去吧。皇帝亲笔写下诏书，小孩子做对了事，该给点奖励。陛下，大公主算上虚岁，也才5岁，此时就赐封号封地，是不是太早了？早给晚给都是要给的。可是公主们都是成年才赐封号的，大公主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她也不一定就活得到成年啊。但是这话他不敢说，陛下明摆了，就是要给他的长女这个殊荣。陛下，封邑一向是亲王才有，给公主赐封邑，岂不是未同亲王？与理不合，实在是与理不合。此事无关社稷，不会对大越江山有影响。大公主是陛下的长女，何等贵重，未同亲王又有何不可？有何不可？当然不可。公主怎么能和皇子享同样的待遇？况且皇子里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封亲王的。再多说一句，你们就可以告老还乡了。轻飘飘一句话，整个朝堂瞬间安静下来。还有人拿着祖宗礼法说事，朕就送你们下去见祖宗。那么多国事堆积着不处理，一问就说没办法，找你们有事的时候恨不得躲得远远的，一到这种不重要的细枝末节，一个个就跳出来了，满口祖宗家法，都是正气凛然的卫道士，正直不屈的士大夫。早朝听你们在这里说废话，朕还不如多睡会儿。朕意已决，此事结果，有事上奏，无事退朝。得到封邑的贝静初高兴的就要去找妹妹，小孩见着他，先是下意识的露出一个甜笑，而后改成了皱着眉头。你来干什么？我不想见到你，你走，打你！小孩子的世界纯粹，爱恨都那么分明，贝烟雨脸上充满了一眼就能观察出来的敌意。他冲上来推贝静初，小手使了半天劲，却没能推动一丝。贝烟雨生气了，直接就开始踢踹起来，不过下一秒就被钳制住了。烟雨，你在做什么？他的嬷嬷们围上来，想把他们分开，贝静初一个眼神瞪回去。你们动一下本公主试试，我在教育妹妹，谁也不能插手。突然发什么疯？坏人，你欺负我阿娘，你让我没有阿娘。阿娘被贬为才女的杨氏。坏人，你欺负我阿娘，你让我没有阿娘。烟雨这几天是不是接触了杨才女？回大公主，这几日总是能偶遇杨才女。杨氏4年前曾经是淑妃，对本公主下手后被满门抄斩。她因为烟雨和夭折的阿兄，被阿耶留了一命，满门只剩她一个，仇恨无处发泄，迁怒到我头上，是这人能做出来的。但对烟雨不能像对严楚那样，这是妹妹。小女孩干脆哭嚎起来，她嗓门又尖又大，简直要命。为什么弟弟妹妹都有阿娘，只有我和长子没有？我以前以为我和长子都是被阿爷捡的。原来我是有娘的。他说都是你们让我没有娘的。以前他无理取闹的时候，贝静初都是直接按在地上打屁股的，但这一次他实在哭得太惨了，真情实感的伤心。烟雨，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见你阿娘吗？因为你阿娘以前想杀了长子，你知道杀了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死了，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再也见不到了。你想长子死吗？我不要见不到长子，我是长子的小玩具。怎么还记得这茬呢？我现在明明没有说了呀。所以阿耶和长子都没有让你见不到阿娘，只是让你小时候见不到阿娘，是不是特别好？贝烟雨把食指放进嘴里咬着，犹豫着点点头。那长子是坏人吗？解决了，人小就是好，还是那么好忽悠。出门后，贝静初翘起的嘴角垮下，哄孩子的表情消失无踪。常烟，
你去找方贵妃说一声，杨才女挑拨公主间的手足之情，让她禁足，不要再接触二公主。是，殿下。没过几日，贝静初在宣室殿和阿耶一起吃午膳的时候，贝烟雨哭着进门，之后朝着贝静初冲过来。贝静初伸出一只手抵住她的脸，贝烟雨倒腾着小短腿拼命往前跑，但挪动不了一步，还乱挥着手臂，把空气都打疼了。子字坏，不要管我阿娘，我要阿娘。烟雨要阿娘。烟雨，别哭了，有话好好说。我不。贝静初直接反手把贝烟雨按在地上，开始揍屁股。宣室殿传来小孩子的哭喊更凄厉了。皇帝默默地移开了目光，忽视二女儿的哭声。一开始的贝烟雨还会找阿耶和大母求救，现在他知道长子揍他的时候是没人会救他的。被暴揍一顿的贝烟雨留下来用膳，小女孩抽抽搭搭的，但是被长子揍了也要挨着长子做，坐下了也不吃，才被揍了很生气，等人哄。父女俩专心干饭，没人安慰旁边的委屈包，而且两个还非常坏心的先吃贝烟雨喜欢的菜。贝烟雨终于急了，赶忙蹭起身来夹想要的菜。饭后的糕点是每人一份，贝烟雨没2下就炫完了，显然是不够吃的。我还想吃。他探起小胖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皇帝的盘子插了一个。刚刚什么玩意儿过去了？他看了眼有点心虚，但把糕点塞进嘴里毫不犹豫的贝烟雨。又一个漏风棉袄啊！你为什么不拿你长子的？分明他离你近些。我不敢。所以你就敢抢阿耶的？阿耶不会打我，但长子会打我，而且长子打是真打。知道我要打你，还敢跑到我跟前来闹，长子倒觉得你是挨揍挨少了。长子，阿娘和我说了，以后不会害你，不管他好不好。他的保证要是真的，就不会教唆你，让你来与我为敌。你一个才3岁多的小娃娃，骂也骂不过，打也打不赢。我要是真的厌烦你了，看你不顺眼了，日后针对你，你能讨得到什么好？一看他那懵逼的大眼睛，贝静初就知道这小屁还没听懂。仇人呐！小兔崽子被另一个小兔崽子难住了，真是一物降一物。你阿娘被放出来，可能会伤害到长子，你要他还是选长子？一定要选一个吗？贝烟雨对着手指，很是纠结。我喜欢长子，可也想要娘啊。贝烟雨在宣室殿闹了一顿，也没能把杨才女放出来。除了贝静初对她有血脉压制，这个年纪的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她还是那么不听话，强行闯进去看杨氏。她是公主，没人敢对她动手伤着她。杨氏还在继续挑唆小孩子和贝静初的关系，导致贝烟雨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亲自去会一会杨氏才行。就是大公主，见到长辈也不安吗？贝静初没有理他，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了下去。连礼数尊卑都忘了，殿下的教养就是这样的吗？果然是。礼数你是长辈，尊卑是我尊你卑。我就是不问这个安又能怎样？你还能对我做什么不成？你现在唯一会的就是教唆你的女儿和她的长子作对。你果然是怕了，我就知道让烟雨对付你是有用的。都是公主，谁又比谁高贵呢？要是我儿子没死，哪里有你叫嚣的地方？都是你让我家破人亡，我杨家满门都死了，你凭什么能安宁快乐的幸福长大？所以你别忘了，烟雨现在是你唯一的亲人了。你不怕死，你想要报仇，那你不担心女儿，担心你现存世上唯一的亲人吗？烟雨，你想说烟雨也是公主，是陛下的女儿，我能把她怎么样？是不是天真？贝静初站起来朝他走去，明明是一个小孩子，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却让杨氏不敢动。我是被陛下亲自养大的，4岁就有封邑。你不会还不知道吧？消息闭塞成这样，杨才女，你猜，按这个势头，我会不会是下一个？一个普通的公主和一个手握大权的公主，你猜我弄死她究竟会多难？现在我们还小，差别不大，但烟雨真和我结仇，未来被我针对，你觉得她会有好下场吗？
别说以后了，就算我现在直接拿把刀抹了贝烟雨的脖子，你觉得陛下会为他杀了我吗？最多是夺爵、囚禁，时间一长了，陛下也就心软了。到时候我再哭一哭，装作悔过的样子，给阿耶认个错，就什么事都没了，我还能继续过现在的快活日子。你信不信？大公主，是我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妾的错。殿下，烟雨还小，他是被妾挑唆才敌视您的，妾以后再也不会了，一定让他恭顺长子，不会再与殿下作对的。您对妾身要杀要剐都可以，别计较烟雨之前的冒犯。这真的是一个才4岁的孩子吗？太恐怖了！吓服了杨氏，贝静初抓紧时间离开。饿了，他还没吃晚饭呢。出门时见上了贝烟雨，妹妹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贝静初想了一下，除了有杨氏挑拨的原因，自己这段时间也确实对他太凶了。小雨雨，过来，来长子这儿。长子你别这样，我害怕。我。贝烟雨不知在脑补什么，脸上的神情越来越惊恐，最后直接转身逃命。救命啦！长子被妖怪附身了。就不该对这个小崽子温柔，因为他突如其来的柔和了一下。贝烟雨这2天乖巧得很，每天散学后就屁颠屁颠的跟着一起去宣誓殿，端茶倒水的，殷勤的不得了。虽然打烂了贝静初2个杯子，不过看他倒腾着小短腿跑来跑去，非常的快乐。很快就到了册封礼前一天，贝静出来给太后请安时，仁寿殿来了几个拜访的外命妇。太后，封慈大长公主携其女九阳县主，还有外孙求见，已经领到仁寿殿外了。大母，阿耶的姑姑，我该叫什么？姑祖母就行。封慈大长公主带着女儿和外孙进来，先给太后见礼。外子被调任回了京城，回京了，妾也是该带着孩子们来向阿嫂请安的。这位是陛下的长女，天雾公主。姑祖母安，表姑安。但他们却没有立马回礼，而是不约而同地僵硬了脸色。一旁的小童直接哭闹起来。九阳县主强撑起一个笑，天雾公主安。这莫名其妙的恶意让贝静初和太后很奇怪。九阳县主的丈夫是齐家的郎君，因为天雾公主的生母齐氏想调换皇嗣，被株连刺死了。是哀家失策，现在没记这一大堆宗亲的姻亲关系。是他害死了阿英。小儿无礼，请舅母恕罪。孩子不懂规矩，要好好管教。哀家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等贝静初走出仁寿殿，3个人已在门外等候多时。不速之客，要是有事对大母说，肯定刚才就说完了。那等在这里，多半是冲着我来的，真晦气。齐氏犯了错，导致齐家被株连，这几个傻逼是怪到我头上了吗？天雾公主见到长辈都不问安的吗？确定了，就是来找茬的。方才不是问过了吗？我觉得才一会儿的功夫，各位总不至于出什么意外吧？你，阿娘，我不喜欢有人用手指指着我，换个人我就剁了他的指头了。不过您是长辈，我不能这样对您，所以请你收回你那无理至极、没有丝毫教养、风度的手指吧。封慈大长公主气得更狠了，可惜她没有贝静初一样的好嘴，撇掉那些不能骂的话，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你是恨我作为被害的人，牵连了你父亲，让你失去父亲，对吗？没事的，一切总会过去的。轻舟已撞大冰山，等你明天更不好了，就会发现明天也挺好的。毕竟之后你再失去的就不只是父亲了。别做这个表情，丑死了，丑到我眼睛了。你说什么？说你丑啊。真不知道弘文馆现在的夫子都是怎么教的。你开始读书了的吧？不评价贬低他人相貌的礼数都不明白吗？自然是知道的，
我平时不会攻击别人的长相，除非别人的长相先攻击我。其实他也可能是耐看型的，只是我没什么耐心。见对面的人说不出来话了，贝静初心里点起了一颗胜利的小星星。垃圾，没一个能打的。此时，小童趁没人注意到他，便偷偷从怀里掏出一个糖块吃了起来，因为平时阿娘是不允许他吃的。阿娘，孩子他偷吃糖，噎着了。我的好外孙，你别有事。贝静初想起了海姆立克急救法，走上前去想帮忙，风慈大长公主伸手拦住。贝静初，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你再不懂事，也不要现在来捣乱。他是你表兄，你已经害他失去父亲了，还想要他的命吗？看着风慈大长公主那无用功的死命推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殿下，你让开，我们要救你表兄的命。等这一关过去了，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表姑带着你姑祖母给你赔不是，你要怎样都好说，先让开行不行？来人，给我拦住他们！你害死了我丈夫，又加害我的儿子。今日我儿子要是因你而死，就算你是公主，我拼了这条命也会报仇的。话音刚落，小童喉咙里的糖块被挤出来，掉到了地上。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失而复得的空气，贝静初却是嫌弃地移开手。他的口水和鼻涕滴到我袖子上了，他爷爷的，恶心死了！救命！我要阿耶！呜呜！我要洗澡澡！母亲，别这样，天雾公主才刚刚救了孩子呢。你孩子也不一定就是他救的，说不定就是他妨碍了我们。要不是他拦着，我们早把糖给拍出来了。外祖母就是他救的。那个糖一直卡着我，你们拍我根本没用，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然后他来勒我，感觉就有什么东西把糖挤上去了。你们都不知道我那时候多激动，多想哭，终于能活过来了。原来外孙还真是他救的。罢了，母亲，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夫君就是死了，活不过来了。天雾公主何等受宠，和她作对，陛下不会放过我们，到时候还要连累您。现在他又救了孩子的命，我们就放下过去吧。放下是不可能的，既然进宫了，当然要去好好收拾一下冷宫里的那个贱人。就是因为他，让我儿年纪轻轻就丧夫，让我外孙出生没多久就失去父亲。小的这个不能动，难道大的还动不了吗？其实被怎样收拾了，贝静初不知道，也不关注。他正在洗澡，被小屁孩的鼻涕口水沾到了，真的很嫌弃呀。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在像一抹长裙在跳舞，没原因，想好暴君竟然在公主侧风雨下跑了，留下4岁的小孩独自应付这些勋贵重臣。这真的是亲生的阿耶，不是野生的阿耶吗？这时一个熟人走了过来，正是那个有情人终成兄妹的病娇小姐姐。妾身拜见殿下，与娘子请起。雨家送的是雨家的礼，这是妾身对殿下的心意，还请殿下笑纳。贝静初笑得非常开心，她就喜欢这种懂事的。妾身有些事想与殿下私下谈谈，不知您能否赏脸？本来是不能的，但是看在礼物的份上，那就勉为其难吧。行吧，一盏茶的时间，有什么事说吧。其实有事求殿下的，不是妾身，而是这位谭娘子。拜见殿下。哦，谭家我记得，就是收养一果当童养媳的那家人，但是找我干嘛？妾身是给您送钱来的，希望自今日起，每个月将谭家经商所得的利润分2成给殿下。碰上冤大头了，肯定有问题。我得到这些需要做什么？您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每个月派人以您的名义给妾身寄一封信便够了，哪怕信封里连一张白纸都没有。每个月给他寄信，在外人眼里，谭家就是天雾公主罩着的，不管是惹事的、
或讨好我的人，全都要顾及我的面子，给谭家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除了每月寄一个信封，什么也不用做，就能取到谭家的家财，而谭家也能得到更多的好处，简直是双赢。才2成的利，就想买天雾公主的庇佑和名义，谭娘子，你是不是太贪心了？还是当本公主是傻的？殿下恕罪。本公主的名义，天下富商，不知多少人都想要，用1掷千金来形容，都是收敛。2成利，我就是要9成利都不过分。毕竟我给你们带来的好处，可不只是9成的利润能买来的。好软呐，不愧是我。这种时候，殿下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让我想想啊。你谭家背靠尚书令，不是谁都能轻易得罪了的，所以你们4年就能积累大量的财富，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富商之家。如今想投靠我，莫不是你们家出了一些麻烦，连尚书令都解决不了，用我的名义给你们收拾烂摊子？谭娘子知道自己但凡敢说一声是，她和谭家的未来就到头了。别想着敷衍我，对我撒谎，你只有1次机会了。我时间有限，没兴趣陪你们玩你说我猜的游戏。回殿下，谭家并没出事，但人往高处走，谁不想更进一步？能得殿下庇佑，自然好处良多。如果殿下肯伸手，谭家以后皆听您差遣。你知道何为投靠吗？你们家的账目、资产全都要给我过目，你们整个家族都要听我的管束，不得有一丝违逆，因为我不会允许你们借着我的名义给我惹麻烦，不听话的有一个杀一个。这些你能做得了主吗？还是说投靠我是你家中长辈的意思，因为他们觉得我年幼，好拿捏？不敢隐瞒殿下，如今家父重病，妾身在与兄长竞争家主之位，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殿下接受了妾就能做得了主。有点意思了，无欲则无求，无求则不可控。我就喜欢有野心的人，同时我能得个源源不断的钱袋子，也赚了。若妾成为谭家家主，那么9成的利润皆献于殿下，谭家之人全听殿下赏罚差遣，资产账目也全交由殿下过目。跟着我，也要让你们吃饱有水才是。你选对了人，我对自己人一向不错，9成就算了，7成便可，那2成便算作贺你成家主之喜吧。妾身谢殿下。先把人压服，再给好处。压服是让人敬畏，让他不敢升起造次的念头；给好处是让对方产生好感，制造长久的忠心。这感觉自己变坏了捏。行了，你们先出去吧。一出门，谭娘子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上。你怎么了？我是太紧张了，公主的实在是，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小孩，果然是龙子凤孙。这太极宫里的人城府都这么深吗？连一个4岁的孩子都能轻易地玩弄人心。谭家从无娘子认家主的先例，公主的名义真的有用吗？毕竟我劝着雨家支持你，那些老顽固还是完全不为所动。因为义果阿紫是个记恩的人，尤其是记阿娘的恩，不管最后上位的是谁，你都会把谭家纳入雨家的保护里。但殿下不是，他们不选我，就得不到公主这个靠山。利益当前，祖宗家法算什么？又不能挣银子。再说了，男女之别，凌驾不了阶级尊卑之上，殿下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他知道自己有多尊贵。坐直好累呀，我果然还是喜欢歪着。见他们还要委屈殿下呢，您就是躺着，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异议。
殿下何必委屈了自己？气势懂不懂？强大的领导者才让人臣服，也可以叫装逼。这次我装得非常成功。兄长，表弟好。赵钱，别以为你换了一个母亲就能撇清关系，你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这事你不承认也不行的。正是这个事实让我倍感恶心呢。亲生的兄弟总是天差地别，不过以前我是弟，现在你是地下的那个。这里人多，我们不要在天雾公主的册封礼上当众争执，你敢不敢和我走远一点去？有什么事要走远了去说，害怕起争执，不要争执就好了。这是搞什么名堂？怎么，兄长现在越发胆小如鼠了？哼，那就好好陪你玩玩，才不辜负这个恶心的称呼。两人走到一处僻静之地，要不是在太极宫内，绝对是个嘎人分尸的好地方。这时赵玉突然朝着旁边的树猛地撞上去。兄长，你为什么推我？鲜红的血顺着他的额角流下，一切像是回到了幼年时的噩梦。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我本以为你只是性格沉闷，没想到做人都不行，品行是人之根本。就算不是你做的，你就在弟弟身边，都不能看好弟弟，那就是你这个做兄长的过失。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呵呵，为什么要照顾弟弟？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兄长，公宴伤人，你完了。伤口不够深。他不应该慌张害怕嘛，就像以前一样，对着我摇尾乞怜，求我不要告诉母亲。赵玉被他的气势压得后退了几步。就算现在母亲不喜我，你破坏公主典礼，残害兄弟，以大欺小，你也是吃不了好的。血流的不够多，不够激起他人的同情。既然你叫我一声兄长，那兄长就来给你上一课，教你一些道理。背前一步步逼近他，突然抓住了赵玉的头发，狠狠往树桩上一灌，头上传来剧痛，这下可比他自己撞得很多了，整个头都晕了，不知今夕何夕。这才叫残害兄弟，这才叫以大欺小。疯子，疯子，他就是一个疯子，怎么会这样？他不是文质彬彬的书呆子吗？怎么敢真的伤人？赵玉额头上的伤口不再是小小的一道，血糊了满脸。这样的伤才足够引起同情。刚才的那点口子，要是不快点叫太医，估计已经愈合了。不用感谢我，毕竟你唤我一声兄长。赵玉颤抖着手摸到脸上，再拿下来时，指尖沾下一道红痕。弟弟，你知道名声的重要性吗？一个在你心里高风亮节、温文尔雅的君子，和他有仇的人突然说他做了坏事，你会信吗？大家会信吗？我都这么惨了，那些人怎么可能还相信被钱？赵玉按着自己想的计划，趴在地上大声呼救。贝静初听说出事了，一个宾客受了伤见血，他匆匆赶过去。屋里太医刚给赵玉处理完伤口。求殿下给鄙人做主，被钱在您的典礼上动手伤人，一点都没有把殿下放在眼里，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惩治。钱表兄也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自然是臣被陷害了。殿下您知道，你表兄我是个正人君子，光明坦荡，怎么可能背后伤人呢？手法还这么拙劣。正人君子，光明坦荡，你确定吗？这人的脸皮更令人叹为观止了。你要告人，总得拿出证据。我受伤时，只有我们二人在场，还需要什么证据？难不成这么严重的伤是我自己弄的吗？唉，表弟，你可知苦肉计？谁主张，谁举证。你拿不出证据，便在此胡搅蛮缠。若大岳断案是只看谁嫌疑重，岂不是乱了套了？确实，玉表兄，你要说是钱表兄伤了你，就需要证据，人证物证，有一样也好。殿下才4岁，遇事难免不会处置，不如还是找贵妃主持公道吧。小怎么了？4岁怎么了？4岁也能把你按在地上摩擦，看不起小孩是不是？这蠢弟弟把那小丫头惹毛了，
这下可不是他能收场的了，毕竟我也忽悠不了这个小表妹。行，你要大人来是不是？皓月，出去让人请贵妃、咸宁和广德2位姑妹也一并请来。天武殿下，母亲和姨母来了也没什么用，就别请他们来了吧。赵玉对咸宁公主了解不深，只是害怕广德长公主来了会偏心贝钱。她体验过被偏爱的滋味，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个什么人。以前对她的偏心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而现在对贝钱的偏心或许也是。赵小郎君，这次天武公主册封礼，陛下让一切事宜都由她自己做主，本宫也只是从旁协助。公主年纪虽小，处事却并无不妥，本宫来了也是和她一样，没有证据，你指控不了，你不该因为她的年纪便质疑。去赵家祖坟，鞭尸。钱儿，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贝钱看着另一边，赵玉因失血惨白的脸和那失落的样子，诡异的，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姨母，受伤的是他，是你的儿子。赵玉，你的伤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和你兄长在一处？他有没有事？问了3句，才只有1句是问赵玉的，这小孩得气死了吧？阿娘，我遇到了兄长，想找他谈心，没想到兄长对我不满已久，把我的头推到树上砸，那里现在还有一个血坑呢。贝锦若听后看了眼贝钱，少年一身杏色衣袍，端的是清风明月的味道，怎么看都是一个正直的少年。赵玉，钱儿不是这样的人，你现在真是越发让我失望了，竟然开始污蔑你兄长，他这么乖巧善良的孩子，怎么可能推你？而且你为什么要趁着你兄长走的时候离席？你向来看他不惯，怕不是你设局污蔑，来个拙劣的苦肉计？这句话把赵玉问懵了，随即而来是一阵委屈。确实是我设的局，但贝钱也是真的伤了我，为什么阿娘就是不信我，却能毫不犹豫地相信贝钱呢？所以阿紫要管好自己的儿子呀，钱儿从不是没事找事的人，所以是谁做的已经很明显了。他明明就是没事找事的人，我和妮儿他们都烦死他了。小外甥，撒泼耍赖不是这样玩的，你拿不出证据，只凭猜测就要定你表兄的罪，那姨母看就要猜测你构陷他人了，反正猜猜嘛，来，大家一起猜。尽管姑姑的精神状态真是无被楷模。怎么办？如果这次的事只让天雾公主处理，说不定还能引导忽悠一下这个小孩。现在招来了几个长辈，贝钱这个养母真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他期待地看向广德长公主，希望母亲能护着他，但是没有。自从那天他说：“玉儿，阿娘问你，如果要在阿娘和阿耶之中选一个人，你选谁？只能选一个人。”当然是选阿耶了。你每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人伺候。但我阿耶学问可大了，也有本事，你就只是生了我而已。你们女人除了生孩子带孩子，你还会什么呀？就没有了。那断案也是要查的，我就告贝钱公宴伤人，请贵妃查案。你算个什么东西？受了点伤还要麻烦宫里来查，不服的话自己去大理寺状告。我们还没吃多少东西呢，不陪你玩了。贝钱，出去玩去，今日是交友的好时候，别为不值得的人浪费机会。贝钱听话的跟着咸宁公主出去，路过广德长公主的时候，她呼唤了一声钱儿。贝锦若温柔的唤着，希望能求得对她失望的孩子一个眼神。阿紫，你正常一点，钱儿是个手里的孩子，所以才忍着你那自以为是的补偿。你给他的总是他不想要的，再如何，你现在只是姨母了，请你记住，钱儿是我的儿子。钱儿，我们走。贝钱没附和咸宁公主的话，在外人面前，他要端方千谨，不能出言驳斥长辈。但是他坚定地站在咸宁公主身边，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变成这样？我母亲她养我不容易，你要多孝顺一点。现在正是她颐养天年的时候，为了和你成亲，我搬进了公主府，不能承换她老人家膝下。不是你不愿意和她同住，才让她老人家孤单的吗？母亲她只是养个孙子，你不愿意尽孝，就让孩子替你尽孝，也是帮你带孩子。锦若，你还要谢谢母亲才是。都是他抢了我的儿子，这一抢就是一辈子。尽孝又不是我的母亲，我尽什么孝？阿娘，
广德长公主第一次使用自己的部曲，就是领着他们杀回赵家。被锦若你疯了！我是疯了，都是你们！我以前的忍让，让出了后半生的母子亲情，我要让那个老妖婆死了也不能安宁。广德长公主轻车熟路地来到赵家祠堂，根本没有人阻拦得了。她走上台前，拿起赵老夫人的牌位，用力把牌位摔到地上，一声巨响，木牌被砸出裂痕。被锦若，你做什么？你住手！贱人！拿火盆来！被锦若，你怎么敢？那是先祖！你他娘的住手！给老子住手！烧了好，烧了好，烧了又能怎样呢？就算那个老妖婆的灵魂被炙烤，又能怎样呢？我的孩子还是回不来了。走，去赵家祖坟，鞭尸。疯了，简直疯了！被锦若他真的疯了。去找赵玉，让他来。不，去找贝钱。来人，赶紧去咸宁公主府找贝钱。姨母住手！大母做错了什么，竟让您开棺报尸？你不认父，不认母，倒是还认他这个大母。就是因为他抢走了你，害得我和你生疏，让我对你不好，才让我们母子走到如今地步。你为什么要拦我？我也是在给你报仇。姨母，我不想再听你叫姨母，你再用这个称呼，不正是提醒我没有放过这个老妖婆的理由吗？广德长公主，其实我理解你以前偏心赵玉，你说的没错，自己照看大的孩子，感情更深。同样的道理，我对大母也是有感情的，而且很深。所以，广德长公主，我绝不会让你冒犯他老人家的尸体的。贝钱今日没来弘文馆，是不是病了？哎呀，我还没病过哎，我真是好健壮、好省心的小孩呢。想到他刚出生1个月就中毒2次的辉煌战绩，皇帝默默的没说话。饭后，皓月就八卦了起来。广德长公主闯进了赵家的祠堂，烧了赵老夫人的牌位，要不是拦得快，差点还把赵老夫人的坟给挖了。谁拦的？既然都发疯了，赵飞扬和赵玉还能拦得住暴走状态的长公主？是钱小侯爷拦的。难怪早上没来上学，他还管赵家的事呢。这瓜推劲爆了，我必须去现场吃瓜。你说你这么客气做什么？来了做客，表兄就很高兴了，还带什么礼？是先生布置的策论，让我给你带来的。说是你还没走，今天的课业还是要做。什么叫你没走？你要走了吗？去哪儿？不是，哪有人空着手上门的啊？那什么，咱俩什么关系？我可是你最亲的表妹呀，上你家还带东西，多生分啊，是不是？一点都表现不出我们的兄妹之情。关键是送他东西肯定不能送便宜的，送贵的我多心疼啊！我就说是因为感情好，他会相信的吧？我信你个鬼！臭小丫头，骗子坏得很。我通过了考核，要去博堂了。我就说嘛，走什么？先生说你要走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那个走了。你说清楚是哪个走了，一天天就不盼着点我好。嘿嘿嘿，你好像才11岁。对呀。你好像进弘文馆才4年。对呀。可是正常人升博堂要学7、8年，甚至10年学满。所以我不是很明白，4年就能学完的东西，为什么要学7、8年呢？难道是他们觉得自己基础不牢固，想多巩固一下吗？救命，这人好不要脸！表兄，你这样说话是会挨打的。开玩笑的，你学东西比我快，追上我又不难。哼，我当然知道了，还用你说？我只是为那些被你烦到的同窗们鸣不平而已。浪费感情。贝静初吃完了瓜回宫，本想洗洗睡了，但是被阿耶叫了过去。以前本想着若言初是个得用的，你有2个暗卫轮换着来也够用，但现在不行了，阿耶再给你1个，而且严重到底是男子，你若是沐浴或是如厕，他不能跟着。属下严朝拜见天武公主。等等，沐浴跟着我就忍了，如厕就不必了吧？为什么不必？如厕正是人没有防备的时候，这时候很容易被行刺。他国有一个君，就是被刺客从粪坑里钻出来行刺，一刀捅穿了会处。
世上竟还有如此死法。你学了史书，还记得景公是怎么死的吗？掉进粪坑里淹死的。这个死法真的很离谱。所以证明，在那种时候挂掉概率并不是零。可景公统治的时候已经是700年前了，没有现在使用的这些工具。现在我们解决那什么的时候，也不会在那什么坑旁边蹲着呀。贝恒还想说什么，贝静初捂耳朵不听。不行，这是底线，这比人格还重要。有人看着我是解决不出来的，没被杀死，就先被憋死了。不要，绝不！贝静初的努力抗争许久，终于取得了胜利的结果。而不久后，谭娘子也继任了谭家家主的权利。她把谭家的阴账目、资产，甚至连族谱都抄了一份，送到贝静初这里。诚意不可谓不足。贝化看着眼前比2个他还高的账本，陷入了沉默。殿下，你在做什么啊？我来给堂子送练习的材料。堂子的算术一直很好，尤其是账目类的题都是信手拈来。我觉得你简直潜力无穷，弘文馆布置的一定不够你玩的。我这不就来给你送了吗？现在不会没事，多练练，以后就会了。堂子，我不会布置个任务把他给吓死了吧？我知道是有点压榨的嫌疑，但他不是还没开始干嘛？救命啊！我压榨死人了呀！皓月，传太医，堂子要死了。殿下，不用太医，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那堂子就休息吧。我们公主殿下真是善良。半个时辰够吗？不能再多了。果然有良心，但不多。果然是万恶的资本家。这个女人被皇帝放在田间4年，坊间流言不断，什么霸道帝王的在讨小皇妃。震惊！天雾公主亲娘竟是她，君夺臣妻。被下堂后，她流放了前夫一家。什么鬼？我要为阿耶证明，阿耶只被绿过，可从来没有绿过别人，好吗？直到这天，京户部统计，今年京城周围的良田收成极好，国税丰盈不少。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能人异士的孜孜不倦。众位卿家，以此人功绩，位列公侯，应当不为过吧？陛下圣明。我妹妹位列公侯，不会是昨晚和夫人闹得太累了，上朝听错了吧？除了封爵，朕还打算让此功臣入住司农寺。陛下，如今只是京城的粮产有了增长，此时直接封国公，那么举国粮产皆增的时候，岂不是封无可封？大越从来没有异姓王的先例，臣请奏，先封侯爵，等功绩更盛之时，再由陛下赐国公之位。陛下，此人功绩实在骇人，也是卓绝之能，但司农四卿主要是管理之才，高人对农田之事甚精，管理之才如何，却还未至。正好少卿之位空了一个，臣以为少卿之职最合适。中书令，你今日怎么不说话？这不像你啊！我哪敢插嘴？若让妹妹的封赏降低了，回去怎么有脸见她？要是我出言要提高封赏，安的又是什么心？我还是陪笑得了。此人劳苦功高，朕有意赐国公之位，并授司农四卿之职。若是他们知道被赏的人是说，绝对不会同意的。陛下干脆一开始就定高一点，然后在众臣的抗议下退后一步，就是他们原定的封赏，让他们觉得赚了。这就是破窗效应。皇位上的这个人，心眼子永远这么多。那就让他进来吧。众人提起心，期待地瞥向门口，想看看这开天辟地的艺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圈中书令许兰七之妹，取新书面圣。好你个许兰七，好你个老阴笔，怪不得一直不出声，原来憋着放个大的。那什么，我也不能提前泄露消息是吧？况且祖坟非要冒青烟，我也不能去灭了啊。许新书走进来，虽然现在皮肤粗糙了，像个农妇，但有条不紊的姿态，落落大方的动作，一看也知道是大家千金。他得体端庄的行了个礼。陛下，这莫不是找错了人？能提高粮产的奇才，怎么可能是个女人？这位民工，请问
奇才便不能是女子，这个结论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女子本就浅薄愚笨，自然不可能。诸位信任也好，不信也罢，事实就摆在各位眼前，难道陛下会撒下弥天大谎，就为了给我一个封赏吗？陛下，许娘子确实功高，理应封赏，就是封县主、郡主也不为过，但封国公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更不用说任职司农四卿，这世上哪有女子做官的道理？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要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祖宗家法，让朕放弃一个奇才，让全天下的百姓饿肚子，让我大越失去这一个屯粮屯兵的机会，用大越的国运去换你们坚守的酸儒之道。臣不敢，朕看你们敢得很。禀陛下，臣等的意思是，许娘子可以继续理农田之事，只是不正式的入朝为官。怎么？继续说呀？你也知道自己说的不是人话了，不给官位，不给俸禄，就要让人干活，你可真是比吸血水蛭还厉害。身为大越之人，本就应该忠君爱国，为国分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效力是多大的荣耀！不给官位和俸禄又怎样？难道说许家对大越不忠，连这点奉献都不愿意吗？陛下，此人简直居心叵测，按他的道理，中军便应该不论权钱，他既有如此觉悟，真是大越之福。那请陛下削了他的官职，正好给别人腾位置，俸禄也能省下一笔，拿来给小妹正合适。中书令，你太过分了。陛下，臣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在别人身上就是这个意思，轮到你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老家伙，你对人对己的标准不要差得太多。开了这个先例，岂不是后来的女子都能进仕途了？进就进了，都进了又怎么样？话说的真是一点都不考虑后果。那大越的人丁怎么办？谁来生孩子？说的好像天下的女子都能进官场一样，儿郎们能金榜题名的，在全国占几成？再说了，你家孩子20多个，做官也没影响你生孩子啊。你，若为官入仕的都是许娘子这般人物，就算他们全家起来不休息，大越也多不了几口人。可把他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却能让不少本该饿死病死的人口得以存活。臣以为可行。司农四卿，你个老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想他坐你的位置，你好升官是吧？呸！陛下，你们适可而止，朕已经退了一步了，你们不要蹬鼻子上脸。果然没人敢再扫兴，所有人都很高兴，除了本以为自己可以升官的司农四卿。